第601章魔域来人。还有那边那几个都是从仙域过来的修士，应该也是听到消息过来抢传承的。现在双方暂时达成共识，在传承没有确定是属于哪一方之前，都不会有人动手。不过这传承出现在灵域，多半是灵域强者留下的。许桃也没有想到，连仙域的强者都想跑来分一杯羹。看来上古传承的吸引力果然大啊！要是后来发现这传承是仙域那边的大能留下的，这些灵域的大能者会把传承交给仙域的人吗？许桃问。陈姓修士翻了个白眼，当然不可能。传承既然出现在灵域，怎么可能轻易交出去？如果现在是仙域出现一个灵域这边的大能者留下的传承，肯定也不会交还给灵域。他们现在还没有撕破脸，不过只是因为还不确定这传承是什么。在无法确定传承价值的情况下，现在动手并不明智。你看着吧，等到确定了里面的传承大小，这些人肯定得打起来。陈姓修士一脸肯定地说道。许桃点了点头，这陈姓修士分析的在理，不管这传承是谁留下的，两边肯定都不会善罢甘休。最后一切还是要凭实力说话。你们母子二人如果要打这传承的主意，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这上古传承就不是我们这样的小修士可以染指的，站在远处看看就行了。陈姓修士自认为好心的提醒一句，他会提醒许桃也是看在对方负了他仙域的份上，如果不是看在钱的份上，他才不会多这个嘴。你大胆！小雅冲着陈姓修士怒道。母子！许桃瞪着许姓修士，那眼神像是要吃人。我说错了，难不成你们是师徒？可是不像啊，他修为好像比你高。莫不是姐弟？那确实是我说错了，你们姐弟二人勿怪啊。陈姓修士不好意思地说道。胡说八道些什么？这是我家小姐和未来姑爷。小雅怒道。听好了，我们不是母子，也不是师徒，更不是姐弟，他是我的未婚夫，是未婚夫。许桃气呼呼地说道。未婚夫？陈姓修士目瞪口呆地看了眼许桃，又看了眼裴毅，他的视线在二人身上左右移动，最后落在了裴毅身上。此刻他看着裴毅的眼神里满是钦佩，这兄弟厉害啊，居找了这么个富婆吃软饭。果然啊，长了这么一张脸，不吃软饭可惜了。裴毅，下划线，你给我滚！许桃一眼就看出了陈姓修士在想什么，他也懒得解释了。怎么，不像吗？许桃伸手挽住裴毅的胳膊，脑袋靠在了他的肩上，故意做出亲密状。小雅的眼神满是威胁的瞪着陈姓修士，你敢说不像试试？像，很像。识时务者为俊杰，陈姓修士果断的点头道。这还差不多。许桃满意的点点小脑袋，算他识趣。要是再敢乱说，别怪他关门放裴毅。快看，第3层禁制破开了。是谁破开的？好像是人族那边的正道大能者。这些人修到底想做什么？我们灵域出现的传承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些人修简直太不要脸了。一些灵域种族已经开始暗自骂起了人族修士，而且越骂越难听。周围也有匆匆赶到的人族修士，听到这些叫骂声，一个个激动地骂了回去。你们还好意思说我们100年前在我们仙域发现了一个传承，你们灵域不也一样派人来抢夺？就是，你们又有多要脸？你们做的，我们怎么就做不得了？那本来就是我们灵域强者留下的传承，我们当然要拿回来。就是，我们夺回属于自己的传承天经地义。可现在这处传承可不一定跟你们人修有关，你们就这么跑过来，才叫不要脸呢。你们都说不一定了，万一这就是我们仙域那边的大能留下的传承呢？双方谁也不让谁，越吵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场骂战。好在大家都还有理智，都只是过嘴瘾，并没有现在就开战的意思。许桃只是看了一眼吵得不可开交的众人，紧接着又对陈姓修士问道：这禁制现在是谁在破解？几天了才只破解了3重禁制，这速度确实太慢了。开始是灵域的种族，后来灵域的种石破解不了，仙域那边又派出了一位精通阵法的大师。现在灵域和仙域暂时属于合作状态，在进入传承之地前，双方应该都不会轻易起冲突。两域合作还这么慢，这禁制是有多难啊？这么多人都破不开。快看，魔域的人来了！什么？连魔域也派人来了？没想到魔域的人也这么不要脸。下面的人骂骂咧咧，天空之上一辆巨大的魔舟缓缓降下，一众魔域高手从非洲上下来，下来的魔域高手起码有上百人，看来魔域方面也是有备而来。另外2族各自戒备，都在暗自提防着其他2族联手使坏。魔族也来人了，许桃有些意外。嗨，这有什么？放心吧，一时半会儿还打不起来。陈姓修士很肯定的道。你怎么知道？许桃随口一问。这还用说吗？东西还没看到呢，现在打傻不傻啊？要打也要等确定了里面是什么再打吧。许桃点点头，表示了赞同。
这次的上古传承对我魔宗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手。魔域天魔宗六长老面不改色的对两个徒弟传音道：“师傅，这传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派出这么多人来抢吗？”大弟子长恨不解地问。是啊，师傅，虽然上古传承听着不错，但其实很多传承都比较鸡肋，根本就不适合现在的修士学习。二弟子无罪也跟着传音道：“你们懂什么？这可不是普通的传承。总之，这个传承很重要，我们不能让其落入其他两域手中。”六长老沉声说道。师徒三人的传音很快结束，因为灵域和仙域各自派了人过来与他们交涉。第602章，许桃要开始浪了。三方经过一番交流，决定暂时合作。至于传承到底归谁，一切等破开禁制之后再说。而灵域和仙域这边的强者也各有心思。那个老东西居然亲自来了，看来对这个传承他们是势在必得。仙域的一位剑仙对身旁的人说道：“那个老家伙出现在这里，只怕之后会有一场恶战，大家小心一点。以魔宗的做派，只怕来的老家伙不止他一个，其他人八成躲在暗处伺机而动。要说最了解你的，还得是你的敌人。”仙域那边来的人中，正好就有这位六长老的对头。六长老刚一出场，就已经有人将天魔宗的计划猜出了大半。天魔宗想来分一杯羹，不出力怎么行？想进入传承之地，必须叫他们派人一起破解禁制。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本座这就派人去传话，他若不应，我等正好以此为由阻止魔宗进入传承之地。几人盘算好一切，不想那魔宗六长老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会给灵域和仙域借口让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人家主动派了在魔域内极为有名的阵法师过来说要帮忙。计划落空，两域大佬心中皆有些微善，倒也没有多失望就是了。毕竟想也知道魔宗派来的人哪是那么好拿捏的，大佬之间的较量底下的小喽啰当然不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了魔域阵法师的加入，这破阵的速度果然快了不少。一天后，已经开始破解第6重禁制。许桃与裴毅也和众人一样，一直待在原地观望。还好他们有随身洞府，休息的时候把洞府放出来，走到哪里都能有地方休息。那群人动作要不要这么慢？这么久了，禁制还没能打开。许桃有些不耐烦的咬了一口桃子，好吃。三域这么多人联合在一起，竟还搞不定一处禁制。一面咬着桃子，一面吐槽起了三域的那群阵法师。我们灵域本就没有多少人擅长阵法，倒是有一些种族天生就能无视任何禁制。小雅道：“既然有这样的种族，为什么不直接派那些人进入传承之地查看情况？”裴毅看向小雅，皱眉问道：“这还用问？肯定是另外两域不许呗。他们的人进不去，怎么可能会愿意让灵域先派人进去？反正要么大家一起进，要么谁也别想进。”那群人在想什么？许桃用脚趾头想想都能想到。原来如此。裴毅点点头。干完了一颗桃子，许桃将手中的桃核随手一丢，又拿了一颗葡萄丢进嘴里。我倒是很想知道，这禁制到底有多难，这么多人都搞不定。要不我们过去看看？许桃突然双眼一亮说道：“三域的强者都来了，你确定要去出这个头？”裴毅有些讶异的看着许桃。许桃的性格他是了解的，他从不是强出头的性子。平日里要是发生什么事，他比谁都逃得快。现在三域的强者就在不远处，而且明显都是冲着传承来的。许桃居然会主动提起要过去看看，这完全不是他做事的风格。小姐，既然想去，那就去吧。白虎族就是你最强的后盾，只要不是混元境以上的绝世大能出手，三域之中白虎一族无惧任何人，哪怕来的是先帝，也得给他们白虎一族面子。许桃闻言脸上的笑意更深了。裴毅也总算是反应过来这颗桃子如此反常的原因，这是找到靠山了，觉得自己可以开始浪了。不过这桃子确实有资格浪，毕竟他身后的可是白虎一族，别说灵域了，连仙魔两域也无人敢主动招惹白虎一族。许桃身为白虎族少族长的女儿，自然不需要有太多顾虑，只要不要招惹到那些隐世不出的老怪物，她爱怎么浪都行。要是出事了，自有白虎族会为她撑腰。既然你们都赞同，那等下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许桃对传承之地的禁制十分好奇，打定主意要去看看。以他现在的阵法水平，已经很难再有能难住他的禁制了。这处禁制如此厉害，说不定看过之后，对他提升阵法方面的造诣会很有帮助。裴毅下划线，他什么时候说自己赞同了？算了，随便吧，反正有人为这桃子收拾烂摊子。许桃打定了主意，轻易不会改变。三人就这么大摇大摆走向了上古传承之地的入口处，也不出意外的被人挡了下来。拦住许桃的是灵域的天狼一族。天狼一族在灵域中也算是一方大势力，鲜少有其他种族敢得罪他们。什么人？
不知道这里不许过来吗？天狼族的人一脸凶恶的对许桃三人吼道：“还不快走！再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守在这里的不止天狼族，还有魔域和仙域派来的人。三域同时派了人把守在进入上古传承之地的必经之路上，就是不想让更多的闲杂人过来打扰。其他人看到这个阵势，哪怕无人上前驱赶，也肯定不会不识趣的往这边走，只敢远远的看着。像许桃三人这么不识趣的，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大胆！我家小姐乃是白虎一族的人，起事儿等可随意呵斥的，放肆！小雅挡在许桃面前，厉声呵斥道：“白虎一族！”几个挡路的家伙听了同时一惊，还愣着干什么？还不速去通报！小雅皱眉一喝，几人这才回过神来，由天狼一族的人前去通报。其他人留在原地盯着许桃三人。对许桃等人的身份，几人半信半疑，但无人敢出声质问。毕竟要是三人的身份为真，他们可得罪不起白虎族。没过一会儿，刚刚的天狼族人就领着人过来了。来者是灵域或星湖一族的族老。这位族老可不是简单人物，活的时间够久，见识也多。灵域那边派他过，也是想让他先确定一定许桃的身份。霍星湖一族的族老名叫雪妹，人称雪长老。雪长老看着年纪已经很大了，这外表看上去像是60来岁的老人。不过他的精神不错，手上拿着一只狐狸头造型的手杖，走起路来十分稳健。第603章三族鼎立。这位想必就是白虎族的小友，吾乃霍星湖一族的族老，族人都唤吾一声雪长老。雪长老来到许桃面前，态度还算和善。不知小友出自白虎族哪一支，令尊令堂氏族中哪位前辈？雪长老不着痕迹的暗自打量许桃，看这气息是白虎一族的人没错。只是这年纪，这个年纪的白虎族人，他差不多都见过，没见过的那几位也都是实力超凡的不出世强者。那几位中，不论哪一个都和面前之人对不上，修为相差太大，实在无法将之联想到一块儿。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隐藏了修为，着实古怪。我家小姐乃是白虎族少族长的爱女，白虎族现任族长，乃是我家小姐的外祖父。小雅对雪长老一脸骄傲地说道：“她服侍的主子可是白虎族身份最尊贵的小姐，能到小姐身边侍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她呢。你白虎族少族长白悠悠的女儿？”雪长老一脸意外，白悠悠他见过，当真是风华绝代，倾国倾城。如此说来，面前的女子确实有几分像白悠悠，不过这年纪怎么看也不像是白悠悠的女儿，说她是白悠悠她娘还比较像。当然，这话雪长老也只敢暗自嘀咕，可不敢说出来得罪人。前些日子我受了一些伤，导致寿元受损，这才看着显得成熟了一些。哪怕雪长老没有明说，许桃也看出对方在疑惑些什么。他大大方方地说明了原因，本来这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许桃这么一解释，雪长老倒是信了几分。如果要找人冒充白虎族少族长的女儿，完全可以找个年轻的，没必要弄这么个人来冒充。这女子身上的白虎气息不似作假，看来她说的应该是真的。雪长老对许桃的身份信了几分，邀请许桃等人一起前往前方的临时驻地。这本来就是许桃来此的目的，当然不会拒绝。此次前来探索这上古传承之地的，总共有灵域3大种族，分别是天狼族、或星湖一族、飞天神鹰一族。这3族打败了其他灵域种族，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弱小的种族都被赶到了较远一些的地方，没有得到允许，无人敢轻易过来。许桃因为背景深厚，哪怕一向霸道惯了的3族也不敢招惹他。在确认了他的身份后，哪里还敢把他阻拦在外？3族来的都是族中的实权人物，天狼族派来了族中的3位长老，还有3位长老的后代。霍星湖一族派来的同样是3位实力不俗的长老，还有雪长老这位智囊。雪长老虽然不算是实权长老，实力在霍星湖一族中也不算最强，但他凭着自己活得够久，知道不少上古秘辛，这才被霍星湖一族的族长专程派过来。至于飞天神鹰一族，此族乃是半神兽血脉，族中子弟个个骁勇善战，而且出手狠辣。关键是飞天神鹰一族不但善战，脑子也不差。在3族之中，飞天神鹰一族势力最强，如果不是另外2族暂时联手，还真没有现在3族鼎立的局面。飞天神鹰一族这次来的是族中的大公子神风和小小姐神羽，除了这2位公子小姐之外，还来了4位实力不凡的长老级人物。几位长老在族中地位不凡，却在这2位公子小姐面前表现得十分恭敬。许桃跟着雪长老来到了3族大能面前，许桃表现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位就是白虎一族少族长的女儿。我看着怎么不像啊？神羽率先发难，看着许桃的眼神满是怀疑。白虎一族的少族长白悠悠，那可是灵域有名的绝世美人，传说她乃天人之姿，
近100年来一直排在3玉美人榜的第1位。白悠悠怎么可能生出年纪这么大的女儿？雪长老，你确定你没有弄错？神风也同样不太相信雪长老的判断，哪有女儿长得比当娘的还老的？这雪长老确定不是被忽悠了？我已经确认过了，这位确实是白虎族少族长白悠悠的后代，看着略显成熟，是因为许小姐之前受过伤，寿元受损的关系。雪长老没有因为被质疑而羞恼，不愧是活了这么多年的老怪物，哪怕被2个小辈质疑，也依然面不改色。寿元受损，神宇和神风若有的似的看着许桃，也不知道这个理由他们信没信。神风公子，神宇小姐，我族雪长老可是我们霍星湖一族最具智慧的长辈，雪长老的判断一定不会出错。霍星湖一族的人自是站在雪长老这一边，他也没有说谎，雪长老确实是族中最具智慧的族老，就连族长偶尔也要向他请教。我有朋友认识白虎一族的人，刚才我已经用传音域问过了，白虎族少族长却有一女名唤许桃，是少族长白悠悠与一个飞升修士在下界时生的。那位许小姐确实在前段时间寿元受损，只是听说那位许小姐出现在白虎族多日，却并未出现在人前。白虎族内见过她的人不多。天狼一族的长老对众人说道。听了天狼族长老的话，神宇和神风只能暂时放下对许桃的怀疑。有霍星湖一族的雪长老辨认，又有天狼一族打听到的消息，这位的身份多半是真的。既然身份为真，那他们也没有必要得罪人。神风有些后悔之前太过冲动，没弄清楚就对许桃发难，好在没有把人得罪死，大不了之后再找机会卖个好。神宇的想法和哥哥神风差不多，飞天神鹰一族小辈之间竞争激烈，那种不长脑子的早就被兄弟姐妹们第一批解决掉了，能活到现在的都不是简单人物。雪长老见没人说话，为许桃介绍起了周围的这群人。3族来了不少人，在雪长老的介绍之下，许桃也把这些人暂时记下了。据他的观察，这3族也不是多团结，估计一旦传承出事，3族之间自己就会打起来。相互介绍过后，许桃直接问起了关于禁制的事。现在已经在破解第7重禁制了，只是这禁制着实有些难解，5等将带来的阵法师都聚集在了一处，依然进展不大。雪长老对许桃说道。第604章禁制。虽然破解禁制的进展不是很顺利，但许桃看着在场众人，倒也不觉得他们有多着急，反倒是仙域和魔域的人看着还要更急切一些。这里毕竟是灵域的地盘，而且灵域的众多兽族寿命都很长，对这些种族来说，不管是几天还是几个月都不算什么，他们有时冬个眠都能一睡好几年，这么点时间难不成还等不起吗？看他们没有着急的意思，许桃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他对雪长老直言道，不知那处禁制在何处，我可否过去看看？雪长老等人对许桃的要求并不意外，人都来了，自然是冲着上古传承来的。他要是来了之后只顾着和在场众人唠嗑，啥也不做，那才奇怪呢。当然可以。雪长老领着许桃前往禁制所在之地，其他人并没有跟过来，留在原地估计是有话想说。许桃猜测他们应该是要开始讨论与他有关的事，不过他也不在意，他可不怕这群人，他们要是敢动手，那可得小心自己的爪子。跟着雪长老往前走了一段路后，终于来到了禁制所在之地。前面6重禁制已破，但后面还有多少重禁制，谁也说不清楚。3域派出的阵法师加起来大概有5位，5位阵法师身上的气场都很强大，这修为看着也十分不俗。雪长老，您老怎么来了？霍星湖一族的阵法师见到雪长老后，恭敬地问了声好，随后问道：“这位是白虎一族的许小姐，许小姐对此处的禁制很感兴趣，吾便领着许小姐过来看看。”雪长老对霍星湖一族的阵法师说道。3族之中，也就只有霍星湖一族有1位阵法师，其他2族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至于另外2域，则分别派出了2位阵法师前来。2域的阵法师只是简单的对雪长老颔首，便又开始各忙各的。倒是许桃白虎族的身份让几人为之侧目。白虎一族在3域之中可是太有名了，那可是4神兽之一。白虎一族的族人很少，而且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族地之中，外界鲜少有人见过他们。像魔域和仙域派来的这几位阵法师，他们生活的圈子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和白虎一族有交集。现在突然见到一个活着的白虎族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当然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原来是许小姐，许小姐也对阵法感兴趣。霍星湖一族的阵法师听到许桃的身份后，态度显得格外热情。还算感兴趣，我能看看吗？许桃看了眼前方的禁制，目光最后落到这位阵法师身上。那阵法师忙道：“当然可以，许小姐随便看，若是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只要是在下知道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许桃点头道谢后，
便让这阵法师先去忙，而他则开始围着这第7层禁制缓缓走动。天知道许桃是用了毕生的演技，才没有让自己表情管理失控。这里的禁制竟与那天正宗有关。许桃怀疑眼前的上古传承，莫非就是天正宗的传承？可是不对啊，天正宗的传承早就已经在他的手上。当初天正宗遭遇大敌，上谕的道统被毁了个干净，根本没有传承留下，只有下界保留了完整的传承，那些传承还都藏于秘境之内，可说是藏得十分隐秘了。天正宗的敌人，许桃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但能逼得一个上古时期就存在的超级大宗直接灭宗，可见对方的强大。从传承中留下的只言片语来看，那个灭了天正宗的人是不会允许天正宗的传承继续流传于世的。既然如此，天正宗的人又怎么可能会这么笨，将传承光明正大的放在这里？这才不过几日就引来了这么多人，确定天正宗的敌人不会被引过来。或许对方已经来了，只是还没有现身罢了。想到这里，许桃忍不住皱眉。怎么了？裴毅发现许桃的表情不对，靠近他后轻声问道。没什么，但愿我猜错了。许桃摇摇头，并没有明说。如果真是他所猜测的那样，这个传承可就有意思了。没关系的，小姐，破不了就破不了，没见其他人也拿着禁制没办法吗？小姐不用难过。小雅以为许桃是因为拿着禁制没办法才生气烦闷，出声安抚道。我不难过，本来我就只是想来凑个热闹，现在热闹看完了，我们走吧。在见到这处禁制之后，许桃已经改变了主意。这禁制还是让3域的人自己破吧，他可不想趟这浑水。许桃故作遗憾的摆摆手，带着裴毅和小雅就径直离开。雪长老叮嘱阵法师们抓紧破阵，就追着许桃过去了。留下5名阵法师心中暗自嘀咕，难不成这位大小姐真的只是想来看个热闹？他们还以为这位来自白虎族的小姐会对他们指手画脚，妨碍破阵，没想到人家当真只是看了2眼就走了。许桃回到了灵域3族暂时休息的地方，3族族人见他又回来了，淡定的和他打招呼，还招呼他过去享用他们准备的美食美酒。许桃也没有客气，跟着3族的人吃吃喝喝，绝口不提要帮忙破阵的事。裴毅虽然觉得疑惑，却也没有多问。他了解许桃，知道许桃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这才改变了原本的计划。吃过饭，许桃直接婉拒了3族提供的住处，放出了自己的随身洞府，拉着裴毅和小雅进了随身洞府内。夜幕降临，除了几位阵法师还在工作，其他人都在和各自的族人一起讨论许桃的事。雪长老，您觉得那位许小姐是不是也对这处上古传承感兴趣？或星湖一族的3长老出声问道。雪长老摇摇头，这个问题吾也没有看出来，吾初见许小姐时能看出她确实对禁制感兴趣，只是在去过之后反而变得兴致缺缺，这一点吾实在是看不懂。那个许桃不会是以为那处秘境里面有能修复她寿元的宝物吧？4长老猜测。第605章战家突至，有这个可能性，不过以白虎一族的实力，想找一些恢复寿元的宝物应该不难。这位许小姐又是少族长白悠悠的女儿，完全没有必要亲自涉险。6长老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3位长老同时看向雪长老，谁叫雪长老是他们中最有智慧的智者？有问题问雪长老就对了。雪长老见3位长老都在看自己，轻咳一声道：“那位许小姐只怕是发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态度才会有这般微妙的变化。那处上古传承很可能和我们预料的不太一样。和我们预料的不一样？难不成这传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6长老猜测。总不可能这么大一个传承，实则里面只有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吧？3长老狐疑道。现在还不能确定，那许桃说不定只是想一出是一出，开始感兴趣，后面见那禁制难解也就没兴趣了。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想太多。4长老摇摇头，还是持保守态度。阿泽说的也有道理，关于这处上古传承，还是先看看再说吧，不用急着下结论。4长老名叫余泽，能叫4长老阿泽这个名字的，也就只有雪长老这种族中的老前辈了。同一时间，其他2族也在讨论关于许桃的事。大哥，你怎么看？飞天神鹰一族几位高层齐聚于此，正在开会。这个许桃会出现在这里，只怕也是冲着传承来的。就算他出自白虎一族，也休想让我等将传承拱手相让。神风冷冷一笑说道：“大公子说的是，只是这白虎一族极不好惹，若是那许桃身边还有高手保护，我们也不好直接出手。”一位长老迟疑说道：“是啊，若是打伤了那位许小姐，我们也不好交代。2位长老，你们也别太胆小了，就算白虎族厉害，我们飞天神鹰族难不成就很弱？这可是关于传承之争，有所损伤在所难免。若是许桃自己技不如人，就算受了伤也怨不着我们，只要留他一条命，想来白虎族也不会不讲理。”
神宇看了说话的长老一眼，一脸不屑的道：“二位长老敢怒不敢言，谁让这神宇和神风是族长的孩子？他们飞天神鹰一族设立长老的职位不过就是个摆设，整个族群所有的大小事都是族长说了算。他们这些长老在族中虽说有点特权，却也不多，连族长的子女都敢不给他们面子。小妹，不得对长老无礼。”神风不轻不重的说了一句。神宇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依旧我行我素，派人盯着许桃。本公子倒要看看这位许小姐究竟想做什么。是，大公子。天狼族那边也是如此，都对许桃的目的感到怀疑，主要还是怕他企图染指这处上古传承之地。上古传承每每出世，必定会遭遇各族抢夺。以许桃的背景，他要是有心想抢，还真没多少人敢同他动手。不过这可是上古传承，哪怕白虎族不好惹，也不是不能冒险得罪的。天狼族的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讨论过后也是决定先派人盯着许桃，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再说。许桃还不知道，天狼族和飞天神鹰一族都已经派人盯上了他。霍星湖一族虽然没有派人过来，也没有放弃对他的戒备。此时老实待在洞府内的许桃在打发小雅去睡觉后，拉着裴毅进了房间。二人靠在一起说起了关于传承禁制的事。你是说你怀疑那处传承与天震宗有关？裴毅微微皱眉。许桃的身上就有天震宗的完整传承，不过许桃的传承是在下域得到的，难不成上界还有一处天震宗的传承之地？而那处传承之处就在这里。不过那个传承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许桃道：“你怀疑这个传承是假的？”裴毅对许桃的了解已经足够深，哪怕猜不到全部，也能猜中大半。是有这个怀疑，这段时间我们先不要有动作，看看再说。许桃把玩着裴毅的手指，对他说道。裴毅点点头，对许桃的决定自是不会反对。翌日一早，许桃听说禁制已经破解到第8层的消息，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一般的传承禁制都是10层，如果这处禁制也是10层的话，那么只要再破除2层禁制，就可以正式进入传承之地了。到时里面的东西还有上古传承，可就全都是他们的了。众人心中一片火热，仙域和魔域那边同样如此。3域的人难掩兴奋，都在等待着破开10重禁制的那一刻。就在第9层禁制破开时，一艘巨大的飞舟突然出现在了传承之地上空。飞舟庞大无比，气势如虹，飞船上挂着的气焰滔天的战字旗，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战，难不成是那位？肯定是，除了那位，谁还能用战字旗？不是吧？只是一处还没有确定大小的上古传承之地，居然连那位都引来了。发出惊呼声的大多都是仙域中人，他们哪怕没有见过这面战字旗，也听说过。3域的大能在这艘飞舟出现的时候，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是战家的人，战家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战家也对这处传承感兴趣。仙域的大能们脸色极为难看，虽然大家都是仙域中人，但战家可不会给其他人面子。战家一出面，估计他们其他人都将与此处的传承彻底无缘。战家人的霸道，在仙域内那可是出了名的。谁让人家战家不但有一位先帝，还有一位混元境界的绝世大能呢？此时飞舟缓缓落下，众人赶紧四处闪避，唯恐被这艘巨大的飞舟砸中。帝令在此，所有人速速离去。一位手持帝令的女子在一众人的簇拥下从飞舟上落下。女子一身蓝衣，生得清灵绝美，一身气质显得有些清冷，但这无损她的美貌，反而多了几分让人移不开视线的吸引力。战灵儿，你别太过分了，这里可是灵域的地盘，你当这里是你们仙域呢？你仙域的帝令关我们灵域众人屁事？帝令或许可以吓到仙域的人，但对灵域还有魔域的人并没有多大的威慑。第606章莫桑。原来是飞天神鹰一族，难怪敢不遵帝令，违抗先帝旨意。名唤战灵儿的女子只是冷冷地看着说话的神宇，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屑。战灵儿出身战家，战家在仙域的地位少有世家宗门能及。飞天神鹰一族虽强，但比起战家还是要差上一截。战灵儿自是不用给他面子。抗旨！你们战家还真是好笑，一个仙域的仙帝还管到我们灵域来了，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吧？还是说你战家不满足于仙域的一方地位，还想染指我灵域的灵皇之位，一统灵域？神宇也不是好惹的，一通输出，听得战灵儿脸色铁青。神宇，你说话给本小姐小心一点，少在这里乱扣帽子。战灵儿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仙域谁敢不给他战灵儿几分面子？这个神宇竟敢在他面前胡乱蹦跶，不把他战家放在眼里之人，他绝不放过。灵儿，休得无礼！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随着话音落下，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了众人眼前。老者身着一袭雪白长袍，
一张脸看起来慈眉善目，看着像是脾气极好的人。在场却无人敢小瞧了这位。这身衣服还有衣服上的标志，此人难道是阁下？莫非是莫桑莫大师？神风示意妹妹退后，自己则看着来人问道：想不到老夫已经多年不在世间行走，竟还有人能认出老夫。莫桑摸了摸胡子，脸上带着笑意：真是莫桑？不会吧，传说中的莫桑竟也来了？这可是3域之中唯一的一名圣级阵法师。天啊，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听说莫桑前辈接受战家邀请，成为战家客卿多年，这本来只是一个传闻，现在看他与战家人一同出现，看来传闻为真。周围见到莫桑的人无不惊呼道：前辈也是为了这传承而来？神风凝眉问道：实不相瞒，此传承乃上古第一阵道大宗天震宗所留，老夫正好出自天震宗，自然不希望传承落于外人之手。莫桑说到天震宗的时候，眼神中透着一抹唏嘘。原来前辈竟是出自上古天震宗，难怪阵道修为如此高深。天狼一族的长老趁机说道：前辈能肯定此传承是属于上古天震宗？或星湖一族还是有些半信半疑。或许这里面的传承当真是上古时期留下的阵道传承，至于是不是天震宗所留，谁又能知道呢？万一这莫桑只是想以此为借口独占传承怎么办？不止或星湖一族的长老如此想，其他2族也未尝没有这个想法，只是这2族暂时没有表现出来罢了。莫老的大名在下早有耳闻，只是您老人家若是以为单凭您的几句话就能让我等放弃这个上古传承，那是不可能的。天魔宗6长老虽然对莫桑的出现感到一丝意外，但若光凭一个莫桑就想让他放弃，那还不够格。只有仙域这头无人说话，战家对仙域众人的威慑是最深的。战家的霸道可不是开玩笑，若是还想在仙域混，哪怕再不情愿也只能把不满憋回去。天魔宗的背后也不是没有大能撑腰，自然不会因为战家的出现就投鼠忌器。再说战家属于仙域势力，而他天魔宗则属魔域，2域的关系虽然不能说势如水火，但也没有多么亲厚就是了。所以天魔宗这头倒是完全不用思考要不要给战家面子这个问题。灵域这边也是一样，灵域3族之中大能无数，虽说不见得就能比得上战家的那位混元境老祖，但也不至于被对方完全压制。莫桑闻言，眼神示意身旁的侍从，侍从立马奉上3枚纳戒。若是诸位肯放弃此处传承，这3枚纳戒中的东西算作是给大家的补偿。莫桑也没有天真到以为光凭自己几句话就能惊退众人，这些人身后的势力都不小，哪怕他背靠战家，也不是说就一定能吃定在场众人。不用了，补偿什么的不需要。灵域率先表态。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出现在他们灵域的上古传承，凭什么就让他们放弃？真要就这么放弃了，他们不要面子的吗？不如先看看里面的东西再说。莫桑笑了笑道。雪长老沉默片刻，拿起其中1枚纳戒，探入一丝神识。他也不担心莫桑等人会在纳戒之中动手脚，战家没这么蠢。看到那戒中的东西，雪长老的表情瞬间发生了变化，眼中闪过一丝震惊。莫老当真是好大的手笔，这那戒内的东西可不是普通的天材地宝，戒子里的东西无一不是世间难寻的宝物，里面的任何一样都能在拍卖会上拍出天价。莫桑肯如此大出血，难道这里面当真是当年天震宗留下的传承？如若当真如此，那这传承就是烫手山芋，确实碰不得。短短数息之间，雪长老的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思量。魔域和仙域势力见雪长老如此表情，也猜到了里面的东西不一般。仙域那边来的较早的几人也跟着拿起1枚纳戒看了一眼，同样被里面的东西惊到了。果然是大手笔。只有魔域那边完全不为所动，连看一眼的想法都没有。莫桑眸光微闪，面上含笑不语。既然莫老如此有诚意，我灵域就给莫老和战家一个面子，这个传承我们放弃了。灵域那边经过一番传音入密，3族似乎达成了什么协议，同时表示愿意放弃传承。仙域的几人也表示愿意放弃。战家都出来了，同属仙域势力，他们也不可能不给战家面子，还不如趁早拿了好处早点走人，也不至于跑这一趟还什么东西都没落着。2方皆已经表态，只剩下了依然不为所动的魔域势力。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天魔宗对里面的传承势在必得，谁来说都没用。说完，天魔宗的人冷哼一声，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战家人冷眼看着魔域众人嚣张离去，却也没有阻止。许桃在一旁看了一场好戏，就差拿盘瓜子搬个小马扎直接坐这儿了。第607章天震宗往事，看到没有？等下有好戏看了。许桃兴奋地拉着小雅的手，2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小姐，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儿吗？小雅看着兴致勃勃的自家小姐，又看了眼明显不怀好意的天魔宗与战家，
他倒不担心自己，主要还是担心接下来万一发生什么事，会将他家小姐牵扯其中。小姐本来就受源有损，若是再受什么伤，那可如何是好？安啦，不会有事的，我又没有打算进入那个上古传承，在外头看看热闹就好。许桃不以为意的说道。小姐没打算跟他们一起进去。小雅有些意外，她还以为自家小姐这么感兴趣，一定会跟着这群人一起进入此处传承之地呢。去什么去啊？这传承一看就很危险，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吃瓜看戏就好了。这个传承如果当真如他所料的那般，谁要是进去，谁傻逼。灵域三族虽说已然承诺战家不会与他们争抢这处传承，但三族的人倒也没有立马离开。传承里到底是什么？哪怕他们得不到，看看总不犯法吧。战家总不可能霸道到连看都不让他们看。好在战家也确实没有驱赶他们离开，只要不进入传承之地与他们抢，在哪里看战家人并不会管。战家人在和灵域还有仙域的人达成协议后，便直接向着禁制处走去。有了莫桑这个圣阶阵法师，这禁制只怕很快就会被破解。魔域的人显然想到了这一点，一点没有不好意思的跟了上去，哪怕被战家的人丢白眼，也完全不以为意。趁着战家的人走远，三族的人凑到了一起，同时看向了雪长老。雪长老，刚才您传音我等，让我等放弃这处传承，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霍星湖一族的长老率先问道。不错，三族之所以这么快决定放弃传承，正是因为雪长老的传音。虽然灵域各族不见得关系多么友好，但在面对外人时还是一致对外的。雪长老给他们传音时，众人虽然心有疑惑，但也选择了相信对方，就因为他们知道雪长老不可能会胳膊肘往外拐，帮着战家人。如果这里面当真是有关天震宗的传承，那么这处传承我们绝不能碰。雪长老不知想到了什么，眼神中满是忌惮。这个天震宗我好像听说过，是很久之前的一个仙域大宗，只是后来不知道得罪了谁，被人给灭了，连天震宗的传人也被人追杀多年。现在这个宗门的传人估计就只有一个末老。天狼族的长老说道。虽然天震宗不是灵域的势力，但三域的大势力各域不可能一无所知。天震宗在当时也算是顶尖势力，能被记住并不奇怪。就算天震宗之前得罪了人被灭宗，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放弃这处传承？神宇有些不甘的道。如果不是哥哥决定听这个什么雪长老的，他可不会就这么便宜了战灵儿那个女人。他可没有忘记那个女人刚才路过他身边时眼神有多么得意，估计他心里现在得意死了，以为自己赢过了他。因为这个传承就是一个烫手山芋，不管谁接手都不会落着好。天震宗的传承以前不是没人找到过，只是那些得到传承的人后来都死了，有的死于天劫，有的死于仇杀，有的被人误伤殒命，有的死于妖兽之口。这些人死法各异，但他们确实都死了。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学长老意味深长地看向众人。您老的意思是说，有一股神秘的势力在清除所有得到天震宗传承的人？许桃这时插了一句。众人这才发现许桃竟还在这里，还以为他跟着战家人去前面看他们破除禁制去了呢。雪长老看向许桃，微微点头。如果吾没有猜错的话，清理那些传承者的正是战家人。雪长老再次丢下一枚炸弹。众人闻言皆是一脸意外。可战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战家人和天震宗有这么大的仇吗？连他们宗门的传承都不许留下。众人努力回忆之前有没有天震宗得罪战家的传闻，结果自然是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和天震宗有仇的自然不是战家，而是刚刚那位莫大师莫桑。学长老继续说道。莫桑不是说他自己出自天震宗吗？怎么会和天震宗有仇？难不成他刚才对我们说谎了？神宇皱眉道。雪长老微微摇头，他倒也不算说谎。莫桑确实出自天震宗，不过早在天震宗灭宗之前，他就已经被逐出宗门了。雪长老，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能和我们细说一下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知道关于天震宗秘辛的人，许桃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能多了解一点是一点。不止许桃好奇，灵域三族的人也都很好奇。众人的视线纷纷落到雪长老的身上，就等着他讲故事。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你们听了别往外传，若是传出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学长老道。众人一一保证不会往外说，学长老这才缓缓开口。当年莫桑是天震宗最具天赋的弟子之一，他入宗不过200年就已经成为了真传种子，将来有资格可以角逐天震宗宗主之位。只是他始终看不破一个情字，最终也因为感情的事被逐出了宗门。当年天震宗繁荣鼎盛，门下弟子无数，能位列真传序列的无一不是门派中的佼佼者。当年的天震宗有一位十分貌美的女弟子，名叫长熙。长熙同为真传序列之一，还是当代掌门的爱女。她生得貌美如花，而且天赋超群，性格也是娇憨可爱。
门下爱慕他的男弟子无数，莫桑与另一真传弟子简言皆是长息的爱慕者。最终，长息在二人中选择了简言，并且打算与简言举办结妻大典，二人正式结成道侣。就在结妻大典的前一日，莫桑因为醉酒强闯了长息卧室，想要霸王硬上弓，最终被赶来的简言所阻。第608章禁制被破。莫桑残害同门，对同门女弟子行无耻之事，被掌门所知。长息又是掌门爱女，自是不可能轻饶了他。于是莫桑便被逐出了天震宗，还被要求立下天道誓言，此生都不得再使用天震宗的功法，也不准将功法外传，否则就死无葬身之地，天地共诛之。莫桑离开了天震宗之后，就失去了踪迹，无人再见过他。直到数百年后，他再次出现，那时他已经成为了战家的客卿，并且很得战家老祖的赏识。再次出现之时，他厉声指声简言当年陷害他的种种，若非简言，他也不会被逐出宗门，不会名誉扫地，为世人所不齿。简言站了出来，承认了对方所有的指控，并且愿意接受莫桑的任何报复。就在莫桑打算杀掉简言复仇的时候，长息跑了出来，并且承认说当年设计莫桑的人不是简言，而是他长息。原来当年的简单顾念师兄弟的情谊，不想因为情爱之事引得师兄弟不和，便打算成全长息和莫桑，自己则退出这段三角关系。长息深爱简言，当然不肯，并且多次示爱都被简言所拒。简言希望他能接受师弟莫桑的爱，与莫桑在一起。长息以为都是因为莫桑的存在，简言才不肯接受他，对莫桑逐生怨怼。为了自己的爱情，长息才设计了莫桑，以为将莫桑赶走，他就可以和简言有情人终成眷属。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想，莫桑被逐出宗门后，简言总算是接受了长息的爱，二人还举行了结妻大典，正式成为道侣。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长息所做的一切还是被简言所知。简言接受不了，因为自己害得莫桑落到如此下场，与长息之间的关系也再回不到从前。简言单颜面与长息冷战，搬去了别处居住，一直对长息避而不见。直到多年后被上门复仇的莫桑找上了门，简言打算用自己的命来补偿莫桑，偿还长息对莫桑的亏欠。莫桑知道真相之后，心中的恨意不但没能消除，反而恨意更甚。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曾经最爱的女人竟会是伤他最深之人。而他的师父天震宗宗主早已经知道了真相，却为了维护自己的女儿，打算将错就错。这一刻，莫桑对天震宗的恨意上升到顶点，他要天震宗鸡犬不宁，道统断绝。不是不想他将天震宗的传承外传吗？那就让这份传承彻底断绝吧。没人知道莫桑与战家老祖做了什么交易，竟让战家的那位混元境老祖亲自出手，灭了天震宗的道统传承。天震宗还幸存的弟子也遭到了无止境的追杀。那段时间，世人谈天震宗色变，无人敢与天震宗扯上关系。这么听来，这莫桑也是可怜人，被一个女人害成这样，还是自己深爱的女人。神宇听后一脸唏嘘道：“莫老真是好样的，若是有人敢这么对老子，老子定会灭他全族。这也太过了，对不起他的只有长息和天震宗宗主，其他人可没有对不起他。那些可都是他的同门师兄弟，还有宗门长辈，何必下此杀手？”或星湖一族的小辈中，倒是有人同情起了天震宗的其他人，毕竟害他的人只是少数，其他人并没有参与，甚至都不知情。就这么死了，也太冤了。许桃听完这个故事，也忍不住一阵唏嘘，想不到这莫桑也是一个可怜人。不过，雪长老，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许桃突然看着雪长老问道。天震宗有一护宗仙兽，那头仙兽乃是出自我或星湖一族。自从他选择成为天震宗的护宗仙兽后，便与族内断了联系。因吴自幼与他关系不错，所以他时常还会与吴通信。莫桑与长息、简言之间的三角关系，也是他说与吴听的。当初莫桑知道了真相，本想杀了长息与简言，不过有天震宗宗主在此，他到底没能成功。后来莫桑再次上门，与他同来的还有战家的混元境老祖。天震宗当时的最强者不过只有大罗金仙修为，自不会是混元境的战家老祖的对手。天震宗被灭，护宗仙兽也身受重伤，虽然后来逃了出来，但因伤势过重，没撑多久就死了。对方的尸体还是雪长老去收敛的，所以雪长老您阻止我们夺取传承，就是不想我们与这莫桑对上。但凡得到传承的人，莫桑都不会放过。这时又有人说道：“多谢雪长老，若非雪长老阻止我们，只怕我们定会被那莫桑记恨，之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众人向雪长老道谢，雪长老只是不在意的笑了笑。许桃从雪长老这里知道了天震宗被灭的真相，却依然有些事情没有想通。趁着三族还在一旁说话，许桃拉上小雅和裴毅走到了一处无人的角落。我总觉得这个故事有些地方还是不太对劲儿，比如
那莫桑是怎么说服战家老祖出手帮他的？就为了一个客卿亲自动手帮他灭一个上古大宗，哪怕那个宗门里没有混元境强者，但一个从上古流传过来的大宗门，宗门的底蕴肯定也是不可小觑的。如果不是事关切身的利益，我不觉得那位战家老祖会这么好心。许桃暗自思量着，难不成那莫桑是拿出了某件连战家老祖都会眼红的宝物与之做了交易？还是说在天震宗内有战家老祖也想得到的东西？别想这么多，不管天震宗也好，战家也罢，都与我们无关，无需这般纠结。裴毅倒是没有多想，他这个人一向不爱管闲事，天震宗如何灭宗，战家为何会插手，他并不关心。听裴毅这么说，许桃也不再纠结这件事。就在说话的功夫，天地之间突然爆发出一阵轰鸣声，上古传承外的禁制被破开了。不愧是圣级阵法师，这才多长时间，竟然就破开了全部的禁制，这份实力也难怪被战家人如此礼遇。许桃等人听到动静后，匆匆赶到了禁制外。由于禁制被强力破开，上古传承之地的入口已经显露了出来。第609章魔宗打算。那是一扇十分古朴的巨大门扉，这扇门不知是用何种金属所制，看上去十分不凡。门上还有十分精美的浮雕，这些浮雕修为弱的人看上一眼，双眼会瞬间血流不止，严重者甚至会失明。如此手段让人更加确定门内的东西应当相当不简单。虽然传承之地的大门已经显现，但却还是关闭状态，看来还没人进去过。莫桑看着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大门，上面熟悉的图案让他的眼神发生了一丝变化。确实是天震宗的图案，这处传承看来当真是天震宗所留。雪长老不知什么时候带着霍星湖一族的人赶到，看到门上的图案后如是说道：“还真是天震宗留下的传承啊，看来莫老没有骗我们。”“胡说什么呢？莫老是那种人吗？像我就一直很相信莫老，莫老怎么可能说谎呢？是吧？”说话的是一位仙域大能家的小辈，这位小辈看起来不过20来岁，脸上一直堆着讨喜的笑。其他人闻言纷纷点头：“就是，莫老怎么可能会说谎？会不会说话？可恶，被这家伙抢先了！不会说话就闭嘴，这人真讨厌！不行，我不能落后，这大腿说什么也要抱上。这可是战家，抱上了战家的大腿，以后还不原地起飞。”小辈们心思各异，抱大腿的心思不要太明显。看得灵域和魔域的人纷纷撇嘴，瞧瞧这做派，仙域的人真没骨气。战家人看也没看这群人一眼，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面前这扇门上。灵儿，你随为师一起进去，其他人在外面候着。莫桑摸了摸胡子，吩咐道：“是，师傅。”战灵儿应了一声，随后开始安排人守在门口。魔域那边也正在做着安排。天魔宗6长老正在对2名弟子传音：“等下你们2人随为师一起进入传承之地，一定要抢到传承。此事一定不能出意外。师傅，这天震宗的传承当真对我们有用吗？万一连这里的传承也打不开那个地方怎么办？”长恨担心的说道。“呸，你少乌鸦嘴，宗门里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要是我们打开了那个地方，以后魔域还不是我们天魔宗的天下。师傅放心，我与师兄一定协助师傅夺取天震宗的传承。要我魔宗，2弟子无罪一本正经的声音传来。对，要我魔宗。”长恨赶紧随声附和：“好，你们都是我魔宗的好弟子，此次要是事成，为师定会通报宗主记你们一功。”2名弟子心中一喜，急忙向6长老道谢。只是师傅，这战家会让我们进去吗？看他们的样子，肯定会派人把守在门口，我们想进去只怕难啊。无罪也不想泼冷水，可这话不得不说。放心，为师自有安排。莫桑以为这么点人就能阻止为师吗？他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6长老一脸自信，似乎已经做了万全的安排。2位弟子闻言，倒也不再担心，毕竟自家师傅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人，再加上以宗门对此事的重视，想来进入传承之地问题应该不大。魔宗这边暗传音开着小会，仙域和灵域那边也是一样。不过这2方势力是真的放弃了这处传承，传音也只是讨论一下传承之地的情况，倒也没有插手的意思。灵域这头甚至都在讨论要不要现在离开，但人嘛都有好奇心，对传承的好奇还是占了上风，提议要走的没几个，都想留下来看个究竟。许桃一向爱凑热闹，这回却没有坚持留下，反而提议等到莫桑等人进入传承之地，他们就离开。裴毅和小雅自然是听他的，许桃之前也说了，怀疑这个传承有问题，他们躲远一点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好一切，莫桑带着战灵儿推开了眼前的大门走了进去，而战家其他人则守在大门外，禁止外人进入。战家人守在传承之地门口，灵域和仙域的人也识趣的站远一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有魔域不但没有主动远离，反而还带着人朝着战家人靠近。
战家子弟察觉到对方不怀好意，虽然已经暗自戒备，不过还是没能拦住魔域众人。经过一番厮杀，魔域众人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成功的进入了天震宗的传承之地。仙域和灵域的人冷眼旁观，并没有插手的意思。战家霸道，魔宗残忍，两边都不好惹，还是在一边安静的看戏为妙。许桃在两大势力打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裴毅和小雅闪远了。小姐，我们为什么要躲这么远啊？小雅不解地问。为了不被误伤。许桃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一脸明媚忧伤。小姐是担心战家和魔宗的人打起来会误伤到我们。小雅自以为明白了一切，心中暗暗有些心疼。小姐果然是在外面吃苦了，不过只是两方势力打斗，竟也吓成这样。许桃还不知道自己被同情了，她正在思索着秘境里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了。魔宗的人偏要进去，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因为战家的人被打趴下了，入口处已然无人看守。附近原本看热闹的人中，有些胆大的已经冲了进去。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把握，那不是笨蛋吗？不过转瞬之间，一堆人已经涌进了传承之地。大门外还有不少人在思考要不要进去冒这个险。有人听说这是天震宗的传承后已经放弃了，但也有人觉得自己用不上，把传承拿去卖也亏不了，打算冒险一试。万一传承正好落到自己手中，那不就赚翻了吗？大不了发现不对就立马退出来。战家人现在也没什么战力，肯定拦不住他们。抱着这侥幸心理，不少人都进入了传承之地。灵域三族还有仙域那边的大能者倒是都没动，也不许自家小辈进去。说好的是他们没打算反悔，真当战家和魔宗的人是吃素的？还是躲远一点吧，他们可不想卷入其中。第610章简言。师傅，战灵儿整个人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卷到了半空之中，上空一朵奇异的植物正张大了嘴准备进食。战灵儿吓得尖叫一声，想尽办法想脱困，无奈他现在根本无法移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送进那株诡异植物的口中。哗啦一声巨响，战灵儿整个人脱力的掉落到了地上，腿软到根本站不起来。灵儿，你大意了。莫桑看着战灵儿，摇头说道：“对不起，师傅。”战灵儿站了起来，面上是一阵羞愧。他刚才看到的一切，不过都是幻觉。原来他竟不知什么时候着了道，进入了一处幻阵之中。这处幻阵十分真实，让人完全看不到任何破绽。如果不是莫桑破坏了阵基，导致幻阵被破，战灵儿只怕已经死在了幻阵之内。要知道，强大的幻阵是真的能杀人的。当你以为自己在幻阵之中死去的时候，你就会真的迎来死亡。就是因为知道此处幻阵的厉害，战灵儿才会如此后怕。若不是师傅莫桑及时出手，战灵儿只怕只有死路一条。本以为自己在师傅的教导之下，阵法水平已经足够高，却连什么时候进入了幻阵都不知道，这脸被打得猝不及防。算了，之后的路注意一点，莫要再大意了。莫桑也没有继续责备他，转身向前走去。战灵儿老老实实的跟在莫桑身后，不敢再走错一步。这里是天震宗的传承之地，里面有着无数的阵法，幻阵、杀阵、困阵，各种阵法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天震宗布置不出的阵法。在这里一丁点的大意，都有可能会要了你的命。莫桑不愧是圣级阵法师，有他在，这些阵法虽然厉害，倒也难不倒他。莫桑一路破阵，终于到了传承之地的中心。这里只有一个房间，房间的中间有一位青年端坐于蒲团之上。青年看上去只有30出头，一张脸生得极为俊逸，眉眼之间自带一股正气。看到蒲团上坐着的人，莫桑原本平静的眼神总算是有了变化。简言，他就是简言。战灵儿是知道自己师父进入战家前的经历的，也知道简言这个人。当初天震宗被灭，简言应该早就死了，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不，这不可能，简言应该早就死了。天震宗可是战家老祖亲自去灭的，简言的死是战家老祖亲口确认的，战家老祖不可能骗他，所以这个简言只能是假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出一个假的简言等在这里？那人有什么目的？师弟，你终于来了。蒲团上的青年睁开了眼，他看着来者，好似并不意外他的到来。他怎么可能还活着？战灵儿以为这不过只是简言的尸体，没想到这人竟到现在都没死。这不可能啊，老祖可是说过简言已死，一个死去的人怎么可能还能再活着？你绝不可能是简言，你到底是谁？莫桑到底活了这么多年，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师弟，别来无恙，你我师兄弟已经数万年不见了。简言看着莫桑，眼神中似有追忆。我不管你是谁，敢在老夫面前装神弄鬼，给我死！莫桑一掌击出，半点没有留手。这一掌中，
有着莫桑10层的功力，一旦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简言看着已经逼近自己眼前的攻击，眼神中没有丝毫变化。师弟，多年未见，你还是这么冲动。简言一个挥手，一截枯木挡在了简言身前，为他承受了这一击。莫桑的一击直接将枯木拍得粉碎，漫天的木屑在室内飞舞。你当真是简言？这节枯木他认识，乃是发生那件事之前他送给简言的生辰礼。这枯木乃是一件顶级的制作阵盘的材料，用它做成的阵盘可以让阵法威力倍增。当时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简言还表示一定会好好运用它。没想到多年之后，他亲手送出的礼物会被他亲手索毁。师弟，数万年过去，当年的事该有一个了结了。简言没有回答他和问题，只是如此说道。当年的事，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当年？当年若不是因为你，一切都不会发生。提到当年，一直表现得云淡风轻的莫桑终于变了脸色。当年的一切因我而起，可你不该牵连整个天震宗，其他人何其无辜。简言的眼中有着化不开的悲伤。无辜？他们无辜吗？宗主明知道长息设计陷害我，他没有为我澄清，反而将我钉死在耻辱柱上。其他长老和同门可有为我说过一句话？他们都想我不得好死。当年我出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难护我。相信我，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们却选择维护你，何其不公，何其不公！天震宗内的所有人都该死，尤其是你。莫桑对简言的恨简直刻入骨髓，连带着对天震宗的其他人也恨不得他们死无全尸。对天震宗的人，早在他被逐出宗门的时候就已经没了感情。还有长息那个贱人，他不是为了你陷害我吗？他不是心里只有你一人吗？我偏要让他受尽践踏与侮辱。我让一帮低贱的乞丐将他侮辱致死，我看着他死不瞑目，看着他含恨而终，他到死都在念着你的名字。莫桑疯狂大笑，此时的他哪还有半点赤慈眉善目的样子，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已经疯魔了一般。战灵儿看到师傅的样子，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师傅这般模样是战灵儿从未见过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慌乱。师弟，你已然入魔了。简言看着变成如此模样的莫桑，眼中似有不忍。他到现在还记得莫桑刚刚入门时的样子，那时的莫桑很单纯，一门心思都扑在镇之一道上。那时他们师兄弟二人时不时一起探讨正道，何其惬意。为何就走到了这一步？入魔又如何？是你们逼我的。你与长息都该死，长息那个贱人已经死了，现在该轮到师兄你了。收起脸上的笑，莫桑冷声说道。第611章灭神锁魂阵。早在多年前我就已经死了，现在留在这里的不过只是一抹残魂，一缕执念。简言叹了口气，随后又道：你杀我，杀长息我都不怪你，因为这是我们欠你的，可你不该杀害天震宗上下这么多人。师弟，当年的事既然因我而起，今日就让一切再因我而结束吧。你想做什么？莫桑察觉到不对，带着战灵儿想退出去，可一切已经晚了，他还来不及退走，整个房间瞬间被阵法包围。这个地方是简言耗费全部心力为莫桑准备的埋骨之地，又岂会让他轻易逃脱？灭神锁魂阵！莫桑失声惊呼：什么？这是灭神锁魂阵！战灵儿一听这阵法的名字，吓得整个人差点跌坐在地。灭神锁魂阵，传说中能灭杀先帝的阵法，只是这个阵法太难布置，而且耗费的时间太长，再加上因为此阵乃是上古大阵，到现在已经无人知道布阵方法。没想到这简言竟然会，还让他布阵成功了。看来你是专程在这里等我的。莫桑虽然知道自己陷入了灭神锁魂阵中，却依然没有完全绝望。上古大阵又如何？他乃此间唯一一位圣阶阵法师，这世间没有他破不了的阵，哪怕是上古大阵也一样，他也不是全无把握。师弟，今日我们师兄弟二人便一起留在此地吧，数万年的恩怨也该了结了。要留你自己留，休想老夫留在这里陪你。说着就开始研究这阵法。灭神锁魂阵他以前从未接触过，想要破解这阵法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莫桑对自己有信心，不觉得这个阵法能难倒自己。他心中还在暗暗嘲讽简言，这简言以为自己还是数万年前那个普普通通的小阵法师莫桑吗？他现在可是3域唯一的圣阶阵法师，他的实力简言大大低估了。灵儿，别傻站着，与为师一起寻找破阵之法。莫桑看了眼还傻愣在那里的战灵儿，冷声说道：是师傅。战灵儿终于回过神来，对，只要破阵他就能活，他要活下去，他不能死在这里。这时战灵儿突然看向了简言，师傅，不过我们抓住他，逼问出破阵的方法，这个阵是他布下的，他肯定知道该如何出去。战灵儿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很好，可莫桑却完全没有考虑用这个办法。简言有心与我同归于尽，又怎么可能留下破阵之法？
他的这个师兄一向都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做派，说了要一起同他永远留在这儿，就不会留任何后路。就算对方真的知道破阵之法，以他们之间的恩怨，简言只怕宁死也不会说。既然如此，又何必白费功夫？可是战灵儿还是不甘心，万一呢？万一简言真的知道破阵之法呢？没有可是。说完便不再理会战灵儿。战灵儿咬了咬唇，老老实实的跟在师傅身后寻找破阵之法。简言只是坐在原地，冷眼看着这对师徒的互动。突然他的目光飘向了房间外，似乎在看着什么。他该不会发现了我们吧？无罪警惕的说道。八成是发现了，不过我们不是他的目标，他应该不会理会我们。天魔宗六长老低眉说道。是的，门外的三人正是天魔宗六长老和他的2个弟子长恨和无罪。三人跟在莫桑身后，一路畅通无阻的进入了传承之地。好在之前发现这个房间的时候，他们没有和莫桑一起进去，要是进去了，只怕也会跟莫桑一样被困在阵法当中。这可是灭神锁魂阵，号称上古第一绝杀大阵的存在。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魔修，阵法什么的真的玩不转啊。师傅，我们现在怎么办？长恨问道。去其他地方看看，天阵宗的传承8成就在这附近，我们一定要得到。不管了，先找传承再说。至于莫桑的个人恩怨，他们才懒得管呢。三人小心翼翼地退走，去其他地方寻找传承去了。同一时间，不少人也在寻找天阵宗的传承。进入传承之地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阵法被触发，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了阵法之内，也有少数人想到用人命探路，倒也找到了正确的路。周围的哀嚎声、惨叫声响成一片，咒骂声更是不绝于耳。传承之地外，许桃等人依然停留在一处不远不近的地方，这个位置保证进可攻退可守，不会在发生危险时想逃也逃不掉。为了打发时间，许桃还拿出了不少小零食，一会儿嗑瓜子，一会包花生，还有各种零食点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郊游的。就在许桃愉快地包着瓜子的时候，一道声音突然在他脑中响起：传承者，到这边来。声音听起来很温和很年轻，不过许桃敢肯定自己从未听过这个声音。你是谁？许桃看了眼周围，皱眉问道。怎么了？裴毅和小雅发现许桃的情况不对，双双问道。有人传音给我，还让我去他那里。许桃道。这人只怕不怀好意，不用管他。裴毅闻言，眉头轻蹙。我乃天阵宗简言，放心，我不会害你。那个声音再次传来。你说我就信。许桃可不是傻子，会被人家几句话诓骗。我的时间不多了，拿着它，他会带你来寻我。随着声音消失，许桃发现自己的手中多了一件东西，这是一块闪着绿光的玉牌，玉牌上还刻着天阵宗3个字。小姐，这玉牌哪儿来的？小雅发现许桃手中多了块玉牌，好奇地问了一句。许桃正想将手中的玉牌放下，可一切已经晚了。一道传送阵在他脚下亮起，裴毅冲进阵中，没想到一道白光过后，只有许桃被带走，同样在阵法当中的裴毅却被留了下来。小姐！小雅看到这一幕，急得惊声尖叫，可她叫得再大声也唤不回许桃。许桃就这么在2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这是哪儿？许桃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心中越发警惕。就在刚才，他被一个传送阵带到了这里。在他的不远处有一片竹林，还有一条河。往前走一段路，还有一间竹屋，竹屋内也不知道有没有住人。第612章简言过往。你来了。一道悠悠的叹息声在许桃身后响起。许桃猛然回头，只见一名身着白衫的男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你是谁啊？是你把我弄来的？许桃一脸警惕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男子。不用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你应该从霍星湖一族的雪长老那里听说过关于我的事。我是简言，乃是天阵宗第76代的首席大弟子，家师乃是天阵宗宗主常万庭。你真的是简言？可简言不是已经死了好几万年了吗？怎么可能活到现在？许桃一脸狐疑，对简言的身份没有马上相信。这件事说来话长，简言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许桃。事情要从天阵宗灭宗之前说起。天阵宗里不乏精通占卜之道的大能者。早在天阵宗灭宗的前几日，一位姓陈的长老就已经预测到了一切。陈长老连续占卜了多次，依然只测出了一个死字。众人知道这一关天阵宗是过不去了，为了留下道统传承，天阵宗秘密将一批弟子送了出去，而简言也在被送走的弟子名单之中。但简言的身份特殊，他要是走了，莫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简言依然难逃一死。为了让简言活下去，宗主常万庭用秘法制作了一个和简言一模一样的分身，再在这具分身上放上了一件秘宝，帮其隐藏身份。只要战家的那位混元境大能不是一个一个的挨个查看，
瞒天过海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战家老祖不会挨个查看天震宗众人的身份，但莫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简言若是落到莫桑手中，被发现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为了不让莫桑发现简言还活着，他们只能用另一个人去引开莫桑的注意。那个人正是简言的妻子长熙。长熙是整个天震宗的罪人，没人觉得由他来做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就连身为宗主的常万庭也一样满心愧疚。他本来只是想要隐瞒女儿一时的错误，没想到却造成了更大的错，整个天震宗都将迎来灭顶之灾，宗门弟子将被满门灭绝。常万庭很内疚，内疚到无法再去顾及自己的女儿。对天震宗来说，他们父女都是罪人，只要能让天震宗的传承不断绝，哪怕是付出他们父女的性命也是应当。简言为人正直，不能接受他人因自己而死，哪怕长熙本就是宗门的罪人，他也无法接受。可宗门长老们已经顾不了他的想法了，现在没有什么比留下传承更重要，只要传承不断，天震宗总有重现辉煌的一日。至于他们这群老家伙，那是一个都不能离开的，因为战家不会允许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活下去。若是构不成威胁的小辈，反而可能会有一线生机。简言被长老们联手控制了起来，并交代了另一位弟子将他一起带离了天震宗，而其他人则留下与天震宗共存亡。当然，其中不是没有不想坐着等死选择叛逃的弟子，只是天震宗大难当头，没人管那群人罢了。翌日，战家老祖果然出现。天震宗众多大能，在混元境的威能面前完全没有反抗之力。长熙为了引走莫桑，在战家老祖找上门之前就已经先一步离开，故意不着痕迹地暴露自己的位置，将莫桑引了过去。天震宗高层的计划是成功的，因为莫桑不在，简言以分身带死的事没有被发现。战家老祖或许会确认天震宗高层的身份，但一个小小的首席弟子还不值得他另眼相看。这一战，天震宗全员战死，外逃的弟子也遭遇了战家的追杀。战家发出了追杀令，不少散修为了拿到战家的赏金，都加入了对天震宗弟子的追杀当中。简言被长老们安排的弟子带走之后，那名弟子又为了保护他，死在了一群追杀者的手中。简言为了宗门的传承，只能隐姓埋名，不断变化身份，甚至为了不被战家发现，逃往下界，并在下界留下了有关天震宗的传承。简言的天赋在整个天震宗中也算是顶尖的，若是天赋不好，他也成不了首席大弟子，哪怕是在真传序列中也是排在第一位。简言隐姓埋名生活在下界，因为之前受过伤，他的根基受损，数万年也没有突破到大罗金仙境界，他的寿元已经不多了，他撑不了多久了。在许桃接受了天震宗的全部传承之后，简言也终于展开了一场针对莫桑的复仇计划。和许桃猜测的一样，这里传承之地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专为莫桑而准备的陷阱。许桃听完简言的故事，说实话确实有被惊到，他怎么也没想到，原来自己得到的传承竟是简言所留。你把莫桑骗到这里，应该是想和他同归于尽吧？这时候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要交代我吗？震惊过后，许桃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简言突然找到他，绝不会是为了和他聊天说话，应该是有正事要交代他。简言闻言给了许桃一个赞赏的眼神，你猜得不错，我确实有事要找你。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我不过只是一具分身而已，我的本体早已经死去多年，留在世间的不过只有一具分身和一缕残魂。我的这具分身存活不了多久，就长话短说吧。当年战家老祖之所以同意助莫桑灭掉我天震宗，是因为莫桑将天震宗最大的秘密告诉了对方，战家老祖是为了那个秘密才同意出手的。简言道：什么秘密？许桃下意识地问了一句，随后他又连连摆手，算了，你不用告诉我，我可不想因为一个秘密得罪混元境的大佬，我只是一只小菜鸡而已，经不起大佬一巴掌的。虽然有点好奇天震宗最大的秘密是什么，不过比起自己的小命，那点好奇心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许桃，我知你乃白虎族的族人，战家再厉害也不敢轻易对你下手。你的身份是你最大的护身符，你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做很多事。简言看着他道：你不会是想让我利用白虎族的势力帮你灭了战家吧？这我可做不到。第613章简言的请求。开什么玩笑，他才刚刚回归族群，一回来就带着族人去与战家死战，他又不是疯了。就算他肯白虎族的族老们，也绝不会让他乱来。放心，我不会让你去对付战家。简言缓缓说道。听到不是让自己去帮他报仇，许桃的脸色好看多了。那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想让我帮你做什么？许桃早就看出来，这简言对他说了这么多，定是有事情让他去做。看在他也算得了对方的好处的份上，帮个忙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个忙必须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若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他也只能爱莫能助了。我要你去一个地方，帮我找一件东西，
然后将那件东西交到蛙皇后人的手中。简言眸光幽深地望着许桃，对他说道：“你让我帮你找一样东西，然后把这件东西交给蛙皇后人。”许桃小巧的眉头深深蹙起，又是蛙皇。许桃的手中还有蛙皇杖，现在简言又让他去寻一件和蛙皇有关的东西，再将其交还给蛙皇的后代。他和蛙皇这么有缘的吗？正是，我知道这件事完成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我现在也只能拜托你了。这世间能进入那个地方的只有天震宗的人，现在世间仅存的拥有天震宗传承的人，只有我、莫桑以及你。此次我将与莫桑一同埋骨于此，所以这世间能够拿到那件东西的，唯你一人耳。简言看着许桃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恳求，许桃是他现在唯一的希望。若是许桃不愿意，那件东西就只能永远埋藏在那个地方，再不见天日。说了半天，你说的到底是什么？许桃问。简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吐出几个字，凝聚了蛙皇法则之力的法则结晶。蛙皇的法则结晶，全是这妖牛逼的东西。这可是3大至强法则、生命法则的法则结晶啊！话说天震宗如何会有这种宝物？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哪怕是混元境的老怪都会出面抢夺。简言明显没有解释的意思，只是继续说道：“当年我的宗门被灭，就是因为此事。莫桑将法则结晶的事泄露给了战家老祖，若非如此，战家老祖又哪会为他出手灭我宗门？”原来如此。许桃点了点头，之前的疑惑总算是解开了。他就说嘛，想让一个混元境的老怪出手帮他做事，如果没有足够打动人心的好处，怎么可能？能让混元境老怪都动心的东西，又岂会是普通的天才地宝？如果是生命法册的法册结晶，那一切就说得通了。你们也太大意了吧！莫桑知道这么重要的秘密，在他被逐出宗门的时候，竟没有要他的命，连修为都没有废除。以莫桑当年犯的错，放在任何一个宗门被逐出宗那是肯定的，这修为肯定也会被废掉。虽然他是冤枉的，可那时除了长息之外，应该没什么人知道真相。莫不是长息心里内疚，为他求情了？许桃心中暗暗想着。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莫桑师弟是被师妹设局陷害，以为他当真对师妹无礼。宗门长老们确实建议废除莫桑修为，再将其脑中关于天震宗的所有功法秘籍的记忆全部抹除。师妹却在这时冲出来为莫桑求情，她道：“到底师兄妹一场，莫桑只是一时走错了路，哭求众位长老给他一个机会。”师妹这个当事人亲自求情，再加上宗主那时好像看出了什么，便随了师妹的意，只是将莫桑逐出了师门。在众位长老和众弟子的见证下，他立下了天道誓言，永远不能再使用天震宗的功法，也不得将功法外传。原来如此，长息陷害莫桑不过只是为了和你在一起，他没有想过将莫桑赶尽杀绝，只是想让宗门将他赶走，让他妨碍不到你们。不过莫桑知道你们宗门这么大的秘密，你们竟没有抹去他脑子里关于此事的记忆吗？许桃猜测，只怕连天震宗高层都不知道莫桑知道这个秘密。若是他们知道，不可能不采取任何手段防止他泄密。没见就连莫桑发的事都只是和天震宗的传承功法有关的，其他的一概没提。简言，那时长老和宗主都不知道莫桑知道这个秘密，其实那时莫桑知道的也不多，他只知道宗门内有一件与蛙皇有关的宝物，却不知道那件宝物是什么。他请来战家老祖，估计也只是和对方说了此物与蛙皇有关。许桃，那么问题来了，他是如何知道此事的？他可不信一个上古大宗会将如此重要的秘密随便乱说。莫桑虽然是真传弟子之一，但以他当时的地位，也不可能接触到如此机密。此等秘密，只怕连宗门长老都不见得全部知晓。是长息，长息无意中听到宗主和几位长老在商讨此事，虽然那时他被宗主发现，宗主叮嘱他不得外传，但那时我们3个关系极好，3人从来不会对彼此隐瞒任何秘密。长息为人单纯，没什么城府，便把这事也同我们说了。此事除了我们3人，无人知晓。又是长息，许桃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了。天震宗宗主的这个女儿，确定不是生来讨债的。你现在让我去寻那件东西，看来东西并没有落入战家手中。许桃道：“宗主早有预感，知道我们天震宗肯定守不住这件东西，一早就做了准备，将东西放置于他处。至于究竟放在哪里，这个秘密本来只有宗主知道。后来战家老祖应莫桑的请求，出手对付天震宗。宗主在送他离开时，偷偷将放置此物的地点告诉了他。战家一直在寻找天震宗的传人，何尝没有寻找线索的意图在里面？战家人没有在天震宗内寻到那件东西，便猜到东西放置的地点，天震宗还活着的弟子中肯定有知情者，这才下令一路追杀。战家人为了不暴露这个秘密，哪怕寻找相关线索也是暗中进行，自是无人知晓。你让我去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个必须问清楚。
第614章，许桃回来了。如果当真危险到随时会要命，那对不起，他不去。对别人来说或许危险，对你来说不会。简言十分肯定地说道。那你说的蛙皇后人呢？该不会是要让我去下界吧？我记得下界有个蛙皇界，里面生活着不少蛙皇后人。许桃想到了下界的蛙皇界，那个小世界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让你找的人不在那里。下界的蛙皇界，生活在那里的其实并不是蛙皇的后人。蛙皇领悟生命法则，对世间万物皆有一颗慈悲之心。那些人不过只是一群被蛙皇搭救过的无家可归之人罢了。蛙皇利用自身的力量，为他们改变血脉，提升资质，还创造出了一方小世界来安置他们。他们身上虽然有一丝蛙皇血脉，不过那点血脉微乎其微，那只是蛙皇在为他们改变资质时随手落下的几滴血罢了。所以蛙皇真正的后人到底在哪儿？许桃挑眉问道。我也不清楚，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找。简言也很无奈，这么多年来，简言不是没有找寻过真正的蛙皇后人的下落，可惜多年过去依然没有找到。你要我帮你这个忙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要是我因为这件事遇到了危及生命的大危险，我也只能放弃了。丑话先说在前头，以后要是他跑路了，也别怨他。可以。好在简言这人还挺好说话，并没有为难他，让他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在你拿到了生命法则结晶后，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道侣，都不要说。这件事最好只有你一个人知晓。简言突然对他说道。为什么？你怕他们会抢？许桃可不觉得他的爹娘还有裴义会从他身上抢东西。法则结晶而已，虽然是蛙皇的法则结晶，但生命法则这种东西也不是人人都能领悟的。他爹娘又没有领悟生命法则，裴义领悟的法则也不是这个。爹娘也好，裴义也罢，都不可能通过法则结晶来领悟法则，所以简言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简言，三大至高法则，时间法则、空间法则、生命法则，这三大法则是世间最强的三道法则，也是一个世界形成的基石。所以这三大法则和普通法则有些不同。有何不同？许桃是知道三大至高法则的，他还知道这三大法则一旦被人领悟圆满，其他同样领悟了这三大法则的人就注定永远无法圆满自己的法则。所以这三大法则虽强，但真正的强者并不会将这三大法则当成自己的主修法则来领悟。除了知道这些之外，许桃对三大法则其实也并不是很了解。你知道上界已经多少年没有出过造化境的绝世大能了吗？简言突然问。你突然这么问我，难不成这三大至高法则还与突破造化境有关？许桃皱眉。简言一脸沉重的点头。正是如此，所以三大至高法则的法则结晶是无数混元境老怪都为之心动的东西。没有人不想冲击那个传说中的境界，传说只有到了造化境才有机会去到传说中的神域。简言，所以我才让你在拿到生命法则的法则结晶之后，谁也不要说，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许桃闻言，心里又开始后悔了。现在他要是出言反悔，还来得及吗？简言看着他淡笑不语。你可以试试。许桃，算了，就这样吧，谁让他这人重情义呢？我知道了，我保证谁也不说。他这人还是挺惜命的，听简言说了这么多，哪里还会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你还没告诉我蛙皇后人的辨认方法，总不可能让我自己挨个去问吧？许桃道。简言，你只要找到生命法则结晶，在你遇到蛙皇后人的时候，他自会告诉你。此时在许桃消失的地方，裴义和小雅已经着急的开始到处找人。好好一个人突然就不见了，到底是什么人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带走了许桃？这人有什么目的？会不会是刚才传音给小姐那人带走的小姐？小雅一脸焦急的道。裴义也不清楚带走许桃的是谁，不过想来应该就是那人没跑了，毕竟除了那人之外，周围并没有任何异常。你在这里守着，我去附近看看。裴义对小雅说道。小雅知道裴义是许桃的未婚夫，对裴义一直十分礼遇，裴义的吩咐他还是会听的。那裴公子，你小心一点。小雅迟疑了一会儿，还是点头应道。裴义不敢耽搁，转身就选了个方向，便消失在了小雅眼前。裴义刚走，一名中年男子闪现在了小雅面前。风叔，看来到人。小雅一脸惊喜。风叔，小姐不见了，您快去找找吧。小雅忙对风叔说明情况。来人名叫云峰，乃是白虎一族派来保护许桃的高手之一。云峰一路上都在暗处保护许桃，没想到一路小心还是出了事。小雅，你先不用担心，小姐应该没事。云峰对小雅说道。小姐没事，那可太好了。小雅终于松了口气。风叔的话他还是信的，风叔和他一样，都是受命保护小姐的，小姐要是出事，他们也不可能平安，所以风叔绝不会拿小姐的安危来说笑。风叔，
既然小姐没事，那您怎么没把小姐带回来呢？松了口气的同时，小雅又问道：“小姐会回来的，你且等等吧。”说完，云峰也没有解释，直接消失在了小雅面前。小雅还想再问，可面前哪里还有云峰的身影？又过了好一会儿，原本消失不见的许桃又神秘的出现了。小姐！一见许桃回来，小雅顿时乐得见牙不见眼。小雅，怎么只有你一人？裴毅呢？许桃左看右看也没有看到裴毅，不由疑惑的问道：“小姐，你突然消失不见，裴公子因为担心你，出去找你去了。说起来，裴公子也去了有一会儿了，应该快回来了。”小雅道：“他自己出去找我了？不是吧，不是吧？”第615章强抢良家少男。是啊，小雅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还在一旁若无其事的点头。许桃，完蛋了，他还能找到路回来吗？许桃果断的掏出传音玉，直接联系了裴毅。你在哪儿？传音玉一接通，许桃立马问道。我在城门口。裴毅看了看四周围，随后说道。许桃想了想，让裴毅自己找路回来太为难他了，还是算了吧。算了，你在先币里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找你。在我来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给我站在原地，不许动，听到没有？好。二人结束了谈话，许桃果然收到了裴毅发来的定位。许桃赶紧带着小雅按照定位去找人，而同一时间，山下的小镇外，一个人正大喇喇地站在城门中间。正在进城的仙人们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站在大门中间的裴毅。这人谁啊？干嘛站在城门中间？他这到底是要进城还是要出城啊？谁知道呢？这哥们站在这儿有一会儿了，站在这里不动不说话，要不是知道他还活着，我都要以为这是一个人偶。他站这儿干嘛呢？我来得早，我知道，他应该是在等人。这时，一名看着20来岁的天仙境仙人举手说道：“等人？等人也不用站在这里等吧？要么站在外面，要么就进城。他直接站中间堵路算怎么回事？”众人对着裴毅指指点点，周围人嫌弃以及看傻子的眼神完全影响不到裴毅，他就这么站在原地，整张脸面无表情，好似周围的一切都不被他看在眼中。让！你们一堆人围在这里做什么？还进不进城了？一道不悦的声音传来，众人让出了一条路。一名外表看上去30来岁、身材粗犷的男子正搂着一位妙龄女子，亲亲热热的打算进城。男子身后跟着好几位家仆，一看就是少爷带着他的小女友出来逛街购物来了。这人谁啊？干嘛站在这儿？罗少疑惑的看着裴毅，有些没搞懂这人站这儿是想干嘛。就是不知道他想干嘛，这人站在这儿好一会儿了，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问他也不说。这人奇怪的很，直挺挺的站在这儿，像根木头似的，不知道他想干嘛。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不过具体情况这群人倒是弄清楚了，原来就是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来的疯子跑这儿挡路来了。简单，你们几个把这小子给本少爷弄走，别让他挡在这儿碍眼。罗少挥了挥手道：“是，少爷。”5名家丁打扮的男子一撸袖子就打算过去抬人。5名家丁一起上前抓起裴毅的衣服，就想把人拉开，奈何5人一块用力，竟都没有撼动裴毅分毫。当许桃匆匆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群人围着裴毅拉拉扯扯的画面。住手！放开那个美女！啊呸！放开那个美男！许桃带着小雅像只灵活的猴子穿过人群，来到了裴毅面前。他一到就把周围对着裴毅拉拉扯扯的臭男人全都赶到了一边，不让他们再接近裴毅。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当街强抢良家美男，不觉得羞耻吗？许桃脸严肃的挡在裴毅面前，眼中满是指责的对众人喊道：“众人，哦，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想强抢良家美男了？这位夫人，你误会了，是这小子挡在这里不肯让路，这位少爷才会让人把他移开的。就是，我们可没有抢男人啊！”被赶到一旁的家丁赶紧说道：“虽然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没有抢过男人，不带这么污蔑人的。”倒是这位粗犷少爷罗少，一看到许桃双眼就再也移不开。这位夫人，相遇也是缘分，不如由在下做东，到城里最大的广悦楼小酌一杯如何？罗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女人，虽然年纪有些大了，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他以前的女人倒是都很年轻，但却没有这么美的。为什么这位美人的年纪不能再小一点呢？哎，许桃没理他，而是转身看向裴毅。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许桃问。裴毅沉默了片刻，这才点头：“是。”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做什么？你不会到旁边站着啊？你看看你站的这个位置，你站在这儿，万一有马车进城，人家的车怎么开进去？从你身上压过去吗？许桃没好气的戳了一下他的脑门：“不是你让我这儿别动的吗？”裴毅带着几分委屈的目光落到了许桃身上：“我叫你站在这儿别动，我什么时候
本来许桃想说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突然他的脑中闪过一个画面，这话他好像真说过。不过他让不动他就真不动啊，就不会找个不挡道的地方站着吗？怎么这么不会变通？所以这绝不是他的责任，是裴毅自己的问题。没错，就是这样。赶走了心里本就不多的愧疚感，他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是让你不要乱跑，省得找不到人，可没说过让你一点也不能动啊。你从这个位置移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嘛，我难不成还能因为这几步路怪你？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裴毅，下划线，难道你以为自己很大气？算了，走吧，进城再说。反正那个什么传承秘境就是个坑，他也懒得再回去了，先进城找家菜馆大吃一顿吧。许桃先是对周围的路人说了一声抱歉，随后拉起裴毅就要进城。罗少赶紧示意狗腿子们把三人拦下来。夫人，正说着话呢，怎么就要走啊？罗少用手中的折扇扇着风，一副自命风流的样子。这人谁啊？许桃看了眼挡他路的下人，又看了眼说话的罗少。这时他感受到一股妒恨的目光毫不掩饰地落到他身上。听雪很生气，他可是费了大力气才钓上了罗少这个富二代，他都打算要狠狠地在罗少身上捞一笔了。没想到这时候却突然钻出一个老女人，吸引了罗少的注意力。的，都一把年纪了，这女人怎么好意思？第616章，传承之地传来巨响。许桃怒说：“谁一把年纪呢？”许桃看了听雪一眼，又把目光转到罗少身上。我们好像不认识吧？许桃有些不耐烦。这男人一张嘴，他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无非就是见色起意呗。他知道自己魅力大，他的魅力不会因为外表的年龄受到影响，可他再美也不是什么男人都能消想的。许桃傲娇地想着，在下姓罗，认识的人都唤我一声罗少，不知夫人芳名。罗少自以为帅气地冲着许桃露出一抹轻佻的笑。许桃突然有点反胃，别叫我夫人，我还没有成亲呢，叫什么夫人？许桃不悦道：“是在下唐突了，请问姑娘芳名？”罗少听到美人还未婚，心中一喜，随后再次问道：“你想追我？”许桃挑眉一笑：“在下确实对姑娘一见倾心。”罗少赶紧表明心意：“这么美的女人，哪怕不能娶回家，摆在身边看着也好啊。有这么个绝色佳人在身边，她可是太有面子了。年纪大一点就大一点吧，架不住她美啊。光是这一个优点，就能掩盖她所有的缺点。不用再说了，你不是我的菜，还是别白费心思了。看到没有，想做本姑娘的男人，起码也得有这样的姿色才行。”许桃将身后的裴毅拉到面前，小手一伸，掐住裴毅的下巴，让他正脸对着罗少。罗少，他还从没被人这么嫌弃过，这不是明摆着说他长得不行吗？他长得哪里就差了？罗少比较了一下裴毅与自己的长相，对方不就是比他瘦一点吗？不就是皮肤比他好一点，脸比他小一点，眼睛比他大一点，鼻子比他挺一点，嘴巴比他小一点，发质比他好一点。除了这些地方胜过他之外，那个男人还有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只怕姑娘还不知道在下的实力，他会让这个女人知道，男人还是得靠财力，光靠脸有屁用。罗少拿出几件难得的高品质法宝，对着许桃笑得一脸得意，又拿出几株市面上难以见到的名贵仙草，还有一件一看就十分上档次的女性专用法衣。看到没有，只要你跟了我，这些都是你的。罗少一脸自信地对许桃说道。这么多好东西，就不信这个女人能顶得住。许桃能不能顶住不好说，听雪是顶不住了。这么多好东西啊，原本都是属于她的，现在怎么就成了这个老女人的了？她气啊！这个女人太可恶了，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知不知道？就这么点东西也好意思拿到我家小姐面前显摆？许桃还来不及说什么，小雅就已经冷笑一声站了出来。只见她从大戒之中拿出了几件东西，这些东西每一样都比罗少拿出来的更值钱更稀有。看清楚了没有，我家小姐不缺钱，你那点东西还是自己拿回家慢慢欣赏吧。小雅这一番才艺展示，顿时让周围的人一片哗然。天啊，那可是赤乌金，炼器用到的超稀有材料。还有那朵两生花，听说只要将一缕神放入花中，就能养出一个和本体差不多的分身。你们看到那颗果子没有？那可是天圣果，吃一颗能增加300年的功力。这姑娘什么来头？身上竟能拿出这么多好东西？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比那位罗公子拿出来的更值钱？周围人看着小雅等人议论纷纷，罗少的脸色却极为难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下了面子，脸色能好看才怪了。倒是听雪看着裴毅的眼神，那叫一个羡慕嫉妒。都是出来傍大款的，他怎么运气就这么好呢？这富婆看来对他还挺上心，不过想想也是，这人虽然看着有点傻，不过脸长得那是真好。他就没见过长得这么俊的男人，难怪可以靠脸吃饭。同样作为靠脸吃饭的一份子，听雪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向裴毅取经。裴毅，我们走吧。
见那罗少没反应，许桃懒得再搭理对方，叫上裴毅和阿雅就转身离去。直到三人离开许久，还有不少人在讨论着有关三人的身份猜测。不管许桃的身份被如何猜测，裴毅的身份大家倒是都想的差不多，那就是一个被富婆包养、靠走捷径上位的小白脸。许桃等人对他们身后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刚才听那罗少提到了广月楼的名字，这广月楼好像是这座城里最大的酒楼，倒是可以去看看。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三人找人问了一下路，很快就找到了城里最大的广月楼。广月楼不愧是城里最大的酒楼，不但装修的豪华，地方也大。整栋酒楼有3层高，1楼、2楼是普通座，3楼是包间。许桃三人在2楼坐下，刚点上菜才吃了2口，就听到从附近山上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大声响。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难不成是有高人在附近斗法？好像是传承之地那边出事了。传承之地？什么传承之地？兄弟外地来的吧？你难道不知道前几天在那座山上发现了一处上古传承之地？听说那传承之地里不但有上古传承，还有各种天才地宝，连仙魔两域的人都引来了。你是没去现场看，那一带可说是人山人海，可惜入口早被那些强者把持了，我们这种小角色根本没机会进去。消息落后了不是？现在那处上古传承已经能进去了，不过你进去之后还能不能出来？出来后会不会被战家秋后算账，可就说不准了。这人明显去过现场，知道的比道听途说的一群人要多得多。快，兄弟，和我们好好说说。你刚才说那战家是个什么情况？感兴趣的人围在一起，好奇地询问刚才出声的那人。那人便将之前在传承之地门口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众人。当时他就在现场，不过他最后没有选择进入传承之地。他可不傻，那地方被这么多大势力抢夺，他一个小角色，就算在里面得了好处，他能保住吗？第617章，法则结晶在魔域。他可是很珍惜自己的小命的，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险。现在传承之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可见山上肯定是出事了。还好他走得快啊，要是走慢一步，说不定小命真就交代在那里了。这哥们一脸庆幸地抹了把脑门上的虚汗，暗暗想着。许桃对这哥们说的事情不感兴趣，毕竟他也在现场。若润对这些事情的了解，他肯定比对方多，已经知道的事，没必要再从别人嘴里听一遍。他还是比较好奇，传承之地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在远处的深山之中，快走，出事了，出事了，赶快下山，大家快走啊！还留在传承之地外的所有人无不惊慌的原地起飞，直到飞到半空中才稍稍放下悬着的心。就在刚才，整座山开始摇晃，随后还传来爆炸声。传承之地从内部开始出现裂痕，最后整扇大门在众人面前化成了一捧灰，整座传承之地就这么毁灭在了众人眼前。而传承之地内只有少数人逃了出来，魔宗六长老和他的2名弟子就在逃出升天的几人当中。至于战灵儿和莫桑，则是一直没看到人出来。战家的其他人焦急地守在门口，之前和魔宗六长老一战，他们都受了伤。好在魔宗长老到底还是给了战家几分面子，没有取他们性命，也没有毁他们根基。这些伤只要服下几颗丹药，再花上一点时间，花个2-3年就能养好。战灵儿和莫桑这个圣阶阵法师一直未归，战家人心惶惶。已经有人将这件事上报了战家高层，相信很快战家高层就会到达这里。有人不想惹麻烦，打算先走一步，不料却被战家人拦了下来。从传承之地活着出来的人通通都不许离开，除了魔宗六长老和他的2名弟子。不是战家不想拦下他们，而是拦不住。刚刚被暴打一顿的伤还没好呢，他们哪里还敢去找魔宗的麻烦？魔宗的人还是交给族老们还有家主来对付吧，他们只是小人物，可不是那位魔宗六长老的对手。魔宗六长老带着自己的2名弟子头也不回的就搭乘魔舟离开了灵域，灵域3族的人也都纷纷离去，只有仙域的人不敢走，依然留在原地等着战家高层的到来。毕竟其他人说走也就走了，他们就算走也是回仙域，反正不管走不走肯定都会被战家找上门，还不如老实待着，给战家高层留个识时务的好印象。战家高层来得很快，几乎在其他2域的人刚离开不久，战家高层就已经有人到了。许桃在酒楼里吃了饭，找了家客栈开了3间房，钻进客栈的房间里就开始查看起了简言给他的地图。这张地图是简言给他的，地图里标注的地方就是生命法则结晶的位置。只是这地图所标示的地方并不是在仙域，也不是在灵域，而是在魔域。天震宗的人还真是聪明，居然把东 XZ 在了魔域。若是在仙域，说不定早被战家老祖给找出来了。既然东西在魔域，他肯定得跑一趟魔域了。本来许桃是真的不想跑这一趟的，可简言最后说的一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生命法则结晶可以恢复他耗损的寿元，既然生命法则结晶对他有用，
那他就不能不跑这一趟了。他这可不是为了自己，可是为了偿还简言的传道之恩。不错，她就是这么善良的女子。简言，莫桑应该已经死了吧？许桃想到了莫桑，这家伙八成已经死了。简言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阵道的研究。莫桑一直以为自己是仙域唯一的圣阶阵法师，其实简言也是，而且阵道修为比他还要高出几分。毕竟简言根基有损，再怎么修炼也不可能修炼到大罗金仙境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研究阵道，这阵道方面的实力可不就比莫桑要强吗？那个所谓的传承之地的阵法，可是简言精心为莫桑准备的，绝不可能让他从里面逃出来。如果莫桑这都能逃脱成功，许桃都要怀疑他是不是此方世界的天命之子了。不过看他的样子也不可能，哪有这么老的天命之子？不想这件事了，许桃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图上。这张地图许桃是越看越眼熟，总觉得这地图上的几个地方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是在哪儿呢？许桃思来想去，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他知道在哪里见过了，赶紧从纳戒之中取出一张古老的地图。这张地图还是他们在下狱的时候从一家店里花了少量的仙玉买到的。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谁让他们买不起近代的地图呢？只能买一张这种年代久远的。可老板不是说是仙域的地图吗？怎么会和魔域的地图有地点重叠？莫不是连那老板都不知道这地图标注的到底是什么地方？许桃觉得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最高的，毕竟是5万年前的地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地貌肯定早就发生了变化，弄不清楚这地图上的地方到底是哪里，简直太正常了。如果不是简言给他的地图和这张地图有好几处位置重合，他也不会发现。他把2张地图摆在一起，开始仔细观察。简言给的这张地图明显年代更为久远，倒是这张他在下狱买的鱼图，时间应该要更近一些。虽然再近也是几万年前的东西，不过有了这2张地图做对比，只要他再买一张魔域现在的地图，想来应该能把这个地方找出来。许桃心中有了计划后，便把地图一收，躺在床上开始和亲娘用仙币聊天。美人娘亲知道他想去魔域，倒也没有阻止他，只是让他好好玩，玩够了就快回家。外公已经差不多找到方法替他恢复寿元了，让他把心放宽。许桃没有说生命法则结晶的事，只是说自己玩够了会尽快回族地。第二天，许桃休息了一夜之后精神大好，吃早饭的时候他还在考虑要不要让小雅先回去。第618章去魔域。不过他又想到光让小雅回去没用，他的身边还有其他保护的人。许桃一直知道自己身边有娘亲派来暗中保护的人，这也是他敢这么浪的原因。有人在身边保护，自是不需要太过拘着自己。他也知道不管他有什么原因，娘亲都不可能撤走自己身边所有人。既然如此，多一个小雅和没一个小雅好像都没什么区别。这么一想，许桃也懒得想那么多，大不了到时候自己再想办法避开小雅就是。吃过早餐，许桃3人退了房，正打算离开，却不想听到了一个大消息。现在外面都在传，昨天从上古传承之地逃出来的人都被战家抓走了，大家都在猜测那些人还能不能活着从战家出来。那战家可真是太霸道了，既然在我们灵域乱抓人，就没人管吗？那些有靠山的当然有人管，至于没靠山的，那可就说不准了。说话的人叹息一声道：战家可真是嚣张，希望各族的族长能给战家人一点颜色看看，不然他们还真以为我灵域无人了。我看难，战家可是有混元境的老祖坐镇，那些族长又不是傻，怎么可能为了几个小人物去得罪背景深厚的战家？只能怪他们自己太贪心，要是不进去不就没事了。也是，许桃3人走在街上，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议论声。战家折损了一个天赋出众的后辈，又折损了一名圣阶阵法师，这个损失不可谓不大。要是战家什么也不做，这才奇怪呢。许桃等人一路听着周围的八卦消息出了城。今日出城的人特别多，应该都是怕被受到这件事的连累，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小姐，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小雅觉得去哪儿都无所谓，她的任务就是照顾小姐，只要小姐平安就好。我们去魔域。许桃道：为什么要去魔域？裴毅微微皱眉，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突然决定去魔域，这可不像是许桃的性格。许桃还真是敏锐，听说魔域风景不错，我打算去看看。许桃又手背在身后眺望远处，鬼知道魔域风景好不好，反正这魔域他是去定了。魔域风景好吗？小雅微微皱眉，她也没去过魔域，自从被族人送入白虎族族地之后，她就一直生活在族地里，长到这么大，她就没有离开过灵域范围。魔域的风景如何，她还真不太清楚。不过魔域那边的人偶尔也会发一些当地的风景图片到仙币内，从那些图片上看，也没看出来魔域的风景有多好啊。虽然心中疑惑，小雅并没有多问，她只是服侍小姐的侍女，
不能质疑主人的决定。好，当然好，你没去过你不知道。许桃一脸相信我没错的表情。裴毅，下划线，难道你就去过？从灵域到魔域路程不算近，甚至可以说路途十分遥远。好在大家都是仙人，有传送阵也有飞舟，随便选择一种交通工具，几个月就能到达魔域。之前上古传承出事，魔域的人之所以这么快赶到，是因为魔域的大势力中有等级更高的传送阵。这种传承阵使用一次耗损巨大，只掌握在一些大势力手中，普通人平时根本接触不到。哪怕是那些大势力，也不是说每天都能搭乘这种传送阵出行，除非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平时这些大势力也只能使用普通传承阵出行。许桃三人先是搭乘了传送阵，直到来到了灵域与魔域的交界处。魔域的人比灵域还要排外，其他两域的人是没办法通过传送阵直接进入魔域范围的，他们想要进入魔域，还得再转一次飞舟才行。许桃自己就有飞舟，而且飞舟的等级还不低，本来他是想自己用飞舟过去的，可附近有人告诉他，这去魔域的路十分复杂，不熟悉路的人极容易迷路，最好还是去车行搭乘前往魔域的飞舟。人家车行的飞舟不但安全有保障，最重要的是驾驶飞舟的人有多年的驾驶经验，不用担心迷路的问题。小雅又问了几个人，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许桃不是逞强的性子，还是拉着二人去了城内的车行，打算直接买票搭乘飞舟前往魔域。去往魔域的车票可不便宜，一张票就要2万仙玉，没点资本还真不敢去魔域。许桃买了3张票，刚交了钱就有工作人员过来领着他们上船。这艘飞舟很大，最多可容纳200人，这去魔域的人还挺多，还好我们动作快，再慢一点连票都买不到了。这时走在许桃身后的一对小情侣一脸庆幸地说道：是啊是啊，要是这回没买到票，我们只怕得等好几天才能等到下一班飞舟。这回天魔宗出了大价钱在3域广招阵法师，最近一段时间去往魔域的飞舟都会爆满。天魔宗开出这么好的条件，我想没有哪个阵法师能不心动。小情侣的声音传入了许桃耳中，许桃听到天魔宗3个字，眉头微微轻蹙。天魔宗之前在传承之地的时候，好像来的就是天魔宗6长老。那位6长老明知道那是天震宗的传承，却依然没有放弃，反而表现得对里面的东西势在必得。当时他就觉得很奇怪了，这天魔宗的人对天震宗的传承表现得也太在意了些。这是阵法传承，又不是什么魔道大佬的传承，照理来说天魔宗又不是以阵道闻名的宗门，不该对这个传承这么感兴趣才对。现在看来里面果然有问题。许桃不动声色的暗想，他倒也没有去追问那对小情侣为什么天魔宗会突然请这么多阵法师过去，反正这么大的消息仙壁里面肯定能查到，等下找个机会在仙壁里看上一眼，应该就什么都清楚了。许桃在非洲上订的是大套间，大套间里面刚好有3间房，正好能住下他们3人。每个房间里还安排了聚灵阵，可以聚集仙灵之气供仙人修炼。如果是魔域的人，旁边还有一个聚魔阵，客人想用哪个就开哪个，3域的客人都能照顾到。来到订好的房间，许桃和裴毅打了声招呼，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里。房间内，许桃打开仙壁，果然看到了有关魔域天魔宗那边的消息。第619章非洲之上，特大消息！特大消息！天魔宗诚聘阵法师多名，有兴趣的可以通过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天魔宗招人的广告竟然都打到仙域来了，我们灵域这边也能看到。天魔宗有这么缺阵法师吗？我刚去了天魔宗的官方平台看了一下，他们确实在招阵法师，而且开出的条件真的很令人心动。众人皆知，阵法师这个职业虽然赚钱，但同样花钱的地方也多。布置的阵法等级越高，所需的材料就越珍贵，而且这布阵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有可能造成材料的损毁。阵法师在上界虽然是个比较吃香的职业，却也不是人人都不缺钱的。在阵法师中，只有那些大阵法师才比较受各大势力的欢迎。布阵的材料全都有人准备好了，这还不止，人家还会另外奉上一份酬金，也就是说自己不用出任何材料，只要布一个阵法就能收获一大笔钱。那些大势力还得欠阵法师一个人情。除此之外，剩下的材料阵法师也可以带走。当然，这种好日子和那些不出名的小阵法师无关。天魔宗要招阵法师的消息一出，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心动。天魔宗出手还这么大方，也难怪这么多人感兴趣。本人现在已经在去往天魔宗的路上了，希望能被选上。之前布阵失败，手上已经没钱了，就指着这一回翻身了。我也一样啊，手头紧，就指望这回了。谁手上有去往魔域的船票，我出高价买。不用想了，本人现在就在车行，去往魔域的船票抢手的很，那些平民票早被抢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贵价票，一张船票
就要上万仙玉，这么贵傻子才买。也不能这么说，普通船票那是大通铺，贵价票能拥有单独的房间，价钱不同，住的地方自然也不一样。本人刚买了一张单人房的船票，花了小1万。楼上真舍得，要是天魔宗不收你，不是连车票钱都亏了。许桃看了一会儿，见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他又去看了天魔宗的官方平台发布的消息。果然，天魔宗在招镇法师，而且数量不限，给出的待遇非常好，好到比市场价还高出了1倍。但在官方平台上，天魔宗并没有说自己招这么多镇法师想做什么。许桃没有看到有用的消息，便退了出来，继续研究地图。小雅跟在许桃身边的时间并不长，对许桃还不算太了解，但裴毅和许桃一起这么多年，对他的性子那可是十分清楚。他猜到许桃此行的目的一定不单纯，却没有多问。反正等许桃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现在不说肯定有不说的理由，他尊重许桃的决定。他并不想仗着自己未婚夫的身份，就要求许桃把一切秘密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他。非洲上的日子挺无聊的，许桃每天不是带着裴毅和小雅斗地主，就是在房间里刷仙币或是研究地图。小雅第一次接触纸牌游戏，对这个游戏非常的感兴趣，玩起来比许桃的瘾还大。炸弹！许桃扔出最后的2张大小王，一轮游戏结束。不是吧，我又输了。小雅看着手上的牌，她还剩下好几张没出呢，怎么小姐这么快就赢了？你一开始就把大牌全出了，不管手上的牌好还是不好，都抢着当地主，你这样不输才怪。小雅生动演绎了什么叫人菜瘾还大，明明次次都输，却依然乐此不疲。不行，我们再来一把，这回我肯定能赢。小雅迫切的想要赢一把，玩了这么长时间，她就赢过3把，还次次都是被带飞。小雅很想靠自己的实力赢一次。算了吧，玩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累了，我们出去走走透透气吧。许桃伸了个懒腰，他已经玩腻了。实在是小雅太菜了，玩起来没意思，一点难度都没有。刚才我出去的时候，听说有一位王公子打算宴请船上的所有乘客，要去看看吗？裴毅知道许桃爱凑热闹，说不定这个宴会他会感兴趣。宴请船上的所有乘客，这船上可是有200来号人呢，这得花多少仙玉啊？许桃挑了挑眉，裴毅，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王公子是什么人，你知道吗？许桃想了想又问，不清楚，不过听船上的人说他的家世应该不俗。裴毅也没有特别去打听，他知道的这些也不过只是无意中听到的。那就是有钱人咯，反正也没事干，一起去看看吧。有人请客去看看也行，他也不担心那位王公子有什么目的。非洲上的护卫队可不是吃素的。3人离开了房间，走到了甲板上，果然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这王公子要大宴宾客的事。这王公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手笔，一次请我们200来号人吃饭，确定不会把他吃垮。人家既然敢请，肯定就不担心被吃垮。就是，你替人家心疼什么？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跟他又不认识，他为什么要请我们这么多人吃饭啊？这个问题也是其他人心中的疑惑。就算这个王公子再有钱，大家也只是萍水相逢，没有必要特地请他们吃饭吧。算了，我还是不去了，出门在外还是小心一点为好。我也不打算去，谁知道这王公子打的什么主意？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已经有人开口说不去了，毕竟都是修仙的，修仙者虽然不全都是坏人，但要找出一个纯正的好人也难。出门在外的，和这王公子又不认识，大家心中有戒心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要去看看，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他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们做什么？我也打算去，反正有人请吃饭，不去白不去。那我也去。很好，这去和不去的都已经站好队了。许桃当然是要去的，他正无聊呢，去会会那位王公子也不错。第620章到达魔域。到了晚上，非洲上专门供客人吃饭的餐厅改成了宴会厅，桌椅都已经被搬空了，换上了新的桌椅，餐厅明显被重新布置过，从一个普普通通吃饭的地方进化成了举办宴会的地方。许桃开始还在奇怪，这非洲上哪有地方可以让那位王公子一次宴请这么多人？没见就连吃饭都是分批去的吗？就那餐厅，一次最多容纳120人左右，再进去几个就只能坐地上吃了。没想到这王公子不声不响的就把这个问题都给解决了，居然有精通空间法则的高手将小小的餐厅利用空间法则扩大了。这王公子手下居然还有精通空间法则的高手，只怕此人的身份也不简单啊！被空间法则扩宽了的餐厅看着大了不少，就算200人同时坐在这里用餐也一点不拥挤。非洲上的工作人员也被叫来帮忙，每一张餐桌上都摆满了可口的食物。这王公子端坐于主位之上，笑得温文儒雅，身上完全看不到世家子弟的傲慢。对王公子的初步印象，在场众人都觉得还不错，最起码看着不像是一个纨绔子弟。感谢各位赏脸前来，王公子举杯说了几句应景的话，他也没有过多废话，
几句话说完就招呼大家坐下吃东西。许桃看着眼前的食物，这些食物都还不错，不是随便弄点糊弄人的，一看就是有用心准备。就是不知道这王公子弄出这一出到底有什么目的。吃饭间，许桃不着痕迹地暗暗打量着这位王公子。王公子一袭蓝衣，看起来确实有几分贵气，长相在仙人中不算出众，但也不难看。总体来说，就是一个长相一般的富二代，完全没什么特别之处。直到酒过三巡，这王公子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其实在下宴请各位，实乃是有事相商。王公子将自己的目的娓娓道出。原来王公子所在的王家是魔域边境的一个中等家族。最近王家与同为中等世家的李家在竞争一个秘境的所有权，而决定秘境所有权的方式并不是通过比斗来决定，而是通过秘境内收获的多寡来决定。李家那边已经招兵买马，请了不少外援。王少爷本来一直在仙域游玩，听到消息赶紧赶了回来，看到船上这么多人，心中不由得起了心思。若是把这一船的人带回去，家里又会多出不少助力，于是才有了这一出。在下可以向各位承诺，只要各位愿意相助我王家取得秘境的所有权，各位从秘境中带出来的东西，在结算之后都能带走，我王家分文不取。除此之外，我王家还会另外给出一份不菲的酬金，希望各位能好好考虑一下。王公子这么一说，众人总算是明白他请客吃饭的原因了。虽然王公子开出的条件很好，但在座也不是人人都感兴趣。经过一番思考，有一部分人同意留下帮助王公子，还有一部分人先是对王公子请吃饭这件事表达了谢意，随后又找了理由拒绝了王公子的请求。王公子一直表现得很有风度，哪怕被人拒绝也没有任何不悦。良好的教养和风度倒是令非洲上不少人都对他心生好感。许桃在婉拒了王公子后，便带着裴毅和小雅走了。这位王公子，他总觉得这人不简单，他的话也不知道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他来魔域可不是来帮人争地盘的，他可是有正事。甭管这位王公子想做什么，反正不干咱的事情。拒绝了王公子的都找各种理由走了，同意帮助王公子的则选择留下与王公子共商大计。之后的日子，王公子身边一直围满了人，俨然成了整座非洲上最受欢迎的存在。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之后，非洲终于落在了魔域边境的魔城外。仙域灵域过来的非洲都不能进城，只能停留在城外。非洲上有仙域兑换魔晶的服务，魔晶是魔域的通用货币，虽然仙域也能在魔域使用，但有些地方是不收仙域的。想要在魔域通行，最好还是随身带着一些魔晶。许桃下船之前特地兑换了一些魔晶带在身上，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了呢。下了非洲，许桃三人先找了一间客栈落脚，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地图所标注的位置，也不好在魔域瞎溜达，还是先确定好位置再想其他。住进客栈的第一件事，许桃就吩咐小雅去买几张魔域的鱼图回来，最新的鱼图还有以前的那些废弃的老鱼图都要买回来。小雅虽然不知道许桃要这些鱼图做什么，也没有追问，只是听话的出去买来了许桃需要的东西。鱼图很贵，整个魔域很大，全魔域通用的鱼图只是记录了一些魔域内比较大的城市或城镇，至于某些小地方上面并没有记录。想要更详细一些的鱼图，只能在当地购买，毕竟当地人自己做的鱼图肯定会画得更细一些。许桃对比着这些鱼图，想要从中找到简言给他的这张地图具体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他把自己关在房内，对着10几张鱼图进行对比。还好有他在下狱时买的那张鱼图作为参考，他还真找到了那个地方。经过这么多年，地形地貌早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没个参照物，连哪是哪都不知道。既然已经找到了地方，就没有必要继续在客栈待着了。这几天许桃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除了饭点能看到他以外，平时根本看不到人。裴毅见许桃自己再忙，倒也没去打扰，每天在房内修炼，倒也过得挺惬意。直到这天许桃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并说要马上启程，平静的生活才被打破。小姐，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啊？小雅好奇地问。去天魔城。许桃一脸严肃。小雅闻言有些意外，小姐，你还不知道吗？现在天魔城已经不让进了，除非是去应聘阵法师。怎么回事？许桃看向小雅，声音中带着一丝疑惑。天魔城前几日突然封锁了城门，不欢迎外人进入，能进入天魔城的只有城内的本土居民，还有天魔宗的人。除此之外，就只有前往天魔宗应聘的阵法师能进去。第621章考核通过。什么时候有这种规定的？许桃有些讶异。就在3天前，那时候小姐你很忙的样子，而且那时也没有说我们下一站要去天魔城，我就没有和你说这件事。小雅一脸无辜地对许桃说道。算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大不了不进城就是了。反正他的目的地又不在城内，不进城也不行啊。小雅又道。我不进城也不行，这叫什么事儿？天魔宗附近方圆100里都被封锁了，天魔宗派了不少弟子
把守在那里。外界都在猜测天魔宗可能是发现了上古魔仙遗符，这才找来这么多阵法师，为的就是破除遗符中的禁制。许桃，他们把事情闹得这么大，难道就不怕魔域的其他势力来分一杯羹吗？许桃微微皱眉，总觉得事情不太对。这就不知道，这几天外面全都在传这个消息，应该已经有不少人赶过去了。小雅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虽然天魔宗那边像是出了点幺蛾子，但许桃还是决定要过去看看。那个地方他非去不可，这可是事关他寿元的大事，他是不会退怯的。决定好了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许桃带着小雅和裴毅向着天魔城的方向而去。许桃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离天魔城还是有很长一面距离的，不过许桃有钱，花钱乘坐传送阵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几个时辰后，许桃三人已经出现在了天魔城方圆100里之外。虽然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离天魔城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附近已经站了不少人。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全都是听到消息准备过来看热闹或是捡漏的。怎么样了？看出来了什么没有？这些人不知道来了多久了，一个个跟猴似的在这里东张西望。还没有，倒是有几个阵法师进城了。有人道：老子当初怎么就没有学阵法呢？要是老子学过阵法，现在也能光明正大的进城了，也不用站在这里干看着。站这么远，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一名汉子唉声叹气的说道。许桃，这口味还挺重。许桃三人在这里站了一会儿，听了几分钟最新八卦，知道了一些天魔城最新动态。从这些人的谈论中可以知道，天魔宗那边确实已经招收了不少阵法师，只要阵法水平过得去，基本都被招进去了。现在城内保守估计已经聚齐了上百位阵法师，除了阵法师，还有魔域的2大势力也都是来了，分别是万花魔宗和白骨岭。这2大势力与天魔宗齐名，都是魔域数1数2的大势力。现在3大势力共同合作，其他人想要过来打主意，可不得掂量掂量。许桃他们想要进城也简单，只要他去参加天魔宗那边的阵法师考核，考核过了就能进。许桃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他可不想跟这群人一样站这么远的东张西望。许桃带着裴毅和小雅大摇大摆的朝着天魔宗的人走了过去。天魔宗在城外专门设了一个报名处，只要在报名处报了名，再做几道阵法题，题做对了就算通过了。这考核还真是出乎意料的简单。这些题对许桃来说完全没难度，毕竟他的脑子里可是有天阵宗的完整传承，再加上他自己又对阵法有点兴趣，平时也有花心思研究，现在3域之中在阵法方面能比他强的已然不多了。这题出的不难，估计在阵法上稍有造诣的人都能做得对。真是奇怪，既然是想找阵法师帮忙破阵，难道这题的难度不该再高一点吗？许桃心中暗自嘀咕，面上却没有显露半分。在完成了考核后，随着天魔宗的人一起进入了天魔城。又带人来了。负责看守城门的天魔宗弟子看到被带进城的许桃3人，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几天每天都有不少人被领进城，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阵法师。是啊，这已经是今天第4批来的人了，我先带他们去安顿，回聊。领路的天魔宗弟子随口回了一句，领着许桃3人向着城内走去。4人一直来到了一处宅院才停了下来。这名弟子敲响了宅院的大门，不一会儿，一名40来岁的中年妇人将门打开。人交给我就好，你先回去吧。女人的声音有些粗，脸上的皮肤同样十分粗糙，不过女人穿戴还是挺整齐的，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这个女人给许桃的感觉有点像是大户人家的粗使婆子。跟我来吧，先带你们去住处安顿。女人示意许桃3人跟她走。3人随着女人进入了大宅内，在被领去住处的路上，女人将这里的情况简单和许桃3人说了一下。我姓吴，是这宅子的外院管事，你们可以唤我一声吴管事。住在这里有什么不便的地方可以同我说，我会帮你们解决。这宅子里除了你们之外，还住着其他阵法师，你们没事的时候别乱走。有些阵法师喜静不喜欢被打扰，你们若是随便乱跑到别人的院子，到时候起了争执也是个麻烦。放心好了，吴管事，我们不会乱跑的。许桃笑眯眯地回道。吴管事没有说话，只是瞥向许桃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嫉妒。这女人生的一副狐媚样，希望别闹出什么事来才好。你们心里有数就好。吴管事倒也没有特意为难许桃，只是态度稍显冷淡了一些。对了，吴管事，不知我们要在这里住多久，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开工？他说的开工自然就是破阵。天魔宗请来这么多阵法师，而且看样子这人还没有招满，也不知道还要招多久，要招到多少阵法师才够。其实懂阵法的都知道，并不是阵法师越多破阵几率就越高，好的阵法师有1个就够了，实力不行的阵法师，你叫来1万个都不顶用。这个道理天魔宗不可能不明白。天魔宗叫来这么多阵法师，而且考核门槛还如此低，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总觉得这天魔宗不怀好意啊！等着就是，等时候到了，会有人来叫你们的。武管事将许桃三人领到了一处院子内。第622章，有人要结盟。这处院子名叫海棠院，里面有一栋2层小楼，楼上楼下加起来起码有30多间房间。许桃是阵法师，可以分到一个大一点的卧室。至于小雅和裴毅，则是以随行人员的身份跟着住了进来。他们2人虽然也各自分到了一个房间，但房间的大小和布置肯定和许桃的房间比不了。好在3人住的地方离得近，几步路就到了。回房看了眼自己的房间后，3人就窝在许桃屋里一起斗地主。许桃是真的不理解，明明回回都输，小雅怎么还能这么有兴致？3人玩了几把斗地主，就有人来串门来了。来人名叫陆云，也是来天魔中报名的阵法师之一。陆云身边跟着一名叫小峰的男弟子。小峰生的面容俊秀，为人机灵，在陆云面前极有分寸，看得出来陆云对他也有几分重视。许道友可知为什么天魔宗会突然将如此多的阵法师聚集在此？相互寒暄过后，陆云看着许桃说道。此时房间里裴毅和小雅都在。陆云见许桃没有避着2人的意思，也明白这2人应该是许桃的亲信，于是说话也没有了顾忌。听陆道友这么说，莫非是听到了什么消息？许桃知道这个陆云只怕是想对他说什么，便识趣的问道。其实这也不算什么秘密，我听说天魔宗之所以召集这么多阵法师来此，是为了一处秘境。陆云笑着说道。秘境？不是古魔遗府吗？许桃想到了进城之前听到的小道消息，那些不过只是外界的传闻，天魔宗发现的并不是什么古魔遗府，而是一处秘境。陆云十分肯定的说道。这处秘境只怕极不简单吧，否则天魔宗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许桃也没有纠结天魔宗发现的是秘境还是古魔遗府，对他说来，天魔宗发现的是什么都影响不到他。当然，除了生命法则结晶，就是不知道天魔宗发现的那处秘境和他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同一处。希望不是同一个地方，要真是同一处，那可就有点麻烦了。光是避过这么多人把东西拿到手，就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心力去筹谋的事。我听说天魔宗花费了10年时间，连秘境的第1层禁制都没有破除，这次叫来这么多阵法师，只怕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陆云道。万一我们这么多人也破不了那处禁制呢？许桃问。陆云眸光一闪道，那估计天魔宗也只能放弃那处秘境了。实不相瞒，我这次主动上门结识道友，实则是想与道友结盟。话说到这里，陆云突然一脸正色的道。结盟？许桃微微挑眉，看着他静待下文。你是担心天魔宗的人？许桃话还没说完，就被陆云抬手打断。是也不是，其实我们师徒会来此，并不是为了天魔宗的奖励，而是为了寻回我师尊的遗物。陆云叹息一声道。我师尊名唤长眉，修道3万载，拥有太乙真仙修为，在阵法一道上更是拥有不小的名气。5年前，天魔宗花重金请来我师尊为他们破除那处秘境的禁制，哪知师尊一去不返。师尊留在师门中的命牌也在某一日突然碎裂，而我在询问过天魔宗的人后得知，师尊是在破除第1层禁制之时陨落。师尊的遗体还有随身之物都被永远留在了那处秘境的第1层禁制之中。师尊的随身之物中有我宗门的传承之物，此物对我师门来说至关重要，是必须寻回的东西。我希望道友能助我一臂之力。陆云一脸认真地看着许桃，似在等着他的答复。抱歉，我想我帮不了你。许桃沉默片刻后，一脸歉意地拒绝了陆云。道友放心，我不会让道友白帮忙的。若是道友愿意助我，我愿以此物作为酬谢。说着，陆云从纳戒之中取出一个方形的玉盒，当着许桃的面将玉盒打开。只见玉盒内放着一块极为罕见的炼制阵盘的材料，这种材料极为难得，而且价格极高，每次在市面上出现都会引来无数阵法师的争夺。陆云愿意拿这东西出来，足见他的诚意。陆云拿出此物时也是自信满满，因为没有一个阵法师能够拒绝得了这个诱惑。他不信许桃能拒绝他，没想到他这次却失算了。许桃依然态度坚定地拒绝了他，一点挣扎犹豫都没有。陆云看出他的态度坚决，也不再多做纠缠，找了个借口带着徒弟小峰便离开了。师徒2人一路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该死，他竟敢拒绝我！此时的陆云哪里还有刚才的半分温婉，脸上满是怨毒。师父，那个女人既然如此不知好歹，等开始破阵时，定要趁机给她一个教训。小峰语带愤恨地说道。那还用说，敢拒绝我陆云，我定会让她付出代价。陆云冷冷一笑，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另一个房间中，许桃3人也正在聊起陆云。那个陆云说的，你信吗？裴毅看着许桃问。信了一半吧。
许桃将一颗花生丢入口中，边嚼边说：“那个陆云突然上门要和我们结盟，还拿出一件让阵法师无法拒绝的好东西当做酬金。我们这才第一次见面，彼此之间并不了解。若是真有心结盟，不可能不事先做一番调查再上门。他却在我们刚安顿下来不久便找上门来，他就不怕我们中途反水，趁乱杀了他，杀人夺宝吗？”这陆云出现的蹊跷，别看他说话时一脸的诚恳，但许桃总觉得这人看着有些装。因为心中对陆云的猜忌，许桃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不想和他有任何交集。我也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只怕另有目的。裴义点点头，对许桃的话表示赞同。他也觉得那个陆云目的不纯，说的话不尽不实，只怕这些话里有没有一半是真的都不好说。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只要我们不接招，想来那个女人也拿我们没办法。小雅道。第623章三大魔宗齐聚。陆云师徒前来结盟这件事，并没有被许桃等人放在心上，转眼就把这事儿忘了。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阵法师被安排住进这座宅子，周围几座院子都已经住满了人，直到再也住不下了，才没有再带人过来。这几天，许桃三人也一直有在注意各个院落的动静。住在这座宅院的，除了天魔宗安排的人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阵法师或是阵法师身边的弟子和亲信。住在一起的人多了，矛盾自然也就多了。这才住来不过3天，许桃就已经见证了好几次争执，有2次差点动起手来，好在天魔宗的人及时制止，这才没让那些人打起来。这群人中有几个比较活跃的，一直在拉人结盟，或是四处打探其他阵法师的虚实。许桃也被人找上门过几次，每次都被他应付了过去。陆云在被他拒绝后，便开始找其他人结盟，好些人受不了诱惑，答应结盟。陆云拉拢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几天就被他拉起一支不少于7人的队伍。许桃总觉得这陆云找人结盟的目的不简单，不过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可懒得管别人的闲事。在天魔宗不再带人进入这座宅院后，终于在2天后，他们这群阵法师被带了出去。因为人数太多，阵法师们被分成了好几批，分批被带去破阵。第一天带去了50名阵法师，过几日又带走了50人，可之前去的那50人却没有再回来。天魔宗也没有对之前那些人的下落做出解释，只是过来带了人就走了。有人心生不安，已有退意，也有人觉得破阵哪有那么快，那些没回来的肯定还在那里破阵呢，倒也没有把事情往坏的方面去想。小姐，这天魔宗的人不会真有什么阴谋吧？小雅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不安地说道。不管他们有什么阴谋，我都不打算离开。那个地方他是一定要去的。简言给他的地图上面标注的地点刚好就在天魔宗的封锁范围之内，如果不混在阵法师的队伍里过去，他很难在短期内不引人注意的去到那里。所以不管天魔宗是不是真有阴谋，他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计划。可是小雅还是担心。不用可是了，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放心吧，我可是白虎族族长的外孙女儿，真有危险，大不了我就把身份亮出来，看谁敢动我。许桃故作娇蛮地说道。小雅闻言，心中倒是终于没有那么担心了，只是这眼皮还是一直跳，对修士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知道自己说服不了许桃，小雅也只能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守在小姐身边，绝不能让小姐被伤到。又过了1天，终于轮到许桃被带过去。同去的还有49名阵法师，至于阵法师的弟子，还有贴身服侍的人，可以选择去或不去。天魔宗对他们并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不添乱就行了。许桃让小雅留在这里等，打算只带裴义一个人去。小雅坚决不肯，她可是要贴身保护小姐的，怎么能留在这里看着小姐去涉险？虽然同行的还有裴义，可是裴义实力并没有多强，小雅对裴义还是不能放心。她可不觉得裴义的实力可以保护好她的小姐。可许桃心意已决，小雅根本阻止不了她。最后小雅只能不情不愿地被一个人留下，眼睁睁地看着许桃和裴义离开。裴义在许桃决定留下小雅时，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并没有说什么。许桃知道裴义心里肯定已经有所怀疑，不过怀疑就怀疑吧，他就是不说，让他自己慢慢想去。许桃这头打定主意，暂时不把法则结晶的事告诉裴义，倒不是不信任他，而是这事儿太大，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等他把东西拿到手之后再说吧。反正他也不可能一直瞒着他。许桃等人被天魔宗的人领到了一片树林之中，这片树林很大，周围被一众天魔宗弟子把守着，防守严密到估计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许桃不由庆幸，好在他聪明，没有自己硬闯。这要是硬闯的话，估计小命都得交代在这儿。在树林里行走了好一会儿，终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3大魔宗的人齐聚于此，除了天魔宗、白骨岭和万花魔宗的人也都在这里，还有前2天被带来这里的阵法师也都在这儿。这些阵法师看着人都没什么事，只是脸色看起来十分苍白。
只不过，这周围的血腥味会不会太重啊？许桃暗暗皱眉，发现异样的不止许桃，不少阵法师都惊觉有异。只是来都来了，他们也不可能转身离开，只能静观其变了。有了这一批人，破解禁制的速度应该会快上不少。就在这时，一道妖娆的男音传来。不错，说话的是一个声音比女人还要妖娆多情的男人。此人身着一身深红色的长袍，一头墨发梳于脑后，头发上还插着一朵颜色鲜红的花。男人说话时，眉眼微微轻挑，指尖不自觉地玩起兰花指，看起来简直比女人还柔还美。此人正是百花魔宗宗主韩晴。别看他看着不过25、6，实则已经是好几万岁的老怪物。下次让他们再多带点人过来，人多一点放血比较快，省得浪费时间。这回说话的是白骨岭的领主白骨夫人。白骨夫人身着一袭黑裙，脸上像是自带烟熏妆，看着很有反派的气场。这位年纪同样不小了，也是不知道活了多久的老怪物。二位稍安勿躁，照我们现在的速度，禁制应该很快就能破，不急在这几天。天魔宗的宗主给人的感觉就比较正常了。这位宗主看上去30出头，一身白衣，一头白发，手握一把乌鞘长剑，偏薄的嘴唇看上去有些薄情，微微靠近他就能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就连这位宗主身边的植物都带上了一层冰霜。天魔宗宗主沈无安天生寒冰之体，之后又领悟了冰之法则，一身的功法也是至阴至寒。修为稍低一点的站在他身边，不过数息时间就能冻成冰棍儿。第624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禁制。在沈无安的周围，那是一个低阶弟子都看不到，也就只有另外2大势力的宗主敢站在他身边，不怕被冻死。既然人已经带来了，那就带去放血吧。沈无安看向一旁的大弟子，示意他把人带走。等等，放什么血？我们不是来破阵的吗？这时，人群中有人喊道：“是啊，我们可是说好来帮忙破阵的，凭什么放我们的血？”就是啊，我们不放血。如果要放血的话，老子不干了，快放我走！对对，放我们走！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不满的质疑声。沈无安只是冷冷地看着这群人，眼神像是在看几只不听话的蝼蚁。就在这时，叫嚣的最厉害的那个中年人突然闷哼一声，倒在了地上。中年人的脑门上多出了一个洞，就是这一个小洞，让中年人元神寂灭，魂飞魄散。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让所有人闭上了嘴。大家乖一点，好好听从安排，说好的好处少不了你们的，若是不听话，下场你们知道的。沈无安的大弟子冷竹站到众人面前，对众人冷冷说道。经过一番杀鸡儆猴，没人再敢有异议，哪怕有意见也只能自己憋着。不远处，早许桃等人2天被送来的阵法师们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兔死狐悲之色。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移开了视线。看他们的样子，脸色当真是苍白的可怕，这明显就是被伤了元气啊。有人坐在那里运功调息，有人吞服丹药打坐，看他们的样子，应该都在抓紧时间恢复。正在这时，一群脸色苍白若纸的人从后面被带了出来。这群人身上的血腥味很重，比坐在那边那群人还要重。看他们一个个脚步虚浮，嘴唇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看着好像那种重度喷血的病人一样。这到底是被放了多少血啊？看样子起码放了身体一半的血，还好大家都是仙人，若是普通人流这么多血，早死了。这群人被带到一旁的空地坐下，天魔宗的人一人给他们发了一粒血红色的丹药，这丹药应该是补气血的。服下丹药后，这些人脸色肉眼可见的好转了不少。看着这群人的惨状，人群中不少人已经开始暗暗咽口水。流了这么多血，哪怕通过丹药补回来，元气一样会大损。只怕耗损的元气根本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补得回来的。如果不是3宗宗主在那里看着，只怕早就已经有人受不了转身跑路了。现在却是连跑路都不行，只能被压着去当血牛。你们也看到的，我们天魔宗一定会保证各位的人身安全，只是放大家一点血而已。我们不是有提供丹药吗？修仙之人流一点血算得了什么？一粒丹药很快就能补回来。大家把心放宽，这禁制很快就能破了。大家最多辛苦那么2、3次，之后大家就可以回去休息了，而且还能得到一份丰厚的报酬，大家绝不会吃亏的。冷竹看着刚刚被带出来的那群人，对众人说道：“众人，当我们傻，放一点血不算什么？你怎么不放你自己的？”当然，大家也只敢在心里想想，没人敢当着冷竹的面把心里话说出来。冷竹当然也看出来这群人不服气，不过他们服不服气对冷竹来说根本无所谓，反正只是一群献血的工具人而已，留他们一命已经是仁慈。冷竹亲自领着许桃等人往里走，看样子是要带他们过去献血了。跟着冷竹走到一面石壁后面，石壁后有一条很长的通道，看样子通道内应该就是所谓的秘境所在。好在这条通道不是很深，一行人走了大概不到5分钟就到底了。通道的底部是一扇巨大的石门，石门前的地面上是一个复杂的法阵。
许桃在看到这个法阵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很快他的表情就恢复了正常。原来如此，看来和他之前的猜测差不多。刚才在外面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天魔宗大概是想用这个方法来破阵。现在看到这个阵法，他的猜测也算是被证实了。这个阵法叫做燃血大阵，用生灵的血来激活阵法，血放的越多，阵法的威力越强。不过能放入燃血大阵的血可不是普通修士的血，必须要是阵法师的血。阵法师的血液之中带着一丝本身对阵道的领悟，只有这样的血才能起到破阵的作用。难怪天魔宗会招这么多阵法师来此，看来人家一早就打的这个主意。这个燃血大阵是上古时一位天才阵法师发明的，在悠久的岁月中，燃血大阵也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里。没想到这燃血大阵居然被天魔宗所掌握，并且打算用它来破解这秘境的禁制。说到这个禁制，许桃看向了大门，他的破望之眼自动开启，眼前的禁制一一展示在了他的眼前。奇怪，真是奇怪，这禁制他竟然从未见过。这种禁制哪怕是在天震宗的传承里，他都没有看到过。不应该啊，天界之中不应该有这样的禁制存在，就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一样。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许桃猛然一惊，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难怪这么多的阵法师都破不了这个禁制，如果这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那能破得了才怪了。别说普通阵法师了，就算是圣阶阵法师来了都没用。话说回来，这个秘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天界的东西，总不可能来自传说中的神界吧？许桃心中正胡思乱想着，冷竹已经下令让所有人划破自己的手腕，将血滴入燃血大阵当中。损失一点血许桃倒是无所谓，他是神兽，本身体质就比人修要好，只要不是本命精血，普通的血损失一些也不是补不回来。一旁的阵法师们迫于无奈，只能亲手划破自己的手腕，开始往阵法里放血。第625章禁制破。许桃和裴毅并没有在这时候反抗，老老实实的划破手腕，开始放血。一边放血，许桃心中一边继续胡思乱想。话说这燃血大阵对这禁制真的有用吗？这个秘境好像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万一真是来自神界，他可不觉得天界的一个阵法能破得了神界的禁制。许桃的动作比裴毅要快一点，许桃已经开始放血了，裴毅这头才刚刚破掌手腕。许桃见他竟然也在放血，本想阻止来着，可惜还是慢了一步，裴毅已经把手腕划破了。裴毅的血刚刚滴入阵法当中，整座大阵瞬间被一道金光包围，原本没有动静的秘境大门竟传来了一阵轰鸣声。禁制破开了，禁制终于破开了，快去通知宗主！周围人的惊呼声传入了许桃耳中，许桃这才反应过来，他手脚麻利的为自己止了血，禁制都破了，还滴什么血？当他的血不要钱的？自己的血止住了不说，他顺手还帮裴毅把血给止住了。裴毅整个人愣愣的由着他操作，看着像是在发呆。你怎么了？许桃伸出小手在他面前晃了晃。怎么了这是？裴毅眸光一暗，微微的皱了皱眉，随后对许桃说道：没什么。你是不是不舒服呀？许桃伸手附上了他的额头，温度正常，没发烧啊。我没事，只是刚才的一瞬间，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些画面，那些面画太过震撼，是以裴毅的心境都差点有些道心不稳。你看到什么了？能让裴毅这么失态还真是少见啊。出去再说。裴毅看了眼四周围，眼神示意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许桃了然的点头，给他一个回头再说的眼神。就在这时，三大魔宗的宗主已经带着人匆匆赶到。这么大的动静，哪怕没人通知，以那三位的实力，也不可能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禁制怎么会突然就破了？之前这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万花魔宗主韩晴刚一赶到，就连声问道：冷竹，你说说看，之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沈无安看向冷竹，等着他的解释。师父，之前并未出现任何异样，禁制突然就自行破解了。冷竹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明明之前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常啊。沈无安自是相信冷竹的，冷竹不敢骗他这个师父。难道这禁制真是自己破开的？可是明明经过他们三人的勘察，这禁制离完全破解还有一段时间，起码还需要7天左右才有可能破开这第一层禁制。时间提前了这么多，若是这里面没有问题，沈无安是不信的。可冷竹又不可能欺骗自己，这禁制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就破开了？沈无安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倒是白骨夫人并没有想那么多，既然现在禁制已除，当然是要尽快进入秘境探索了。他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别管这禁制是怎么破的了，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进去看看吧。我真是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白骨夫人眼神热切地看着眼前的大门，这可是与神界有关的秘境，那可是传说中的神界啊。许桃没有猜错，这个秘境
还真是和神界有关。许桃虽然得到了天震宗的传承，但有些东西他还是知道的太少。比如与神界有关的事，他也就只是听说过一些众所皆知的小道消息，更多的就没有了。某些大势力的手中还掌握着一些神文和神界流传下来的一些禁制阵法图纸，哪怕这些图纸上的东西没人能看懂，也都被各大家族当宝贝一样珍藏着。神界的禁制与天界的禁制完全不一样，天魔宗的人当然一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境真正的来处。如果不是这块骨头实在是难啃，他们也不会和另外2宗合作，共同探索这处来自神界的秘境。现在秘境好不容易被打开了，白骨夫人自是难掩激动，迫不及待地想进去看看。先等等，里面是个什么情况还不清楚，不如派几个弟子进去探路再说。韩晴翘起兰花指，手指轻轻点在嘴唇上。韩宗主说的有理，还是先派几个弟子进去探路吧。沈无安也觉得贸贸然进去有些冒险，哪里需要派弟子探路这么麻烦？这里不是有现成的人选吗？白骨夫人似笑非笑地看向了那群打从他们3人出现就一直装鹌鹑的阵法师们。稍微冷静下来后，他也觉得自己的命很金贵，不宜冒险。派自己的弟子去同样有陨落的可能，培养一个弟子可不容易，不如让这些阵法师去，还能废物利用一下。反正看他们的样子，精神头都还不错，一看就是还没有放多少血，这禁制就被破了。如此也好。沈无安用眼神示意冷竹，冷竹点了点头，随后直接出言，让这群阵法师进入秘境先行探路。不是说好只放血的吗？怎么还要我们进去探路？能不去吗？我们只是阵法师而已，修为低微，实力又弱，真的不适合做探路的工作啊。是啊，是啊，拜托，还是换别人去吧。阵法师们苦苦哀求，大概是怕被杀，一个个语气都十分卑微，完全不敢硬气。刚才是你们说不想放血的，现在不是正好成全了你们吗？你们怎么还不高兴？乖乖进去吧，探好了路就出来，说好给你们的好处不会食言。但你们若是运气不好死在里面，那可就怨不得我们了。冷竹看着众人冷笑说道。有人还想说话，却被冷竹一个眼神制止。许桃等人被3宗的弟子驱赶着朝前走，眼看着离秘境大门越来越近，终于众人被推到了秘境大门正前方，只差几步就能踏入秘境大门内。走在最前面的几人因为闪避不及，已经将大门推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缝隙内传出一股强大的仙灵之力。只是打开一道小小的缝隙，就有如此庞大的仙灵之力溢出，这秘境内的仙灵之气究竟浓郁到什么程度？没人因为秘境内的仙灵之力浓郁而感到开心，反而脸色越发凝重。大家都知道，秘境内仙灵之气浓度越强，秘境的危险程度就越大。如此庞大的仙灵之力，这秘境得多危险啊！第626章，裴毅哪去了？秘境入口外，一堆修士的遗体逐渐浮现，这些应该都是之前破解禁制失败的阵法师。天魔宗筹谋多年，死在此地的阵法师只怕不计其数。之前有禁制在这里，这些尸体根本看不到。现在没了禁制遮挡，这些尸体才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地上的尸体堆成堆，现在却没人有时间去管这些修士的遗体。3大魔宗的人正在催促着他们往秘境内走，但凡反抗者一律杀无赦。一群阵法师被推挤着向前，直到全部被送入了秘境之中。许桃扶着裴毅进入了秘境之内。打从禁制被破，许桃就发现裴毅的精神状态非常差，甚至有些站不稳。难道是因为裴毅不是阵法师的关系？这染血大阵必须要用阵法师的血才能发挥出作用，裴毅不是阵法师，却将血滴入了阵法之内。难不成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裴毅被阵法反噬？可他的反应也不像是被阵法反噬了啊。许桃心中焦急，却又一时想不通裴毅身上发生异样的原因。本来许桃还想蛊进入秘境后，先找个地方苟起来，再好好检查一下裴毅的身体状况。没想到踏入秘境后，他竟与裴毅失散了。许桃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闪过，随后他出现在了一片沙漠之中，而他的周围压根儿就没有裴毅的影子，倒是其他阵法师一个不落的出现在了他附近不远处。许桃发现周围不见裴毅，焦急的环顾四周，却发现这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压根儿就没有裴毅的身影。人呢？裴毅去哪儿了？此时在另一处空间，不知昏迷了多久的裴毅悠悠转醒。这是什么地方？裴毅一个跃身从地上一跃而起，他打量起周围的环境，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许桃不知道去了哪里。在他的周围只有一棵巨大的古树，这棵古树十分巨大，裴毅站在树下，简直渺小的有如一只小蚂蚁。这棵古树仿若神灵一般，独立于这片空间之内，看上去那样的强大又神秘。许桃四处找不到裴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个秘境看上去不小，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大。想到裴毅可能调到了其他地方，许桃当然不会傻傻的守在原地。正好其他人也说要去附近看看，
他便决定和众人一起行动。这个秘境太神秘了，属于神界的秘境里面肯定有着不小的机缘，同样的也伴随着大危险。人多一点虽然不见得安全，最起码可以壮胆啊。这些阵法师也是可怜，本来以为找到了一个好差事，可以借此大赚一笔，没想到是一个巨坑。可恶，早知道老子说什么也不会来。要是当初没有贪天魔宗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唉，都是命啊。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抒发着心中的不满与忐忑。大家想开一点吧，这个秘境虽然危险，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希望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一名阵法师状似乐观的说道。是啊，只要活着，我们就还有希望，说不定这个秘境正是我们的机缘呢。又有一人说道。机缘？别太天真了，三大魔宗的人可不会便宜了我们，说不定我们一出去，立马就搜我们的身，让我们把在秘境内得到的东西全部交出去。三大魔宗现在在这些阵法师的眼中就没个好印象，怎么想他们都不为过。再说这也不是胡乱瞎想，以那三家的做派，这么做的可能性高达80%以上。就连许桃也不能昧着良心说那三大魔宗的人会让他们带走秘境内的东西，能活着出去就不错了。许道友怎么不见裴道友？刚才不是还看你们在一处的吗？陆云带着徒弟小风走到许桃身后，在陆云身边还站着3名阵法师，这些阵法师都是之前陆云联系的盟友。本来还有几个人，不过天魔宗把阵法师分几批带进来，打了陆云一个措手不及。原本联系好的人有几人早于陆云被带走，之前商量好的结盟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好在陆云之前联系了好几个人，就算计划有变，之前做的也不全都是无用功，可能被传送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也正找他呢。倒是陆道友，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许桃回头看向陆云，一脸淡定的说道。陆云摇头叹息，还没呢。刚才外面的情况许道友也看到了，我就算想有什么动作也没有时间。许桃点点头，这倒是实话。刚才在外面时候，三大魔宗盯着那么紧，陆云确实没有机会做小动作。他辛苦拉拢这么多人，许出去重礼，结果到头来还是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现在赔了东西，还什么都没有捞着，这损失不可谓不大。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还挺淡然的，一点不像蒙受损失的样子。陆云虽然面上不显，心中却对裴毅的消失有所猜忌。他们这么多人一起进入秘境，只有裴毅一人不见了踪影，莫不是让他得了大机缘？虽然陆云有所猜测，到底没有把自己的猜测说出来。两个女人虚伪的尬聊了几句，直到陆云被一位女修叫走，二人之间的无聊对话才终于结束。总算是走了。许桃暗暗松口气，他还真不想应酬这个陆云，这个女人给他的感觉实在太假。和这种人交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他在身后捅一刀。陆云离开后，并没有再来找许桃，周围也没有许桃认识的人，也没人跑来找他搭讪，他也乐得清闲。许桃庆幸自己出门的时候戴了面纱，要是没戴面纱，他这张脸存在感可是太强了。许桃还不知道，哪怕他戴着面纱，一样存在感不低。在场和许桃一样戴着面纱的女性阵法师还有好几位，但他硬是凭借着一身的贵气脱颖而出，成为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许桃身上的衣服、身上的首饰，全部都是小雅精心帮他准备的。衣服有多好看暂且不说了，光是这座衣服的材料就不是普通仙人可以拥有的。第627章沙漠的夜。许桃满心以为自己现在的样子很低调，除了之前接触过他的陆云师徒，不会再有其他人注意到他，却不知道这个队伍里其实有不少人在进入秘境之前就关注过他，还暗暗猜测过他的身份。只是现在大家一同落难，想活着都困难，也就没有那个心情再去关注别人。该死的，这沙漠究竟有多大？怎么走了这么久，连棵树都看不到？我们已经走了2个时辰了，周围除了一片黄沙，什么也看不到。眼前所见全是一片黄沙，也不怪众人的心情越发压抑。自从进入这个秘境后，众人不是没有想过直接飞到远处去看看，可这鬼地方它净空，一飞上去立马就会受到猛兽的攻击。那些攻击他们的猛兽个个都不好惹，如果不是他们及时降落下来，只怕早被那些大家伙撕碎了。还好那些猛兽只会在天空上进行攻击，对陆地上的生物完全不加理会。天空上有大型飞行猛兽在盘踞，想靠御空飞行离开这片沙漠是不可能了。现在他们能依靠的也就只有这双腿了，哪怕这沙漠再大再难走，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的靠双腿走出去。连续走了2个时辰，对仙人来说这么点路其实不算累，但一直看着同一片风景，怎么也看不到头，身体不累心也累啊。而且这天好像快黑了，天快黑了，不如我们先找地方安顿吧，晚上的沙漠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等着我们。这时有一位老者看了看天色，开口说道。
这里全是一片黄沙，在哪里安顿都差不多吧。一个男人烦躁的道：“那就在这里安置吧，等天亮了，我们再接着赶路。”众人也看出这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他们不过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天空就已经昏暗了不少。天黑的速度只会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快。众人分散开来，各自找地方休息。有人拿出了蒲团，有人拿出了随身洞斧。在天界，随身洞斧并不算多么少见的东西，有点闲钱的都会买上一个。不过这东西价格昂贵，普通的阵法师应该买不起。50位阵法师中，也就只有那么4、5位能拿出随身洞斧。哪怕是随身洞斧，外表看上去也是有差异的。有人拿出来的随身洞斧外表是茅草屋，有人拿出来的是小竹楼，还有人的随身洞斧外表看上去和四合院差不多。许桃的随身洞斧就是小竹楼的样式，虽然外表看上去只是一间普通的小竹楼，但里面可是被精心装饰过。许桃拿出随身洞斧后，就直接钻进了屋子里，并没有邀请其他人去小竹屋做客的意思。其他几位拥有随身洞斧的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邀请他人进入自己的随身洞府。进入随身洞府后，许桃立马尝试用仙币以及用通讯玉符联系裴义，可不管他用何种方法，发出去的消息全都石沉大海。许桃眉头紧锁，心中烦躁不安。之前在秘境外头的时候他就不舒服，现在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真是愁死人了。许桃联系不上裴义，做什么都没心情，随便做了点吃的，填了填肚子，就躺床上休息了。秘境的夜晚来临得很快，许桃才刚进随身洞府，天就已经完全黑了。夜晚的秘境温度突然降到零下100度以下，如果在场的众人不是仙人，只怕早就已经死在了这场极寒低温之下。如此低的温度，呼出的气都能凝结成霜。如果是普通的低温，对仙人并不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仙体早已经能做到寒暑不侵，区区低温又如何伤得了仙人？可这里是来自神界的秘境，这里的低温当然也不是普通的低温，极致的低温甚至能凝结仙人体内的仙灵之力。一开始大家还能用功抵御，可是渐渐的，仙力的运行越发困难。这突如其来的低温似乎不只会冻结他们体内的仙灵之力，还会冻结他们的灵魂。许桃是被冻醒的，不知道睡了多久，许桃突然被一阵刺骨的寒意冻醒。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冷？许桃搓了搓手，起床走到窗边，果然窗外的温度更低，外面那些阵法师的身上似乎都凝结出了一层冰霜。许桃赶紧关上窗户，又打开了屋内的空调。是的，这屋子里有空调。本来这个空调就是一个装饰，这个随身洞府里有许多许桃在蓝星时使用过的家用电器，比如烤箱、蒸箱、空气炸锅之类的厨房小电器。这些都是许桃特地找炼器师帮他按照图纸做出来的，一来是为了一个念想，二来也是为了做饭方便。至于空调，这就比较鸡肋了。本来随身洞府就可以自动调节温度，冬天不会冷，夏天不会热，所以空调什么的确实没什么用处。最起码从许桃拥有这个随身洞府到现在，他是一次都没有派上用场。没想到到了这秘境里，倒是给了这空调出场的机会。许桃把空调一开，再加上这随身洞府自身的温度调节能力，周围的温度总算是开始回升了。许桃也没那么冷了。就在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许桃用神识探查，发现门口站的是陆云。虽然不太想和陆云这个人多做接触，但看着陆云身后跟着的那一串人，还是去开了门。陆道友，不知深夜来此，所谓何事？许桃开门后也没有和对方废话，直接问起他的来意。许道友，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你，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现在外面气候异常，哪怕是仙人也难以坚持，希望许桃友能行个方便，收留几位道友在你的洞府内过一夜。陆云一脸抱歉地说道。许桃闻言看了眼陆云身后那一串人，微微点了点头。沙漠的夜晚确实寒冷，几位道友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请进吧。许桃侧过身，请陆云身后的人进屋。陆云见许桃这么干脆，脸上的笑意更深了。而跟着陆云一起过来的那群人，听到许桃的答复后，一个个一脸感激地向许桃道谢。许桃回以谦虚的笑，将这些人请进了屋内。第628章极寒极热。门外的陆云并未多留，看着这群人进屋后，他就告辞离开了。许桃也没有留他，这陆云自己就有住的地方，确实不需要来他这里借住。几个拥有随身洞府的阵法师中，就有陆云一个。看他的样子，就是自己收留了一些人住进家里，又跑出来做好人，对人进行道德绑架，要其他人也收留这些阵法师住进自己的随身洞府之中。许桃一开门就知道陆云打的什么主意，他一个人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敌得过这么多人。他是可以拒绝陆云，但难免在其他人心中落下一个见死不救的形象。万一这些人狗急跳墙，直接对他出手，抢夺随身洞府，到时候动起手来，就算他可以逃走，也难免有所损伤。既然如此，还不如收留这群人住一晚。而且
这才不过只是进入秘境的第一天，许桃可不想第一天就开始树敌。许桃想得清楚明白，完全不给陆云发挥的机会。陆云想通过道德绑架收买人心，也要看他配不配合。许桃确实猜对了陆云的心思，他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主动提出收留阵法师去他的随身洞府躲避外头的极寒天气，之后又说自己家里装不下这么多人，然后主动带着人去敲其他人的家门。之前被陆云找上门的那位阵法师本来是拒绝的，随身洞府是很私人的地方，谁会让一群不认识的人跑到自己的随身洞府里过夜？陆云见对方拒绝，经过一番道德绑架之后，终于让那人不情不愿地同意收留一些人住进自己的随身洞府。陆云得到了一群人的感激，倒是那位借出随身洞府的阵法师，因为一开始的态度并未收获多少感谢。本来陆云还想故技重施，让许桃吃个哑巴亏，没想到许桃竟爽快地同意了收留那些阵法师，打了陆云一个措手不及。陆云心中对许桃忌惮更深，面上依然不显。陆云走后，许桃也转身进了屋。屋子里被许桃请进屋的10名阵法师都十分规矩，并没有在屋里随意走动，也没有乱翻洞悉。看这些人教养都还不错，许桃也松了口气。收留这群人倒是没什么，就怕里面有个极品啥的。屋里要是进个极品，许桃就该头痛了。怕倒是不怕，但是烦啊。这群阵法师见许桃走过来，相继起身向许桃道谢。大家不用客气，请坐吧，我这里房间不够，只怕委屈各位了。许桃可没有撒谎骗人，他的随身洞府确实没有这么多房间，他和裴毅的房间是属于私人领地，他可不打算贡献出来。能收留这群人就不错了，再多的就别想了。好在这群人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并没有让许桃一定要给他们安排房间什么的。众人在客厅找了地方打坐，似乎是打算就这么将就一晚。许桃和众人打了声招呼，就回房去了。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呼啸而过的风声犹如魔女的怒吼。哪怕许桃的随身洞府本身就有隔音效果，但还是有一些声音传进了屋内。许桃透过窗户看着被吹得漫天飞舞的黄沙，还有黄沙中夹杂着的冰霜，眉头不住深锁。还好他的随身洞府是经过多次升级的，现在的等级可不低。他对住的地方还是有要求的，每次找到好的材料都会将自己的随身洞府进行升级。所以别看他的随身洞府不是很大，但其实等级却不低。再加上洞府内外的阵法由他亲自布置，外面哪怕温度降得再低，也无法对他的随身洞府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其他人的随身洞府可就不见得能在如此极寒的天气下撑下来了。许桃看着窗外，心中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很快许桃的预感就成真了，那间外表看着和茅草屋一样的随身洞府率先撑不住了。茅草屋被极致的寒气冻得完全碎裂，好好一个随身洞府就这么碎成了冰渣，看着好不凄惨。茅草屋被冻裂，屋内的阵法师们肯定也苟不住了。一群人被暴露在了极寒之中，一个个冻得浑身上下都结了一层霜。这群人无奈之下只能向其他人求助。就这样，许桃这边又收留了几个人，还有一些人去了其他人那里。这些人也算聪明，知道他们人多，如果只去投奔其中一家，很可能住不了这么多人。几位道友没事吧？许桃作为主人，来了新人还是出面招呼了一下。多谢许道友，外面实在太冷了，方道友的随身洞府都被这极寒天气冻毁，若非许道友收留，只怕我等过不了今夜。一名女性阵法师看到许桃后，一脸感激地对他说道。其他人也纷纷向许桃表达了谢意。那位随身洞府被冻毁的方道友正好也来到了许桃这里。因为随身洞府被毁，方道友看着精神不太好，应该还在哀悼他失去的洞府。许桃看出他心情不好，作为主人还是安慰了2句，可惜效果不佳，估计这位还要伤心上一段时间。这个夜晚除了许桃外，其他几位有随身洞府的阵法师都过得提心吊胆，就怕会不上这位方道友的后尘。好在一夜过去，也就方信阵法师的随身洞府被冻没了，其他人的洞府虽然都有一定的损伤，倒也保全了下来。天一亮，寒意开始退散，直到恢复到正常的温度。室外的温度恢复正常，众人从随身洞府内走出来，走出来的瞬间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气温既然已经恢复，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继续赶路，最起码要离开这片沙漠。夜晚的沙漠太过危险，那极寒的低温他们不知道还能承受几次，只有赶紧离开这片沙漠方为上策。虽然他们也不知道离开这片沙漠后是否还有别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又是在沙漠中赶路的一天，众人从早上开始赶路，一直到中午才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又继续赶路。白天虽然不冷，但温度变得极高。早上还好，越是接近中午气温越高，下午的时候温度高到简直像要将人烤熟一般。白天极热，晚上极寒，神界的秘境果然不简单。第629章废墟。许桃东东灌下几大口水，
整个人感觉像是重新活过来了一般。实在是太热了，周围一点风都没有，简直像被放在蒸笼上蒸，放在火上烤一样。许桃怀疑再这么下去，自己迟早被晒成人干。大家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太热了。这个提议没人反对。许桃放出随身洞府，迫不及待地跑了进去。其他人倒是没有往随身洞府里跑，各自布下一个隔热的阵法，暂时将热气阻隔在外。许桃进屋后，本想弄点冰饮好好凉快一下，没想到刚拿出一杯冰凉的饮料，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惊呼声，有人在疯狂拍打着他随身洞府的大门。听着声音如此急切，许桃也顾不上冰饮了，小跑几步到大门口将门打开。怎么了？怎么了？一开门，许桃就急忙问道：“许道友，不好了，你看那边！”来拍门的是昨夜被许桃收留的一位女性阵法师。许桃记得她叫刘敏君，一位自学成才的阵法师。因为资质普通，找不到强大的阵法师愿意收她为徒。多年以来，她一直努力的自学阵法。在他们50名阵法师中，她的实力算是中下等。虽然实力一般，但许桃对刘敏君还是挺有好感的，因为这人为人不错，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许桃闻言，转头看向刘敏君所指的方向，只见远方一阵沙土飞扬。在飞扬的黄沙中，似乎还能看到某种生物在移动。许桃的破望之眼已经下意识地开启，只见那一片滚滚黄沙之中，有密密麻麻的蝎子在高速移动，而且看那些蝎子移动的方向，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卧槽，这么多蝎子！许桃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许道友，现在情况危急，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刘敏君急切地对许桃说道。许桃点点头，随后收起随身洞府，和刘敏君一起跑路。在刘敏君狂拍许桃家大门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阵法师先行一步逃跑了，其中还有不少是许桃昨夜收留过的阵法师。危急时刻，这些人连来通知一声都不愿意。不过许桃也没想过去指责这群人，毕竟他从未想过能从这群人身上得到什么回报。因为耽搁了一些时间，许桃和刘敏君落到了队伍的最后。既然是在逃命，也没人想着节省仙灵之力，一群人将仙力运转全身，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奔驰。仙力不够就吃丹药补充，丹药像不要钱一样往嘴里灌。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哪怕天气再热，也没人舍得用丹药来补充仙力，都是让仙力自行恢复。现在急着逃命，刚刚才抠抠搜搜的阵法师们，一个个都变得财大气粗了起来。众人逃得飞快，但身后那群蝎子却一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直追在他们身后。众人不敢停留，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逃到一片废墟跟前，才终于停了下来。大家快看，那群蝎子不见了！有人回头看了一眼，见身后风平浪静，顿时一脸惊喜。跑了这么久，大家早就累了，可算是把这群蝎子甩掉了。真的，身后那群东西总算是不再追着我们跑了。太好了，得救了！跑了这么久，众人也不顾什么形象了，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调息。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缓过气来。话说回来，这里是什么地方？已经有人开始打量起了周围的环境。他们现在还是在沙漠里没错，并没有逃出这片沙漠。奇怪的是，面前这处废墟，面前这片已经倒塌的建筑群，还能看出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一座城市，就是不知道以前都有谁在里面生活过。要不，我们先进去看看再说。有人提议。也好，反正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看看再说吧。走吧，进去看看。众人纷纷点头，同意了这个提议。人都有好奇心，这里可是神界的秘境，现在又出现了一座疑似有人生活过的城市废墟，当然会想进去看看。对传说中的神界，天界众仙就没有不好奇的，就连许桃都带着几分好奇心。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用破望之眼先探查了一下这座废弃的城市。破望之眼下，这座城市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许桃看着围绕着这座城市的黑气，心中多了一丝迟疑。这黑气可不像是好东西啊，就这么进去不会有事吧？许道友，还愣着做什么？快走啊！刘敏君一直站在许桃身边，见他还在站着发呆，于是出声提醒。哦，好。许桃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废墟，还是跟着众人一起走了进去。远处一群沙漠毒蝎看着逐渐踏入废墟中的众人，转头消失在了沙漠之中。里面居然有人！天啊，这些人是活人吗？快看！一踏入城内，街道上的景象让众人差点惊呆了。只见街道上居然站着不少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人像是被人定在了原地一样，一动不动。如果不是感受不到生命气息，光是远远的看着，还真会以为这些都是活人。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他们变成这样的？刘敏君看着这一城的人，眼神中透着一丝怜悯。有胆大的干脆凑了上去，用指尖轻触这些人的身体。结果刚刚碰到这面前之人的衣物，
那具被钉在原地的尸体就化成了一捧黄沙，落到了地上。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众人吃了一惊。大家别碰这些人！第一个伸手的南修立马高声提醒众人。南修刚说完这句话，马上一脸痛苦地跪倒在地上，他的面颊开始泛红，整个人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嘶吼，双眼睁得极大，像是要从眼眶之中拖出一般。怎么了？他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一定是这些人，一定是他们身上有问题！众人一脸惊慌地说道。那人嘶吼了几声之后，便死相难看地倒在地上，整个尸体变得漆黑，像是被泼上了一层墨一般。第630章诡异，张道友死了。有人一脸不忍，大家小心，千万别碰到这些人。有人赶紧出声提醒众人。其实不用他提醒，大家也知道不能靠近这些已经死去的人。前车之鉴还在那儿躺着呢，要不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这个地方太古怪了，我总觉得不安。一名女性阵法师提议。我也这么觉得，这地方如此古怪，我可不想像张道友一样死得不明不白。走吧，赶紧出去，我是1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自从这位张姓阵法师死在了众人面前，没人再想留在这座废弃的城市当中。才刚进城就发生这么可怕的事，谁知道这座诡异的废墟里还有什么危机在等待着他们？比起在这座废墟之中面对未知的危险，他们宁愿冒着炎热在沙漠中赶路。许桃也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有人提议要走，自是欣然同意。众人向着来时的方向走去，想要赶紧从这里出去。可当众人看向来时的方向时，却发现之前的入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怎么会这样的？我们明明是从这里进来的，入口呢？入口哪儿去了？不会吧，我们岂不是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大家分头找找，这座城市已然废弃，肯定还有别的出口的。陆云带着安抚意味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陆云这段时间一直在努力和这些阵法师打好关系，通过昨夜的事收买了不少人心，他的话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最起码现在众人不像刚才那般慌乱了。陆道友说的对，肯定不止一个出口，我们再好好找找，一定能找到出去的路的。和陆云结盟的一位阵法师也在此时开口附和他的话。众人想想也是，这座城市已经废弃这么久了，出入口肯定不止一处。众人分散开来，开始到处寻找出口。许桃也选择了一个方向，打算顺着这条路找找看。刘敏君和许桃结伴而行，二人顺着一道小巷一直走，可是走到头也没有看到出去的路，反而只看到一条死胡同。不如我们飞上去看看。许桃提议，虽然不知道这里惊不惊空，为了找到离开的办法，总要试上一试。让我来吧。刘敏君按住了已经准备升空的许桃，提议由自己去。刘敏君飞升到半空中，这回并没有出现大型的飞行猛兽来攻击他。刘敏君在半空中待了一会儿，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其他人见刘敏君飞到天上也没事，也都跟着飞到了半空中。许桃也紧随其后飞了上去。站得高果然看得远，废墟外的景象被看得一清二楚，有人已经动身打算直接飞出去。没想到飞到废墟边界处的时候，突然被一面看见的墙挡住，无法再往前移动一分。怎么会这样？好些人跟着飞过去，不死心的想尝试突破。许桃也跟着过去试了试，没用，这面墙看不见但摸得着，哪怕使用仙力攻击，也依然无法突破这面墙，从这里出去。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有人急切地问道。怎么办？早知道就不进来了，可惜现在后悔也晚了。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先在城里四处看看，一定有办法出去的。有人冷静下来后对众人说道。是啊，大家先冷静一下，我们一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的。陆云道。这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从半空中回到地面，因为出不去，他们只能先在这座废弃的城市里进行探索。除了在场的49名阵法师外，还有几位是阵法师带在身边弟子，这些人数加在一起总共有57人。57人各自分散，开始在城内进行探索。许桃和刘敏君继续同行，二人寻了一处宅子走了进去。这处宅子虽然已经倒塌了大半，但还是能看出在倒塌之前应该也是一处不错的宅院。住在这里的人家里条件应该不会差。许桃和刘敏君在宅子里发现了10几个下人，这些下人最后的表情看上去十分惊慌，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他们的表情和街上那些人一模一样。除了10几个下人，在屋子里发现了3位疑似这宅子主人的存在。这3人穿着打扮看着就和外面那些下人不同，一看就是主人家。3人的表情却与外面那些人如出一辙，似乎都是在看到某个可怕的存在后，瞬间被定在了原地，失去了生命。当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全都死得如此诡异？刘敏君喃喃自语道。要杀死这一城的人难度本来就不低，这些人应该都不是普通人，都是有修为在身，
而且修为还不弱，要在一瞬间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并让他们的尸身不腐保持这么多年，这可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做到的事。如此诡异的画面令刘敏君忍不住汗毛直竖。如果不是不能离开这里，他真的想马上从这座诡异城市出去。我只想知道，当年杀死这些人凶手是不是还留在城内？许桃的小手轻点下巴，皱眉说道：“应该不能吧？这些人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那个凶手怎么可能还留在这儿？”刘敏君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万一呢？万一他和我们一样不能从这座城出去呢？或者我们之所以困在这里出不去，就是他的手笔呢？这座城如此诡异，许桃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不会吧？若这是真的，那他们还有希望吗？能轻易杀死这一城的人，肯定也能轻易杀死他们。那他们岂不是死定了？刘敏君越想越心惊。这只是我的猜测，不用这么惊慌，说不定是我想多了。许桃见他似乎有些吓到了，于是说道：“一定是你想多了。”刘敏君赶紧道：“我们快走吧，去其他地方看看。”这里没有任何发现，刘敏君叫上许桃，想和他一起去别处再看看。先等一下。许桃叫住了已经打算离开的刘敏君。第631章恶神。突然被叫住，刘敏君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怎么了？他回身问道。你看那儿。许桃指了指书柜的方向。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这家的书房，而这3位疑似主人的存在就是死在了这书房之中。刘敏君看向了许桃所指的方向。一开始他也没看出什么，可是再仔细一看，果然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书架后面好像是空的。刚才他的注意力都在这3人身上，并没有注意到书架。现在被许桃提醒，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架上，这才发现了书架后面的异样。许桃和刘敏君走到书架旁边，这书架应该是匆忙之间被移过来的，并没有完全被移回原位，因为留了一丝缝隙，才被许桃发现了这书架后的秘密。2人将书架推到一边，果然看到书架后面露出了一间20平左右的密室。在这间密室里，只有一个神龛、一个香炉以及墙上挂着的画像。画上画的不是人，似乎是某种兽类。这只奇怪的兽形生物，许桃在天界从未见过，就连万兽谱上都没有。万兽谱是天界流传的一本书，书上记录了生活在天界的各种生物，只要是在天界出现过的，哪怕是神兽万兽谱上都会有记载。可这画像上的生物，他从未在万兽谱上看到过，果然是来自神界的生物吗？刘敏君也在打量着画中的生物，这画里的东西有几分像蜥蜴，像蜥蜴又有点像鳄鱼，甚至还有几分像别的什么东西，就像是好几种动物组合在一起一样，给人一种不适的感觉。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家的密室里？刘敏君喃喃道：“你看，这画上有字。”许桃指向画像角落的2个小字：“恶神。”许桃将上面的2个字念了出来。这是神？刘敏君一惊，长成这样，只怕是神也不是什么正经神。这幅画透着一抹邪性，许桃可不信这会是什么正经神。在家里供奉这种东西，只怕这家人也有问题。看看这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看完了画像，2人又四处看了一下。可惜这间密室里除了这幅画像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2人离开了这幢宅院，继续在城内四处探索，希望有所发现。1个时辰后，在城内四处探索的众人纷纷从城内各处赶回来。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一会合，就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有发现出口没有？”别提了，我这边没有任何发现。有人失望地说道：“我这边倒是有一点发现，不过这些发现和出口没什么关系。”又有人说：“我除了发现一幅看着比较诡异的画像之外，就没发现别的了。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木雕，我还把它带过来了，你们看。”那人一面说，一面从纳戒之中取出一座木雕。许桃定睛一看，这木雕居然和他在密室里发现的画像一模一样。这木雕我也看到了。木雕一拿出来，立马有人说道：“我也发现了几幅和这木雕一模一样的画。”另一人道：“我也是，我也发现了，我这边也是。”众人纷纷表示自己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不是雕像就是画像，而且这些东西都藏得比较隐秘，如果不是他们搜查的比较仔细，只怕根本发现不了。我们也有在一间密室里发现一幅同样的画像，画像上还写着“恶神”2字。刘敏君对众人说起了他与许桃的发现。对，就是恶神，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字。我也发现了。许多人都在这时出声附和。所以这雕像上的生物实际上是一尊神灵。有人皱眉道：“能被称为恶神，只怕也不是什么正经神，多半是邪神。你们说，这座城变成这样，会不会与那所谓的恶神有关？”有人猜测道：“我觉得多半是这样，很有可能。”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多半人都觉得这座城市之所以会变成废墟，城里的人之所以会死，很大可能就是那所谓的恶神所为。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觉得城内的人信仰恶神，这恶神应该不会将自己的信徒全部杀死。当然，持这种看法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所谓的恶神不是什么好东西。众人讨论了半天，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出口依然没有发现，众人只能继续待在这座废弃的城市之中。夜幕很快将要降临，许桃决定先找个地方落脚再说。这个地方如此诡异，谁知道晚上会不会发生变故？其他人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想法。为了相互之间有个照应，众人找了2家相邻的客栈，暂时住了进去。这2家客栈的空房间还是挺多的，住他们50来号人完全没问题。客栈的大堂因为本身就有不少人，哪怕那些人已经死了，也没人想在那里待。找到空房间暂住后，众人基本都是待在自己屋里，没人在外头逗留。夜晚降临得很快，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许桃的眼皮打从天黑后就开始一直跳，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或许是因为心中的不安，他一夜都没有睡，选择打坐修炼。虽然这地方出不去，但仙灵之气还是十分浓郁的，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其他人也和许桃差不多，都没有打算在这种地方睡觉。在这种地方都能睡得着的，这心得多大啊！许桃本以为这个晚上会发生点什么，结果直到天亮都没有发生任何事。难道是我想错了？许桃不由嘀咕道。就在许桃自我怀疑的时候，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惊呼声：“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大家快出来！”许桃听到响动，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同一时间，待在房内的众人也都纷纷从房内走了出来。出什么事了？问话的人名叫严川，是一个看上去30来岁的阵法师。第632章八祖回来了。不好了，对面客栈出事了，有人死了。说话的人名叫张兰，是一名长得微胖的女阵法师。张兰看上去40来岁，为人有些大嘴巴，是阵法师中最爱说话的一个，平时没事就爱找身边的人聊天。之前大家一起住在大宅子里的时候，这位就是最爱串门的。好在张兰住的院子和许桃住的院子有一段距离，张兰也没上门来找过他，所以2人也不算相熟。出事的是一名叫做王生的阵法师。王生看上去不算年轻，只看外表的话，看着50上下。昨夜他自己独自一人住在最东边的房间里，直到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与他相熟的阵法师上门寻他说话，没想到推门进去就发现王生已经失去了生机。诡异的死，王生是站着死的，他死后还是保持站着的状态，脸上的表情定格在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王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似乎是看到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东西，整个人都表现得十分惊恐。从他的脸上甚至可以看到他死亡瞬间的那种绝望与恐惧。别碰他！这时有人想伸手碰触王生的尸体，却被一名阵法师叫住。那人猛地收回手，终于想起了昨天死的那位阵法师，就是因为碰了城里的尸体才死的。那人暗道一声好险，赶紧向出生提醒他的人道谢。刚才出生的人姓于，是在场阵法师中年纪最大的，一头白发白须，身着白色长袍，看着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多谢于老刚才的提醒，若不是有于老在，只怕我此刻已经步了张道友的后尘。这位逃过一劫的阵法师姓陈，大名叫陈春。陈春对于老那是真心感谢，他差点就因为一个不小心挂了，能不对于老心存感激吗？陈小友客气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于老笑得一脸谦虚，这可不是小事，这可是事关在下生死的大事。陈春一脸正色道。于老依然一脸谦虚的客套着，其他人可没心情看他们2人在这里表演。在陈春退开后，好几个人围在了死去的王生周围，打量着他的尸体。看得出来他是怎么死的吗？死因应该和城内其他人一样。可恶，到底是什么人动的手？和王道友住得近的都有谁？你们昨夜一点声音没听到吗？陆云站在王生旁边，看着其他人问道。虽然我住在王道友隔壁，可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听到。我记得昨夜十分安静，我一直都在打坐修炼，并未发现任何异样。自称住在王生隔壁的阵法师名叫李寻，年纪看着不过25、6，模样颇有几分清俊。我能证明，昨夜我与师父当真什么也没有听到，整个房间都很安静。李寻的小徒弟急忙出声为师尊作证。我住王道友对面，昨夜风平浪静，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住在王生对面的人也说话了。紧接着，住在王生附近的几位阵法师都纷纷开口，表示昨夜当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别说打斗声了，连求救声都没有。结合众人的话，可以看出这王生是在那个凶手出现的瞬间被击杀，所以屋内没有传来打斗声，更没有求救声。想到有人能在一瞬间杀死一位阵法师，这让众人心中十分不安。不管杀死王生的是什么东西，他能瞬间杀死王生，
肯定也能杀死他们。王生的死在场众人心中种下一丝阴霾，因为死了人，没人再敢在客栈待下去。趁着天亮，众人开始寻找离开的办法。今天众人寻找得更加积极，接连死了2位阵法师，这让众人只想赶紧离开这座城市，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转眼半日就这么过去了，许桃一行人将城内转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出口的地方。倒是有个地方引起了许桃等人的注意，虽然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出口，但有问题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个地方是一处祠堂，这祠堂位于城内某处街道上，在祠堂的2侧还能看到不少住家。祠堂周围的建筑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损毁，有些建筑甚至只能看到一片倒塌的废墟。可这座祠堂却安然无恙，没有一点损毁，似乎还是当初的模样。整座城市完全没有损毁的建筑极少，这座祠堂无疑是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建筑。正是因为它的完整，才让这些阵法师觉得这地方有问题。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入祠堂内查看一番，看看这祠堂内是否有离开此地的办法。若是出口当真就在祠堂内，他们也就能出去了。下午，众人一起来到了祠堂外。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在场56人中，只有10几人进入祠堂查看情况，确定里面没危险，其他人再进去。许桃并不在那10几人中，他和其他人一起等在祠堂外，等着那些人出来。大概过了1刻钟，进入祠堂的人终于出来了。怎么样了？于老帅先问道。此次进入祠堂的人中就有陆云，见于老问话，陆云便答道：里面有很多牌位，还有不少仙人的画像，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恶神的雕像。从陆云口中，众人也算是对这祠堂有了一定的了解。这祠堂前面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的祠堂，但祠堂后面却有一个隐蔽的房间，房间内立着一尊雕像，这雕像足有1人高，是他们在城内发现的最大的雕像。又是恶神，许桃暗暗嘀咕：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八祖的声音冷不丁的传来。许桃一惊，随后又忍不住一阵惊喜：八祖，原来你还在啊！许桃又惊又喜的在心中喊道：我还以为八祖你已经走了呢。许桃已经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八祖了，他还以为八祖已经离开，没想到这突然又联系上了。是走了，闲着无事回来看看你。八祖的声音再次传来。之前许桃寿元受损，被白虎族的人带走，他的存在也被族中的几个老家伙感应到了。第633章出去的方法。他在白虎族本就不是很受待见，现在见他回来，几个老家伙联合起来对他一通说教，还把他困在族内想罚他。他是谁啊？哪能乖乖受罚？借着之前和这丫头之间的联系，从族的逃了出来。没想到刚一回来就发现这丫头又差点把自己给玩死。八祖，你回来就好了，我和裴姨失散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还有，这座城只能进不能出，我们已经被困在这城内2日了，还是找不到离开的办法。八祖，你是不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许桃再次听到八祖的声音，有些激动，一不留神小嘴就说个没完。好在他的脑子还没罢工，想到了八祖出现时说的第一句话，难不成八祖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如果本座没有看错的话，这里应该是恶神的封印之地。许桃忙问：恶神的封印之地？这恶神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真的是神界的神吗？这东西怎么可能是神？不过只是一个疯子造神失败的产物罢了。八祖的声音带着一丝嘲讽。造神失败？许桃听到了这几个关键字，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八祖，和我说说呗，那个疯子是谁？还有这造神又是怎么回事？神界不是神灵生活的地方吗？他们本来就是神，为什么还要造神？许桃心中有一堆疑问，迫切的想让八祖和他好好说说。八祖还没有开口，许桃在此时听到刘敏君在叫他：许道友，要进去了，一起吧。刘敏君对许桃说：好。许桃跟在刘敏君旁边，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了祠堂。一路上许桃也没有闲着，还在通过意识和八祖聊天。八祖，咱们继续啊，你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许桃见刘敏君没有注意自己，再次将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八祖那边。好吧，既然你想知道，那本座就和你说说。你想先知道什么？八祖问。还是先说说这座城是怎么回事吧。许桃虽然对造神的事更好奇，可现在他还身处险境，哪里有心情聊什么八卦？大不了以后再问，还是要先从八祖这里弄清楚这座城是怎么回事。这座城名叫望月城，乃是属于神界的一座城市。这座城里生活的多是一些普通人以及修士。等会儿，神界也有普通人？许桃忍不住打断了八祖的话。八祖暗暗翻了个白眼。神界说到底也只是更高一级的修仙界罢了，里面当然也有普通人，而且还不少。虽然神界名字叫神界，其实里面真正修炼成神的存在也不多。那些存在大多生活在天外天，并没有和这些普通人以及修士生活在一起。原来如此，
许桃恍然大悟，他还以为神界里生活的全是神呢，原来也有普通人啊。等等，为什么八祖会对神界这么了解？许桃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现在不是找八祖问这些的时候，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这望月城只是神界边陲之地的一方小城，这座城内生活的大多都是方氏族人。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祠堂就是方氏一族的祠堂。那恶神和望月城有什么关系？和方氏族人又有什么关系？许桃又问。这望月城内的方氏族人全部都是那恶神的信徒，神最喜欢的就是心怀恶念的恶人，越恶他越喜欢。那所谓的恶神说到底也不过只是修士造出来的，一个修士却妄想造神，也难怪最后落到那个下场。八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声音中带上了一丝讥讽。方氏一族供奉邪神，最后被神尊做下神使，亲自出手封印，那恶神便与方氏一族一同被封印在了这座城内，永世不得出。神尊又是一个没听过的称呼，听这称号八成是神界的大佬。许桃心中暗自嘀咕道，虽然八祖已经告诉他这邪神被封印的经过，但说的却极为笼统，好多事情都没有说到。比如那恶神到底是谁造的？听八祖的意思，神是一位修士造出来的。那人为什么要造出恶神？还有恶神又是如何成为方氏一族供奉的邪神的？这一切八祖都没有讲到。不过这些许桃虽然好奇，倒也没有马上就想知道的急切。比起这些八卦，他还是对如何离开这里更感兴趣。他这么想，当然也这么问了。想离开这里倒也简单，杀掉那个所谓的恶神就行了。八祖说道。杀掉恶神？开什么玩笑？那可是神界的邪神，就我们这些人哪有这本事？许桃想也不想的反驳。别担心，那恶神说他是邪神都抬举他了，要杀他也不难。八祖的声音十分不以为意。那是对你来说吧？许桃小白眼一番。对你们来说是有一点难度，但也不是做不到。毕竟他都被封印了这么多年了，只怕早就已经衰弱到不行了。你想想看，若是他当真还有当年的实力，在你们进城的时候就可以杀掉你们，怎么可能从你们进城到现在就只死了一个人？八祖又道。许桃转念一想，好像是这样没错。难不成那恶神没有杀他们不是不想杀，而是没有把握一次对付他们这么多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希望。八祖，那恶神现在在什么位置？你知道吗？许桃问。他就在这儿。许道友，你来这边看看。刘敏君站在不远处招呼许桃过去。许桃暂时将注意力拉了回来，朝着刘敏君所在方向走去。刘敏君所指的地方是一间地下密室，这间密室很隐蔽，之前应该还有阵法隔绝神识勘察，不过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这阵法早就已经失灵了。若非阵法失灵，如此隐蔽的地方也不会这么轻易被发现。许桃跟着刘敏君一起下到地下室内，大门并没有锁，很轻易就被打开了。门后展现在二眼前的是犹如炼狱一般的画面。第634章又出事，尸体，全是尸体，干枯的血池，被绑在石柱上的少女，被打断四肢的少年，被分尸的幼儿，这些人依然维持着死亡之时的模样，除了地上已经干枯的血液，能看出他们已经死去很久很久。但是看着这些尸体，肯定会以为他们才死去没多长时间，太残忍了！祠堂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刘敏君的眉头深深皱起，显然眼前的画面让他有点接受不能。许桃同样因为眼前的画面感到不适，这些死去的人一看就是普通人和低阶修士，这方氏族人为什么要抓这么多普通人和低阶修士到这里，还如此残忍地对待他们？这祠堂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也太残忍了！有几位阵法师也找到了这里，看到眼前的画面，无不一脸怒容。仙人已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但在成仙之前，他们也只是普通人，看到这些普通人被如此对待，心里还是会不舒服。犹如地狱一般的画面，让众人更加肯定这祠堂里只怕藏有大秘密。离开了令人不适的地下室，许桃开始思索如何引导这群人发现恶神。毕竟光靠他一个人是杀不了恶神的，想杀恶神还是得借助这群人的力量。恶神所在的位置，刚才八祖已经告诉他了，而他要做的就是把众人引到恶神面前。许桃佯装无事的与刘敏君继续在祠堂内四处查看，直到来到了那间存放着恶神雕像的房间内。恶神的雕像果然做的和人一样大，他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雕像连1米都不到，大多都只有婴儿一般大小。像这么大的，找遍了全城也就只发现了这一处罢了。许桃只是盯着雕像看了几秒就移开了视线，刘敏君则盯着雕像多看了几眼。只有这里的雕像这么大，其他人家里的都是比较小的，这里面难不成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不成？刘敏君看着雕像猜测道。许桃暗暗摇头，不，你想错了，之所以大小不一样，不过是因为你面前的不是雕像，是那恶神的本体。不错，他们面前的这尊雕像实际上就是恶神的本体。
雕像不过只是他的伪装罢了。许桃看破不说破，现在这里就他和刘敏君2个人，要是打起来，只怕占不了丝毫便宜。众人在祠堂内转了一圈，把整个祠堂里里外外都找遍了，虽然有所发现，但这些发现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鸟用。客栈里死了人，本来大家都不太想继续住在客栈里，可城内还保持完好的建筑本就少，还要能住下他们这么多人的，那就更少。无奈之下，众人还是只能继续住客栈。夜幕再次降临，这个晚上注定是个不眠夜，没人能睡得着。许桃同样一点睡意都没有，他知道今天晚上那个什么恶神一定会出现，就是不知道今天晚上谁会是那个被恶神看中的幸运儿。今天白天在祠堂的时候，许桃本来是打算直接拆穿那尊雕像就是恶神，可八祖却阻止了他。恶神在夜晚能力会增强许多，而当时已经离天黑不远了。八祖的意思是让他明天趁着天色早的时候将众人带到祠堂，然后一起动手灭了恶神。许桃觉得八祖的话有道理，只得暂时压下想心中的想法，等到明天天亮再说。现在要紧的是如何度过今晚。今天晚上恶神一定会有所行动，而恶神杀人的规律则是以恶为食，也就是说一个人心中的恶念越重，越能吸引恶神的注意。方氏一族的族人虽说他们都是恶神的信徒，却也是恶神培养的食物，当他们的恶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恶神的食物，而在他们变成食物之前，恶神对他们可说是有求必应。如果不给出足够多的好处，养大他们的野心，这些人心中的恶也不会被无限放大。就是因为恶神这么灵验，信奉他的人才会那么多。只是这些人却没有想过，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就算是神，人家也不是做慈善的，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还什么都不用付出。这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吗？昨天死去的王生应该就是一位心中恶念很重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第一时间被恶神盯上。这次被盯上的会是谁呢？许桃和其他阵法师也不熟，并不知道他们谁的心中恶念最重。他比较熟悉的也就陆云和刘敏君。刘敏君他虽然不算了解，但这姑娘知恩图报，因为受过他的恩惠，一直在努力想为他做点什么。像刘敏君这样品性不错的人，许桃不相信他心里会有太大的恶念。至于陆云，这个女人看上去心机很深，但人家心机深也并不代表着心里就装满了恶意。而其他人许桃了解的并不多，哪会知道他们谁最恶？既然要杀的是恶人，许桃也懒得去阻止。如果杀的是好人，他可能还会插手一下，恶人他就懒得管了。到了后半夜，周围依然风平浪静，但没人敢放松警惕，因为王生死的时候也是这般无声无息。翌日，许桃在天刚亮的时候就推开了房门，开始查看周围人的情况。许桃周围住的几个人都好好的，没人死，但其他楼层还有隔壁客栈的人就不知道了。不好了，紫罗仙子死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阵惊呼声。死的居然是他！许桃有些意外。那位紫罗仙子，许桃有些印象，那是一位生得端庄温婉的女仙，面如银盘，身材圆润，模样像极了一位端庄温婉的大家闺秀。实在没有想到，他们这群人中心中恶念最深的，居然会是他。是陆云，他都不会这么惊讶。走，去看看。住在2楼的人急匆匆地上了3楼。3楼的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大多数人都挤在门口，并没有进去。屋子里的人也不少。许桃在人群里挤了又挤，才终于挤进了紫罗仙子的房间内，也见到了紫罗仙子的尸体。紫罗仙子看着不过20出头，洗着一身紫衣，见到谁都笑得一脸温婉。虽然她没有刻意去讨好，但在他们这群阵法师中，紫罗仙子的人缘算是比较好的。第635章燕昌君。和陆云的苦心经营不同，他是那种天生面善，什么也不用做也能轻易让人心生好感的人。因为紫罗仙子的好人缘，他的死让不少人都感到一阵唏嘘。没想到死的居然会是紫罗仙子，紫罗仙子死得太惨了，怎么就偏偏是他呢？紫罗仙子这么好的人，居然死在了这里。哎，周围和紫罗仙子关系较好的都在摇头叹息，他们都在惋惜紫罗仙子的离世。许桃好不容易挤到了前面，开始仔细观察起了紫罗仙子的尸体。和王生一样，紫罗仙子的死亡也是一瞬间的事。她死时的样子算不上好看，一脸的惊恐，像是看到了极为可怕的东西。从她的姿势能看出，她应该是想拔剑的。她的手才刚刚摸到剑鞘上，就已经死在了恶神手中，足以见得这恶神杀人的速度有多快。紫罗仙子的死让众人心中更加压抑。看过了紫罗仙子的尸体，众人干脆一起来到了客栈后面的院子。这个院子够大，容纳他们50来号人也不会显得太过拥挤。城内能找的地方他们都已经找遍了，没有找到出口本来就已经够闹心了，现在还每天都有人死亡。照这一天死一个的速度来看，最多50来天，
他们这群人就得全死光。已经死了3个人了，大家快想想办法吧，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在想了，可想不出来。我也没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可我们走得了吗？除了离开，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可他们都被困在这里出不去，那还说个屁！如果能知道出去的办法就好了。刘敏君站在许桃身旁叹息道：“出去的办法，我想我可能知道。”许桃冷不丁的开口。许桃话音刚落，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紧接着众人又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同时开口：“你说什么？许道友当真知道出去的办法？这是真的吗？你当真知道如何出去？”许桃友，许道友，快和我们说说吧，究竟如何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众人你一言我一语，50来号人加在一起，像是数万只鸭子在耳边嘎嘎叫。许桃受不了的大喝一声：“停！都别吵了！”随着许桃的一声大喝，周围终于安静了。众人惊疑不定地看着许桃，都在等着他说话。我说知道怎么出去，不是在开玩笑，因为就在昨夜，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结合我在城中看到的一切，我已经知道这座城是怎么回事了。许桃看着众人，一脸正色地说道。眼见又有人要开口，许桃抬了抬手，阻止众人发问。开什么玩笑？这么多人呢，要是一人一个问题，他得答到什么时候去？我的家族之中有一本古籍，古籍上记录了一些神界的事情。我记得又是在那本古籍上看到了一个故事，故事中所提及之事与这座城极为相似。紧接着，许桃就将八祖和他说的关于方氏一族和恶神的事告诉了众人。昨天夜里，他缠着八祖将完整的故事听完了，也终于知道为什么方氏一族与恶神会一起被封印于此的原因。八祖告诉他的故事中，一切的因果皆因一个名叫燕昌俊的修士而起。这个燕昌俊乃是神界土生土长的生灵，他出生于神界的一个小家族，从小因为父母早逝在族中受尽了欺压。燕昌俊本想凭借自己的天赋好好修炼，等待来日一鸣惊人，到时定将家族中欺压过他的人通通踩在脚下。可谁知道还不等他修炼成功，就被族中一位天才弟子伤了根基，除非能找到顶级神物重塑经脉，否则这辈子难成大器。燕昌俊不甘于此，索性逃离了家族，想在外寻找机缘。他在机缘巧合之下发现已经死去的神灵尸体。本来燕昌俊是想利用神灵尸体为自己重塑经脉，没想到神灵的尸体蕴含的力量太过强大，根本不是他一介修士可以承受的。不死心的燕昌俊开始拿神灵的尸体做研究。经过了上百年的研究，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堆材料，利用神灵的尸体合成出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就是恶神。这燕昌俊也算是一个天才了，想用神灵的尸体合成一个新生命，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他仅用短短数百年就做到了。新生命的诞生立马就被神界的天道感应到，这个生命不被天道承认，天道降下雷劫，要将其抹杀。而燕昌俊这个始作俑者，自然也难逃天道的清算。临死之前，燕昌俊不甘心，他用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神器掩盖了恶神的气息，助他逃走，并让他去燕家为自己复仇。燕昌俊交给恶神的神器，还是之前从那位死去的神灵身上得到的。那件神器没有别的作用，只能掩盖气息。只要有那件神器在身，哪怕是天道都发现不了。恶神有神器在身，成功逃走了，而燕昌俊最终死在了天劫之下。而这一切不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逃走的恶神并没有直接去燕家为燕昌俊报仇，而是逃到了望月城。望月城是一座凡人与修士混居的城市，因为里面没有大能修士坐镇，倒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恶神虽然才刚刚诞生，却已经有了不低的智慧，知道何种选择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他选择暂居于望月城，然后猥琐发育，直到实力足够再去巡燕家为父亲报仇。对恶神来说，创造出他的燕昌俊就是他的父亲，父亲的意愿他自是要完成。恶神在望月城扎了根，先是引诱一些意志力低下的凡人向他许愿，而他则利用自己力量帮助这些凡人完成心愿。越是邪恶的心愿，恶神越是乐意完成，因为恶神不管好的坏的有求必应，在望月城很快就火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拜恶神，就连城内最大的氏族方氏一族也都成为了恶神的信徒。有了方氏一族全族的加入，整个望月城都已经被恶神掌握在了手中。因为恶念的滋养，恶神越发强大，而恶神强大后，也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第636章道明真相。恶神视燕昌俊为父，对燕家自是没有任何好感。强大起来的恶神已经有了比肩低位神的力量，燕家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修仙家族，如何能敌得过一位低位神明？燕家被灭族，但燕家的灭亡也让神界的一些人发现了恶神的存在。恶神的成长是迅速的，只要有恶念的滋养，它可以成长到让人难以想象的高度。这样的怪物
不但天道容不下，神界众神同样容不下。神尊坐下的神使就是在这时奉神尊之命击杀恶神，只是神使没有想到这恶神会成长得如此迅速，哪怕是神使也无法将其击杀。无奈之下，神使只能将整个望月城封印了起来。被封印起来的方氏一族开始慌了。神尊是整个神界最强大、最至高无上的存在，现在神尊厌弃了他们，不少人都感受到天塌一般绝望。绝望的众人甚至不打算再继续信仰恶神，只想神尊能够放过他们。可惜现在后悔也晚了。恶神对那些背叛者可不会留情，直接将那些人杀死，并吸收了他们的灵魂。邪恶的灵魂可以增加恶神的力量，恶神吃人一向只吃灵魂，修士的肉体他不感兴趣。吃掉了那些背叛者的灵魂，恶神的实力越发强大，甚至差一点就能突破封印。为了加固封印，神使以一把道器为媒介，将封印进行了加固。至此，恶神才算被彻底封印。恶神自是不甘心被永远封印于此，他将城内所有信徒的灵魂全部吞食，可依然无法从封印中逃出。在之后的岁月中，神界发生了一场大战，望月城所在的那一带被某位剑神一剑斩落，从此流落于虚空之中。之后不知道又经历了多少岁月，这神界的一角形成了一个秘境，落到了天界，被魔域的天魔宗发现。许桃并没有将八祖告诉他的这些事通通说出来，只是捡了一些来说。虽然没有全部说出来，但光是许桃透露出的这些东西，就已经让周围的人惊讶不已了。谁能想到，像这种神界的秘辛，许桃居然会知道？众人纷纷在心中暗暗猜测，只怕许桃所在的势力不简单，肯定是天界之中最为顶尖的势力之一。一般的小势力可不会有这般底蕴，能知道神界的秘辛。那这么说来，这里就是望月城，就是当年恶神被封印的地方。陆云看着许桃说道：“从我们进城以来的所见来推测，应该8、9不离10了。”许桃对他说道：“那岂不是说，我们只有杀掉恶神才能离开这里？”于老想到要去杀恶神，眼中满是忧虑。那可是恶神啊，当年在神界那位神使都只能将其封印，他们不过只是小小仙人，又有什么本事杀掉一位神灵？哪怕恶神不是什么正经神，但也有比肩正神的力量，不是？要杀他也不难。这恶神需要不断的吸食恶念才能变得强大，一旦没有恶念让他吸收，他就会不断衰弱。这都过了10几万年了，他现在的力量只怕已经衰弱到不成样子了。许桃对众人说道：“可这一切也只是你的猜测，万一你猜错了呢？”“对啊，要是恶神依然强大，我们冲上去不是去送死吗？”有人想到这里，心中越发不安。许桃笑了笑：“若他当真还有当年的实力，怎么会一天才杀一个人？现在的恶神早没了当年的力量。”许道友说的有道理，神要是还是当初的恶神，我们也不可能活到现在，只怕在进城的时候就会被杀了。刘敏君对许桃的说法表示了支持，这么一说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既然已经知道了离开的办法，我们也是时候做出决断了。于老对众人说道：“不错，要不要做，大家给句话吧。”说话的是一位长相看上去比较凶的大胡子，虽然人长得不好看，但这大胡子眼神清正，为人大气，人缘在众人中算是不错的。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陈春苦笑说道。其他人也跟着叹了口气，是啊，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要么等死，要么拼一把。拼一把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什么也不做就真的只能等死了。或许真像这许道友说的，那恶神的力量早已衰弱，若当真如此，他们也不见得会输。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众人便开始计划如何找出恶神。如果是寻找恶神的话，我应该知道他在哪儿。在众人思索如何寻找恶神的时候，许桃对众人说道：“你知道？许道友，你真的知道恶神在哪儿？你怎么知道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有惊讶的，有半信半疑的，不过更多的还是疑惑。许桃知道这望月城还有恶神的事，就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没想到他连恶神在哪儿都知道。许道友，不知你是如何知道恶神的下落的？陆云率先站出来问道。我家有祖传的瞳术，这种瞳术可看破一切虚妄。昨日进入祠堂的时候，我就发现那木雕乃是有生命的，定是恶神伪装。不过当时我们都在祠堂内，天又快黑了。我想到按古籍记载，晚上是恶神实力最强的时候，便没有在那时叫破他的身份，想等天亮再说。没想到昨天夜里还是出事了。许桃一脸唏嘘地对众人说道：“既然你昨天就发现了恶神的身份，为什么不在回到客栈后早点告知我等？若是我们早知道了，就可以早做防备，说不定紫罗仙子就不用死了。”说话的是一名名叫李红的青年。这李红一直对紫罗仙子有好感，紫罗的死最伤心的就是他。我们回到客栈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天黑之后城内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若是说了，神也会知道。昨夜死的
可就不仅仅只有紫罗道友一人了。许桃的话，大部分人都听进去了。如果夜晚的恶神当真能掌控全城的动向，许桃不说是对的。他要是说了，恶神很可能会提早大开杀戒，死的人肯定会更多。哼，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李红想到心上人的死，看着许桃的眼神中满是怨气。第637章，死的不冤。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随你。许桃满不在乎地说道。李红被他的态度气得够呛，却又拿他没有办法。就算他想对许桃动手，只怕其他人也会护着他。毕竟现在对恶神了解最深的就是许桃，在恶神未除之前，这群家伙肯定会护着许桃。李红不是笨蛋，明白与许桃动手自己讨不了好，哪怕再气也只能说几句难听话出气。李道友，没有证据的事还是不要乱说比较好。我相信许桃友不会故意见死不救。陆云对李红说道。是啊，这不过只是你的猜测，没凭没据的，怎么能随便怀疑人？李道友，你就别闹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商量一下如何对付恶神要紧。众人都在向着许桃说话。李红越发气愤，却拿许桃没有任何办法。许道友，依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许道友可有对付恶神的法子？许道友，许桃见这么多人在问，他倒也没想隐瞒。本来他就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去和恶神单打独斗，有这些人在，胜算也会多上几分。要灭恶神只能在白天，晚上恶神的力量会大大增加，而且对付恶神已早不宜晚。随着他杀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力量也会越发强大。我们不能给他恢复的时间，必须要尽快动手。许桃一脸正色地对众人说道。既然如此，不如我们趁着现在天色尚早，动手灭杀恶神。于老思索片刻后说道。就听于老的，现在就动手。现在还不到午时，正是动手对付恶神的绝佳时机。一行人商量好后，向着祠堂的方向大步走去。许桃和刘敏君走在队伍的最后方，刘敏君站在许桃身旁，时不时地看向许桃，眼神中透着几分欲言又止。有话就直说好了。许桃道。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刘敏君迟疑开口。什么事？许桃问。你之前说那恶神只对恶人感兴趣，越是邪恶的灵魂他越是喜欢。那王生道友和紫罗仙子他们岂不是？刘敏君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王生先不说，紫罗仙子真的不像是一个恶人。你居然能想到这些？许桃有些意外。在场这么多人听他说了恶神的事后，一个个都在思索着如何灭掉恶神离开这里，至于其他根本就没有人多想。没想到刘敏君不声不响的却想到了这么多。你猜对了，王生和紫罗应该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恶神只对邪恶之人的灵魂感兴趣，心思纯善之人反而不在他的食谱之中。许桃的眸光中闪过一丝讥讽，会不会弄错了？紫罗仙子看着着实不像是那等心思邪恶之人。虽然和紫罗仙子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紫罗仙子为人温和，气质出尘，哪怕是面对无权无势的散修，也不会有丝毫怠慢。不管怎么看，这紫罗仙子都不像是一个恶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别人背地里什么样子，我们怎么会知道？许桃耸耸肩道。许道友说的有理，看人可不能看表面。陆云不知什么时候也落到了队伍的后头，在二人谈话时插话进来。听陆道友这意思，莫非是知道什么？许桃挑挑眉道。确实知道一些事。陆云并未否认。能说说看吗？许桃问。当然可以。说起来，我与这紫罗仙子也有过数面之缘，对她的为人应该比在场各位都要了解。紫罗仙子在外人看来是一位气质高洁、温婉动人的女仙，可陆云却知道这个女人可不像外表看上去的这般无害。紫罗仙子看上去不过20出头，实际上她的年纪早已经不小了。本来紫罗仙子应该无法再维持年轻时的模样，可她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个法子，用处子血为药引，炼制出一种可让人暂时重返青春的丹药。炼制这种丹药所需的处子血可不是小数目。为了炼丹，她不知道杀了多少处子。若不是她还算聪明，下手的对象都是一些没权没势的散修，只怕早就已经被人找上门寻仇了。紫罗仙子竟做出这种事！刘敏君惊讶地捂住小嘴，一脸的不敢置信。我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句虚言。还有那王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看上了自己好友的未婚妻，设计在好友外出历练时将其害死，怕对方家族报复，再次设计陷害了好友的家族，弄得好友全族被灭。至于好友的未婚妻，则被王生封印修为，关在身为日日蹂躏。那姑娘只是出生普通人家，没了未婚夫庇护，根本拿王生毫无办法。等王生玩腻了，又把那姑娘送给了一位采阴补阳的邪修，最终被采补致死。至于那姑娘的家族，则被王守亲手灭了门，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他都没有放过。刘敏君听得目瞪口呆，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这个50来人的阵法师队伍里，竟出了这么2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哪怕修士都算不上什么好人，能修炼到仙人境界的谁手上会没有沾染过人命？但像王生和紫罗仙子这样的绝对不多见。那2个人还真是死得不冤。许桃嗤笑一声，一点都不意外。那李红还在为紫罗仙子打抱不平，不知道等他知道了紫罗仙子的真实年龄，还有她的真面目，是否还会那么喜欢她。说话间，众人已经来到了祠堂外。到了，进去后大家千万小心。于老回头对众人说道。一行人中没人说话，只是微微点头，脸上浮现凝重之色。一行人鱼贯进入祠堂之内，向着雕像所在的房间走去。进入祠堂后，所有人皆是一脸警惕。这个地方可是那恶神的老巢，容不得一丝大意。终于来到了那个摆放雕像的房间外，走在最前面的于老推门而入。一尊1人高的雕像就这么进入众人的视线之中，众人更加警惕。不等靠近雕像，所有人闪电般同时出手，将自己最强一击击向了雕像的方向。众人的攻击打在雕像上，雕像之上泛起一阵黑雾，黑雾过后，一只奇丑无比的生物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第638章战恶神1。湿滑的身体还在滴着黏腻的液体，身上的鳞片呈浅浅的绿色。这生物长得有几分像蜥蜴，又有几分像鳄鱼，还有几分像别的什么动物。总之，这就是一个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生物。这东西现身之后，化作一道黑雾，飞到了祠堂外头。追！于老大声喊道，众人赶紧追了出去。许桃跟在众人身后，一路追到了祠堂外的大街上。等众人追出来，恶神已经站在了街道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从祠堂里追出来的许桃等人。看恶神的样子，明显就是故意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恶神淡定的样子让众人心里直打鼓，可想到自己等人现在已经骑虎难下，恶神不死，他们所有人就只能被永远困在这个鬼地方。到那时死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不想走到那一步，就只有杀了恶神。大敌当前，没人会在这时候废话。见到恶神的瞬间，众人便对恶神展开了猛烈攻击。火雷咒、冰火掌，看我的落羽剑法！一连串的攻击朝着恶神袭去。我们来牵制住他，剩下的人赶紧接阵。陈春一面攻击，一面对其他人大声喊道：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由在场战力最强的几人负责分散恶神的注意力，其他人则一起布阵，用阵法来对付恶神。在场的可都是阵法师，该布什么样的阵法，他们早就商量好了。他们要布的是一个多人阵法，这个大阵一旦结成，威力无穷。而想要布阵成功，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来祠堂的路上，众人就已经分好了工。许桃自己负责的部分很快就已经布置好了，可其他人却没有许桃这样的速度。许桃这边全部都完成了，其他人不过只是刚刚开始不久。毕竟在布阵的速度上，一般的阵法师还真赶不上他。因为大家都在忙，也没人关注许桃，自然不知道他已经提早完成了自己的部分。其他阵法师争分夺秒的在努力忙活，许桃也不好意思闲着，干脆走到刘敏君旁边帮忙搭把手。看到许桃走到自己身边，刘敏君是一脸惊讶：许道友，你怎么过来了？这时候许桃不是应该在忙吗？他怎么有空来找自己？哦，我那边忙完了，闲着也是闲着，就过来帮你搭把手。许桃接过刘敏君的工作，帮他将剩下的部分完成。你这么快就弄好了？这怎么可能？刘敏君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许桃。这个大阵可是极为复杂的，因为太过复杂，布阵的时候需要阵法师精确的计算。若是计算错误，阵法就会出问题，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许桃动作这么快，很难让人不怀疑他是不是随便弄了一下就当是完成了。快吗？还好吧，也不算快啊。许桃不觉得自己有多快，毕竟他平时布阵用的时间更短。如果不是看到大家都在这么认真的在努力，他不好意思3、2下就弄好了，其实他还能更快一点。刘敏君，许道友，你要不要再回去仔细检查一下？这个大阵很重要，要是出问题……刘敏君一脸担心地对许桃说道。许桃直接摆摆手，不用检查，这个阵法本来就没有多麻烦，再说我已经检查过一次了，不会出问题的。许桃不以为意的态度让刘敏君看得牙疼，心里那叫一个不安。搞定，你这边我已经弄好了，你自己检查一下吧，我先走了。许桃说完拍了拍手，转身就走了。弄好了？这怎么可能？刘敏君倏地瞪大双眼，眼中写满了错愕。他想问问许桃是不是真的弄好了，可转头一看，哪里还有许桃的影子，人早跑了。他又低头看了看面前已经布置好的阵法，本来属于刘敏君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完成，这一部分阵脚已经被点亮，看着不像是有什么问题。可许桃的动作太快，刘敏君实在不放心，只能自己检查一遍。另一头，负责牵制恶神的阵法师们可就不好受了。恶神虽然实力不如当年，
却也不是他们几个人能够对付得了的。李寻和陈春皆在负责牵制恶神的阵法师当中，二人与其他10数名阵法师一起联手，只希望能多牵制恶神一段时间，让其他人有时间能完成这个阵法。马道友小心！恶神的舌头伸得老长，眼看就要击中一位姓马的阵法师。陈春一剑斩出，剑倒是斩在了恶神的舌头上，可惜没用，连恶神的一丝皮都没能破开。马姓阵法师被恶神的舌头击中，两个人倒飞了出去，不过瞬息之间就已经没了生命气息。在马姓阵法师死去的瞬间，他的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恶神吸了出来，直接被吸入了恶神的口中。马道友！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恶神吞掉那位马道友的元神，不免生出一丝兔死狐悲的伤感。大家小心，千万不要被他击中！李寻冲着众人大声喊道。说话间，一位名叫赵慧的女性阵法师被恶神缠上，其他人拼命救援，可惜还是无用。这恶神像是认准了他一样，对其他人的攻击看都不看一眼，一心只放在赵慧身上。快救救我！救我！赵慧眼看抵挡不住，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可依然抵挡不了恶神的攻击。当最后一件护身法宝被毁，赵慧也步上了马姓阵法师的后尘，一脸不甘地死在了恶神手中。赵道友！众人发出一阵悲鸣，却他们没有时间伤心，因为恶神很快又瞧中了一个目标。这次的目标是负责布阵的一位阵法师，这位阵法师名叫常飞。常飞负责的部分才刚刚完成一半，正在抓紧时间完成剩下的部分。没想到还不等他完成，恶神就已经杀到了他眼前。常飞吓了一跳，又叫又跳地往后跑去。李寻等人想将恶神的注意力拉回来，奈何恶神就是不看他们一眼。四香剑法！李寻为救常飞，一招四香剑法朝着恶神挥出。第639章战恶神2。四神兽的幻影随着剑招出现，这一招看着威力还是挺大的，奈何李寻实力不够。他并不是专业的剑修，他主修的是阵道，对剑道哪怕有涉足也不会学得很深。这一式剑法在李寻的手中能发挥出的威力十分有限。果然，恶神甚至连闪躲的动作都没有，直接硬生生的接下这一招。恶神被这一击击中，却也只是被击退了半步，只在恶神的鳞片上留下一丝浅浅的划痕。这丝痕迹不过瞬息之间就已经恢复如初。该死的！常道友快跑！快跑啊！周围人见状赶紧让常飞跑。常飞吓得肝胆俱裂，整个人吓得一边哆嗦一边逃命。为什么他只攻击我啊？我做错什么了？常飞一脸不甘的大吼道。其他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恶神单单看上了他，只能让他逃命，而其他人则努力帮忙拦住恶神。恶神对常飞的执着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不管常飞怎么逃，恶神就是不放过他。恶神的身躯随着他的移动逐渐变大，最后变成了3层楼高的大小。所过之处房层坍塌，街上站着的那些已经死去的望月城居民也因为恶神经过而一个个化成了灰飞。大家快躲开！恶神身上流出的粘液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所过之处街上的道路都被腐蚀出一个个坑洞，坑洞里还在冒着白烟。因为惧怕这些粘液，所以周围的人都不敢近身攻击，只能远攻。10几个人打了半天，恶神依然不为所动。许桃见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便接着去帮下一个人。那人见许桃突然跑过来，刚想问什么，许桃已经接过他的工作，帮他把没完成的部分做完。你在做什么？那位阵法师整个人都懵了，不明白许桃干嘛自己的部分不做，要跑来帮他。难不成是看上他了？阵法师面上一红，他小心翼翼地用眼角瞅着许桃。这位许道友虽然戴着面纱，但看眼睛的话应该是个美人，可惜就是年纪大了点，他今年才不过3000岁，和对方年纪差的有点大。虽然对方爱慕自己，可年龄相差这么大，他还是有些接受不了。再看了一眼许桃一身的穿着打扮，又觉得也不是不行。其实年纪大一点也没啥不好的，年纪大知道疼人。他娘早就告诉过他，女人不能看外表，得看内涵。这位许道友一看就很有内涵。就在这位忙着胡思乱想的时候，许桃已经把他负责的部分全部做完了。本来还剩下1/3的工作量，以许桃的速度，根本没花几分钟就搞定了。搞定，你继续忙吧，我去帮其他人了。说完就转身朝着下一位走去。这人伸出尔康手，嘴角动了动，到底没出声。不是对他有意思吗？怎么又跑去别人那儿了？果然有钱的女人就是花心。许桃这边接连帮了好几个人，这些人负责的部分在许桃的帮助下很快就完成了。在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后，他们也没有闲着，加入了牵制恶神的队伍之中。本来牵制恶神的只有10来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20来号人。你们的速度这么快的吗？李寻自己也是阵法师，知道这个大阵有多难布置。这些人这么快就把自己的部分完成了，让他感到有些惊讶。嗨，别提了，
多亏有许道友，否则以我的速度，哪能这么快完成手上的工作来支援你们？那人本来想摆手，可手上正在掐招法诀，只能作罢。许道友，许道友这么厉害？李寻一脸意外。许桃在他们这些阵法师中一直很神秘，从他的穿着打扮能看出，他应该有着不小的财力。至于对方是出自哪个家族，来自哪里，无人能知晓。有人倒是旁敲侧击地问过他，不过都被他敷衍了过去。没想到这位许道友不但有钱，阵道方面的实力也远超在场众人。李寻惊讶归惊讶，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依然不断地在用招式攻击恶神。多了几个人加入后果然不一样，恶神的行动总算是受到了一定的牵制。常飞在众人的帮助下也算是躲过了一劫。就在他以为终于保住了自己一条小命的时候，一条黏腻的舌头瞬间穿透了他的丹田处。常飞看着穿透自己身体的巨大舌头，双眼无神地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生机。常飞一死，他的元神被恶神吸入了体内，神又变得更加巨大，他的实力好似也跟着上了一个台阶。常飞死后，恶神的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他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而他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叫做白少康的男修。白少康生的俊逸潇洒，看着很有奶油小生的感觉。这个白少康平时极喜欢招惹女修，没事就凑到女修身边搭话。虽然白少康喜欢招惹女修，但他平时说话做事并不会给人轻浮之感，反而给人一种风度翩翩、谈笑自若的感觉。甭管怎么说，这个人在女修之中人缘算是不错的，不过口碑却两极分化，喜欢他的人觉得他人很好，不喜欢他的则觉得他轻浮放荡，不是好人。白少康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是恶神下一个攻击的目标。白少康本来也在最开始牵制恶神的10几人中，打恶神的时候他还时不时的滑下水，当然他划水的时候极为小心，并没有被人发现。没想到他都已经划水了，还会被恶神注意到，还转头过来攻击他。这恶神怎么回事？那么多人攻击他，怎么就偏偏盯上自己了？白道友小心啊！白道友你快闪开！少康哥哥，少康弟弟！不少人都在担心白少康的安危，尤其是在场的女修，一看被攻击的是白少康，好几位都忍不住发出一声担忧的呼喊。白少康面上装的游刃有余，实则心里已经把恶神全家骂了一通。如果不是顾及形象，他早跑了。许道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恶神每次挑人攻击，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明明攻击的最猛的是李寻，怎么李寻没事，其他没对他造成什么伤害的，反而成了他攻击的目标？第640章，为爱痴狂唐秋玉。问话的是一名叫做唐秋玉的女阵法师。2分钟前，许桃来到唐秋玉身边帮忙。唐秋玉因为担心白少康的安危，也没有顾得上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白少康，看他这样子，像是随时准备冲过去救人一样。看着白少康在恶神的攻击下险象环生，唐秋玉的脸上满是担忧。恶神只对邪恶之人的灵魂感兴趣，一句话已经解释了一切。可这个说法，唐秋玉可不接受。你怎么能这样污蔑少康哥哥？少康哥哥为人风趣幽默，不光温柔体贴，而且善解人意，他怎么可能会是坏人？唐秋玉相信自己的眼光，绝不相信白少康会是一个灵魂邪恶之人。信不信随你。许桃耸耸肩，继续手上的工作。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想什么情情爱爱？许桃可懒得理他，只想赶紧将阵法布置完成。见许桃不理自己，唐秋玉不满地娇哼一声，也不理他，朝着白少康的方向飞去。他要去帮少康哥哥，他相信少康哥哥绝不会是坏人，一定是那个许桃胡说的。他这就是嫉妒，自己年纪大了没人爱，就想拆散他的姻缘，老女人真恶心。好在许桃不知道这姑娘在想些什么，要是知道的话，非教她做人不可。谁没人爱啊？他有未婚夫的好吗？他未婚夫比那什么白少康帅多了，还比他能干，比他靠得住，比他拿得出手。总之哪儿都比白少康好。白少康那样的货色，也就只有涉世未深的无知少女才会喜欢。这唐秋玉还真就是涉世未深的无知少女。唐秋玉外表看上去17、18岁，实际年龄也不过800岁，在天界这个年龄确实不大。少康哥哥，我来帮你。唐秋玉纵身一跃，来到白少康身旁，挥动手中的长鞭攻击恶神。不错，唐秋玉是使鞭的，一手鞭法十分亮眼。在修仙界，鞭子也算是比较常见的法宝，练鞭的人还是挺多的。白少康身边有唐秋玉帮忙，压力顿时轻了不少。唐秋玉对白少康那是真心实意，一心想要护着他，对战恶神的时候自是拼尽全力。少康弟弟，我来助你。又一道身影飞跃到白少康身边，这回来的是一名看上去30出头的御姐型美女，一身的红衣包裹着玲珑有致的身材，一张俏脸美艳动人，将成熟女性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婷姐，
白少康一见到这红衣美人，眼中闪过一丝喜色，倒不是他多爱这个被叫做婷姐的女人，而是这个女人的战斗力是他认识的这些女人中最强的，有她相助，自己活下来的几率又大了不少。少康哥哥，见白少康居然因为燕婷的出现这么高兴，唐秋玉顿时不满地拉下了脸。白少康只能回身哄了他一句，这两个女人可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他们要是跑了谁来保护自己？其他人眼见白少康都这样了，还有心思撩拨女修，一个个皆是一脸一言难尽的表情。许桃这边已经将属于唐秋玉的部分弄好了，接下来他又去找了其他需要他帮助的人。许桃这头忙得脚不沾地，都没有闲工夫去关注唐秋玉他们几个。唐秋玉这头很不好过，白少康在有了唐秋玉和燕婷的保护后，整个人轻松了不少，但他的危机并没有就此解除，恶神可没有放过他。哪怕有李寻、唐秋玉等人一直在帮忙阻拦，恶神依然没有转移目标，对白少康那叫一个死心塌地，别人都不带多看一眼的。恶神伸长舌头那么一扫，唐秋玉和燕婷就被这一舌头扫到了一边，白少康瞬间暴露在了恶神面前。恶神看着白少康的眼神里满是贪婪与渴望，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道顶级的豪华料理。白少康被恶神的眼神弄得全身起鸡皮疙瘩，整个人开始微微颤酥。恶神将舌头一伸，这次是朝着白少康而去。白少康赶紧往旁边一避，避过了恶神的攻击。可恶神的舌头却万分灵活，他虽然避开了，但恶神的舌头立马又朝着他攻了过来，之间动作都不带停顿的。李寻等人努力的想将恶神的仇恨拉过来，可惜没用，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恶神就是不看他们一眼。白少康心中骂骂咧咧，严重怀疑是不是李寻他们出工不出力，故意想让自己来拉住恶神的仇恨值。毕竟这种事情他之前也做过，以己夺人，他很难不这么想。白少康这头忙着躲避恶神的攻击，唐秋玉见他躲得如此狼狈，好几次都差点受伤，顿时心疼不已。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再次飞跃到白少康的身边。一旁的燕婷倒是没有再上前，而是退到了李寻等人身边。唐秋玉刚一落地，就为白少康挡下了一记攻击。秋玉妹妹，白少康一脸惊喜。少康哥哥你放心，有我在，一定不会让这个丑东西伤到你的。唐秋玉见白少康此时满心满眼都是自己，心中满是甜蜜。若不是现在大敌当前，他肯定已经飞扑到他的少康哥哥怀里，享受一番浓情蜜意。唐秋玉将白少康护在身后，白少康也尽量将自己往唐秋玉身后躲。李寻等人见白少康如此，心中暗暗鄙夷，同时也觉得唐秋玉蠢，为了这么个男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怕是脑子有什么大病。唐秋玉可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他，他只是一心想保护自己深爱的男人。虽然暗暗鄙视白少康的为人，不过众人也没有打算看着他死。白少康要是死了，谁知道下一个又会轮到谁？现场战况激烈，白少康几次险象环生，都是多亏了唐秋玉帮他挡下了致命的攻击。唐秋玉自己为了保护白少康，身上挂了不少彩，身上的伤比白少康还要多。就在双方激战的时候，突然唐秋玉发出一阵绝望的惨叫，整个人被恶神的力量贯穿。只见刚刚还在抵挡恶神的唐秋玉已经失去了生机，而被他保护在身后的白少康并没有多看他一眼。在唐秋玉倒下的瞬间，白少康已经飞跃数米，一心只顾自己。第641章镇城。唐道友，唐秋玉。看到唐秋玉倒下，这群不相干的人的反应也比那白少康要大得多。燕婷一个闪身来到唐秋玉身边，只见唐秋玉的丹田已经被击碎，身体破了一个大洞，整个人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好在唐秋玉的元神还在，对修士来说只要元神还在就不算死亡，不管是肉身重塑也好，夺舍重生也罢，总之想要重新获得肉身的机会有很多。元神状态的唐秋玉此时是一脸的愤恨，他竟然推我去死，他竟推我去死！唐秋玉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伤心多一点，还是失去肉身的痛苦多一点。这边的动静许桃也注意到了，许桃觉得唐秋玉还是应该庆幸自己不在恶神的食谱上，若非如此，他的元神哪能保下来，肯定已经被恶神给吃了。不过许桃也有些意外，真是没想到这唐秋玉竟然从未做过恶，心中也未有任何恶念。看他这副恋爱脑的样子，还以为他是那种为了自己的爱情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呢。你快别激动了，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这么激动下去，我怕你连这道元神都保不住。这是养魂葫芦，你先进来这里休养，等出去后你再想办法重塑肉身吧。你的那戒还有尸体我也帮你收着，出去后一起给你。燕婷一面说话，一面帮唐秋玉将这些东西收了起来。你为什么要帮我？他们难道不是情敌吗？元神状态的唐秋玉一脸不解。看你傻呗，对着男人掏心掏肺，还把小命都做没了。燕婷翻了个白眼道：你不是一样喜欢白少康，凭什么说我傻？
他也觉得自己傻，掏心掏肺的对人家，结果人家转头为求自保，竟推自己去挡刀。他自己知道是一回事，却不想被曾经的情敌说自己傻。谁说我喜欢白少康了？燕婷可不承认，他要真喜欢白少康，早就像这个傻子一样冲到前面去帮白少康挡刀了。充其量就是觉得这小子不错，可以一起玩玩的程度，喜欢还真谈不上。你不喜欢他？唐秋玉的元神颤动了一下，对这个回答感到意外。别管我喜不喜欢他了，这小子看样子是活不长了，你的仇马上就能报了。燕婷看了远远处战成一片的众人，就恶神那个体型，哪怕已经相隔有一段距离，依然看得分外清晰。末了唐秋玉护着他，刚才那小子又为了活命推唐秋玉挡在自己面前替死，想来那群人也不会真想护住那小子。白少康这小子已经离死不远了。另一头，白少康果然已经九死一生，他身上挂彩越来越多，其他修士虽然也会帮他吸引火力，也会攻击恶神，却没有了之前那股冲劲儿。你们在做什么？他刚才差点杀了我。白少康气到不行，我们这不是在帮你拦着吗？我们可没有不管你。李寻一脸无辜，其他人则是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这白少康长得人模狗样，却不干人事，这种人你帮了他，他不见得会记你的好，但你若是有一点不合他意，他一定会把你当敌人，找准机会就会落井下石。说实话，他们都不太想救他了，或许这种人死了也不错。如果不是看在大家现在是结盟的关系，真想直接转身离开算了，管这家伙去死。你们就是故意的啊！白少康正想骂人，不想下一秒他的头就被恶神一爪子拍飞了出去。白少康一死，他的元神立马被恶神吸入了体内。恶神身上的颜色似乎深了一些，体型倒是没有任何变化。这头白少康刚死，另一头余老已经赶到，并对众人传音。众人听到传音，心中一喜，一个个开始纵身往回走。恶神追在他们一群人身后，动作极快地移动着。不一会，一行人就带着恶神来到了他们说好的地方。刚才余老告诉他们的是，阵法已经布置完成，让他们将恶神引入阵法之内，到时他们便可借阵法的威力灭杀恶神。好不容易将恶神引到了他们事先布置好阵法的地方，许桃等人在恶神踏入阵法的瞬间，立马控制阵法，将恶神困在阵法之中。起阵，封锁生门，攻击！许桃等人控制着阵法，对恶神展开攻击，而李寻等人则因为有了阵法的辅助，与恶神战斗起来轻松了不少。恶神看着面前这群蝼蚁，眼神之中满是贪婪。虽然有几个看着不是那么好吃，但这其中大多数都还算能入口。只要吃掉这些人，他就能恢复一部分实力，到时定能突破这封印结界，从这里出去。如果不是他刚刚苏醒，力量还太过薄弱，他早就将这群人全部吃掉了，哪会一个个下手？小小蝼蚁也配与神作对？不过这帮蝼蚁有一点出乎了他的意料，竟能如此快地发现他的身份，并发现他的真身所在。这一点是恶神没想到的。本来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一开始是打算将这些人逐个击破，一个个吃掉他们。没想到因为真身被发现，不得不提前与这群蝼蚁对上。哪怕他现在的实力不到之前的1/1000，但对付几个蝼蚁恶神还是信心满满。他将在场众人全部当成了他的食物，先挑了味道最好的下口。没想到这群蝼蚁竟然想用阵法来对付他。他是谁？他是神，区区修士竟想屠神！他会让这些人知道不敬神会有何下场。好！恶神一声怒吼，身上的力量再次暴增，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高，足足长到了约有5层楼的高度。他怎么又长大了？该死的，他的力量好像又强了。众人看着力量再次暴增的恶神，眼中是一片凝重。马天虎是一名自学成才的阵法师，人人都说他没有天赋，让他改学别的，可他不肯，没人教他就自学。最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阵法师。虽然没什么大名气，大宗门的人也不会找他，但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他还是挺满意的。第642章苦战。这次天魔宗招收阵法师，酬劳给的十分大方。马天虎冲着那些高额酬劳就兴匆匆的来了，没想到却踩入了一个巨坑之中。明明是阵法师，却被骗来当血牛。好在他还没放多少血秘境的禁制就自己破开了，他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血。可没想到魔道3宗的人如此不当人，明明秘境都破开了，他们还强迫他们这群阵法师进入秘境之中帮他们探路。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来自神界的秘境，鬼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如果这神界秘境没有掌握在魔域3宗的手中也就算了，可这3大宗门手中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让他们这群阵法师在里面捡漏？马天虎也不指望能在秘境里有什么收获了，只希望自己能活着从秘境里出去，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惜看现在这情况，活着出去只怕有点难。看着攻击越发凌厉的恶神，马天虎整个人都快绝望了。这么可怕的东西，哪怕有阵法相助，他们真能打得过吗？马天虎越想越怕，可现在除了和这恶神拼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喂，这阵旗你拿着，注意听指挥，我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你帮我顶一下。许桃拍了拍面前傻小子的肩，不客气的直接把阵旗往人家怀里塞。什么？马天虎连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完，许桃就已经转身跑了。马天虎伸出尔康手，还是没能把人叫回来。怎么回事？虽然不明白许桃在做什么，但马天虎还是拿起了阵旗，配合其他人一起发挥阵法的威力。其实负责阵法倒是比直接和恶神对战要安全得多。许桃把阵旗交出去后，就飞升前往祠堂的方向。祠堂里不仅仅只有恶神，还有另一件东西。据八祖所说，这件东西是对付恶神的关键。这件东西就是当初封印恶神时用到的剑，一把道气长剑。长剑上还残留着那位神使的神力，哪怕经过这么多年，神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恶神的力量同样也没剩多少。八祖说这把剑可以对付恶神，许桃总觉得光是靠阵法和他们这群人灭不了恶神。神每吃掉一个恶人，实力可是会增强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付恶神的时候，只要随便死一个人，恶神的实力都会增加。而他们这群人的实力却随着仙力的流失，只会逐渐变弱。想杀恶神，只能速战速决，而速战速决的关键就是那把剑。许桃找剑去了，而剩下的人则在阵法之内继续与恶神缠斗。许桃走后不久，又有一人死在了恶神的手中。恶神的神力再次得到了补充，身躯越发庞大。恶神的力量越强，众人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阵法虽然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但随着恶神的逐渐变得强大，这个阵法已经快要压制不住恶神了。陈道友，张道友，随着月神的变化，他杀人的速度也跟着加快，这次竟连杀2人。随着2人的元神被吸收，恶神的眼神变得更加贪婪，像是食髓之味，打算一次将他们这群人全部吃下去。于老，快变阵啊！李寻高声喊道。于老的声音传来，再变了，你们坚持一下。于老也是一脸头痛，恶神的实力超出了众人的预估太多，而且每杀一人，他还会变得更强，这要怎么打？如果不是不想就这么死了，他都想直接摆烂了。心中叹了口气，于老指挥着负责阵法的众人变阵，阵法内瞬间起了变化，阵阵白雾升起，李寻等人瞬间引入了白雾之中。这些白雾能阻断神识，于老想用这个办法让恶神寻不到攻击目标。恶神确实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白雾愣在了原地，没有继续攻击。正在其他人松了口气的时候，恶神却再次动了。这些能阻断神识的白雾似乎并没有对他起到多大的作用。啊！救命啊！尖叫声、求救声接连在白雾中响起。于老等负责维持阵法的人并不会受到这白雾影响，他们清晰地看见恶神准确无误地杀掉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还是他们这群负责维持阵法的阵法师中的一员。因为维持阵法的少了一个，阵法立马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必须要有人来补上这个位置。若是恶神从这个缺口跑出去，那可就全完了。在阵法内，他们都斗不过他了，没了阵法还怎么活？好在李寻等人深知其中厉害，在收到于老的传音后，立马有人补上了这个空缺，阵法这才得以勉强维持。既然这白雾对恶神无用，于老不得不再次转变阵法，烽火雷电轮番上，幻境更是不能少。这一番变化确实对恶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多。恶神变强之后，他的身体也变得越发坚硬，不论是刀剑还是其他兵器，都难以在他分毫。如果说之前还能在恶神身上留下浅浅痕迹的话，现在那是一点痕迹都留不下。眼看怎么打都没用，大家的心中不由得烦躁起来。有人已经开始抱怨起了许桃，都怪许道友，如果不是他提议让我们来除恶神，我们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就该怪他，要是没他在里面瞎出主意，老子还能多活几天呢。可恶，都怪那个女人。好几个人接连出声抱怨，有人听了一脸赞同，有人听得直皱眉。这也不能怪许道友，我们正面迎战恶神还能有一线生机，若是被逐个击破，连这一丝生机都不会有。大部分人还算理智，知道这一切怪不到许桃头上。生机？你看到生机了吗？听他的我们死得更快。就是，也不看看现在都死了多少人了。大家坚持一下，不能这么快自暴自弃。有人开始劝说，可惜效果不佳。众人虽然手上的动作没停，但一张嘴却都没闲着。
恶神显然对这群叽叽喳喳的蝼蚁没什么耐心了，一个扫尾就把所有人扫飞了出去。啊啊！一阵阵尖叫声传出，许桃本来就离这群人不算远，自然也听到了。第643章逃。惨叫声声声凄厉，许桃却没有办法阻止。在八祖的指引之下，许桃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是祠堂的地下，不过不是之前他们发现的那间地下室，是在更深的地下。在这祠堂的更深处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石洞，石洞之中插着一把剑，这把剑正是用来封印恶神的道器。终于找到了，许桃面上一喜，朝着这把剑走了过去。另一头，恶神已经切换成了杀戮模式，不少阵法师死在了恶神手中。短短几分钟内，接连死去数人，还存活下来的阵法师加起来不到25人，而这个数量还在继续减少，因为恶神的杀戮并未停止。吼吼！恶神的吼叫声随着杀戮传遍天际，整个天空都在颤肃。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有人开始哭喊。许桃呢？他是不是真在我们拦住恶神的时候自己跑了？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样？明明是他让我们来对付恶神的。说话的人满眼恨意。大家别这么说，许道友绝非是这种人，他一定是有事才离开了。只有刘敏君在为许桃说话，其他人因为许桃的离开，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丝不满，哪怕是之前帮许桃说过话的人。不过想想也是，老子在前线拼命，你这个提议开战的人却自己跑了，任谁都会有不满。因为死的人太多，所有负责攻击恶神的修士纷纷退守，一起利用阵法将恶神暂时围困，但这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再过不久，此阵必破，这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的结果。先不说这些了，这个阵法坚持不了多久了，等下阵破了之后，大家分散跑吧，能多活一阵是一阵。于老深深地叹了口气，想不到这个秘境竟会未成他的埋骨之地。于老的话让众人心中一片沉重。就在这时，一阵犹如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恶神终于冲破了阵法，从阵法里出来了。吼吼！恶神一冲破阵法，立马朝着天空咆哮，紧接着选定了目标，开始朝着于老等人冲了过去。分散跑！于老大喝一声，随后所有人瞬间分散，各自选了个方向逃命。神见众人分开逃跑，片刻没有迟疑的选择了其中一个方向，追了过去。卧槽！他为什么追着老子跑？被恶神追的是一名长得黑黑壮壮，面相看着像40岁的大叔。这位大叔名叫苏胜，乃是仙域苏家的子弟，同时也是苏家培养的阵法师。这次苏胜来到天魔宗应聘阵法师，可不是冲着那些好处来的，而是替家族来打听消息的。天魔宗突然搞出这么大的动作，许多家族都察觉到其中有异，派出族中阵法师改变身份前来打探。这苏胜刚开始进入魔域的时候，还能时不时传点消息回去。自从被带到秘境附近，一切通讯工具全部失灵，他连向家族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赶入了这个来自神界的秘境之中。苏胜眼见逃不掉，干脆听从了魔域三宗的安排，确定这个秘境内都有什么，他也好传消息回家族，到时候族中的赏赐肯定不会少。苏胜将一切都计划好了，一路上他一直表现低调，只想狗道从这里出去就向族中报信。没想到进入秘境后却身处险境，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好说。现在更是被恶神盯上，明明这么多人呢，干嘛就盯上他？苏胜现在已经知道了恶神选择目标的标准，不就是恶念吗？这玩意儿谁没有事的？他就不信其他人心思就有多纯洁干净。他做的那些恶，在他看来不过只是一些小事。他陷害过同族的族弟，抢了对方的功劳，还害对方被赶出家族。他抢了一些不受宠庶出子弟的修炼资源，让他们因为没有修炼资源修为一直提不上去。还抢过一位族兄的未婚妻，不过那又怎么样？谁叫那位族兄没本事，自己的未婚妻都护不住。他还暗算过一位族妹，将其迷晕后送给一位阵法师，但那也不能怪他，那位阵法师等级比他高很多，还承诺过若是让他满意会指点自己阵法。虽然族中也有为自己寻一些阵法方面的传承，但那些传承都是一些小传承，他想要继续往上提升，需要名师指导。对方愿意给他这个机会，他当然要把握。那位族妹也不过是为了家族牺牲，他的实力提升，家族也会跟着受益不是？他做的这一切还不是为了苏家好。那位族妹若是懂事一点，就不该怨他。除了这些，他还设计毁掉了一位族弟的修仙资质，让他从一位正位法天才沦落为普通人。不过这同样不能怪他，苏家强大，但资源就那么多，他只是不想多出一个天才来和自己抢夺资源罢了。他这么做又有什么错？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苏胜不过只是做出了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选择罢了。他这些算恶吗？反正在苏胜的眼里，他做的一切不过只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根本连恶都算不上。但恶神显然不是这么以为的，
苏胜身上的恶念虽然比不上那些已经死去人，却是逃跑众人中最强的。对这个美食，恶神当然不可能会放过。该死！五雷符，去！苏胜抓出一张符纸，冲着恶神就丢了过去。五雷符瞬间化成一张巨大的雷网，向着恶神射去。这是家族给他防身用的高阶仙符，进入秘境这么久，他一直没舍得用，现在为求自保，不得不将这五雷符给用了。这五雷符，家族一共给了他5张，用掉1张少1张。看着消失的符纸，苏胜一脸心疼。随后，他的表情再度变得坚定。这五雷符要是真能对恶神造成伤害，或是能稍微阻拦他一段时间，对他来说也是赚了。苏胜继续逃跑，而且不断的在提速。前面的道友，请等一下。这时，苏胜看到自己前面居然还有一个人，顿时眼睛都亮了。你不要过来啊！刘敏君一看追在自己身后的苏胜，还有追在苏胜身后的恶神，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家伙也太贱了，明明自己被恶神追还，想拉他下水。第644章，许桃赶到。刘敏君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这么倒霉，怎么就与这苏胜挑了同一个地方逃命？看着苏胜的样子，明显是想拉他下水做垫背，他可不能让这家伙得逞。刘道友，你等等啊！苏胜追在后面大声喊。刘敏君，等个屁！刘敏君前面还有2个人，一看这情况赶紧加速，他们可不想被苏胜追上。这苏胜眼看就活不成了，他们可不能为苏胜陪葬。苏胜见刘敏君等人半点没有停顿的打算，心中恨意丛生。该死的贱人，明知道自己被恶神盯着，竟见死不救。苏胜催动仙力，加快了速度，他一定要追上刘敏君，自己就算要死，要也拉上这个贱人陪葬。苏胜双眼泛红，眼中满是疯狂。苏胜的险恶心思，是个人都能猜到。苏胜加速追上来，刘敏君也不敢节省仙力了，赶紧加快了速度。苏胜追得辛苦，后面恶神却已经追了上来。他的五雷符也不过只是牵制了这恶神几息时间，时间一到，恶神立马就追着他过来了。顾不上心疼了，苏胜又丢了1张符到身后。这次五雷符基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大概是之前吃过一次亏。恶神在五雷符朝他飞射而来时，不知做了什么，五雷符竟在还未靠近恶神时就自己爆开了。五雷符被毁，恶神飞速向着苏胜移动。苏胜的动作已经很快了，可还是快不过恶神，被恶神一个舌头解决。恶神吸收了苏胜的元神，似乎又强大了1分，再次选定了目标，向着另一个方向追去。刘敏君见恶神终于转换了方向，心中也松了口气。恶神杀戮的速度越发快了，不过转眼之间就已经接连数人惨死于恶神手中。现在还活着的人不过10来人，这回被盯上的是陆云。陆云被恶神盯上，他也只能想尽办法逃命，指望其他人是指望不上了，现在他只能靠自己。天地囚笼，陆云咬咬牙，扔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这件宝物是一件专门用来困人的法宝，而且等级极高。可惜这是一件一次性消耗品，陆云得到这件法宝多年也从未使用过，一来是舍不得，二来也是没有机会。本来陆云还想将这法宝用在某个人的身上，没想到因为这恶神的出现，他不得不将天地球宠提前用掉。陆云的眼神变化莫测，看着恶神的眼神满是怨念。该死的怪物，都怨你！给了恶神一个怨恨的眼神后，陆云转身向着远处逃去。他也不知道这天地囚笼能困住恶神多久，至于趁着恶神被困杀了他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之前他们这么多人都杀不了恶神，他自己一个人又哪里会是恶神的对手？陆云转身逃命，而恶神却被困在了天地囚笼之中。陆云刚走不久，许桃就提着剑赶到。趁现在，快动手！八祖催促道。许桃没有犹豫，举剑朝着恶神刺去。恶神看着举着长剑朝着自己刺来的许桃，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与惊恐。这把剑上的气息他很熟悉，就是当年封印他的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这把剑连他都找不到，为什么这个区区仙人能找到？许桃不知道恶神心中所想，就算知道也不会那么好心解释给他听。眼看许桃手中的长剑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朝着他刺来，恶神开始拼命挣扎。终于天地囚笼被破，恶神在剑刺到跟前的前一秒逃脱成功，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在恶神想退后避开这一剑时，许桃直接将手中的剑脱手而出，向他急射而去。好！长剑深深地刺入恶神体内，恶神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怎么回事？这恶神又怎么了？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已经跑远的一众阵法师们听到恶神的哀嚎声，直觉这是又出事了，心中越发不安。这时有一个人指着许桃和恶神的方向，颤巍巍地说道：“是许道友，许道友和恶神打起来了。”不是吧？许道友一个人去战恶神，一个人怎么会是恶神的对手？看到这一幕的人无不摇头，
都不觉得许桃能在恶神身上讨到便宜，只怕下一秒就会死在恶神手中。另一头，许桃在刺伤恶神之后，立马再次展开攻击。他拔出插在恶神腹中的长剑，再次朝着恶神刺去。恶神虽被刺伤，受伤颇重，但也不是毫无还手之力。在许桃再次将剑刺向恶神时，只见他一个后退，避开了许桃致命的一击。许桃眼神凌厉，手中的长剑遍布杀机。他打算速战速决，不给恶神恢复的机会。这也是八祖提醒过他的，要动手就一定要快，时间拖得越久，对他越不利。许桃接连出招，手中又有带着神使神力的道气相助，再加上一开始就重创了恶神，一时倒也与这恶神战得难分难舍。徐道友居然这么厉害，恶神这是受伤了，徐道友竟能伤这恶神。看到这一幕的人无不惊呼出声。大家不要干看着，快去帮忙，趁机杀掉恶神，我们就能出去了。李寻还算理智，知道这是灭杀恶神的最好时机，趁着现在许桃还能牵制住这恶神，一起联手干掉他才是正确选择。若是等下许桃敌不过了，就再没有机会下手了。李寻的话还是引起来不少人的认同，毕竟在场的也不乏聪明人。看明白局势的众人开始往回赶，他们是想去助许桃一臂之力，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自己。许桃这头正打着呢，却发现周围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选择与他并肩作战。有了这么多人相助，许桃这边优势瞬间变大。恶神之前被许桃刺的那一剑伤得可不轻，带着神力的剑可以对他造成极大伤害。恶神的体内不断流出绿色的血液，这些血似乎带着一股不祥之气，不但散发着难闻的恶臭，还能瞬间融化地上的岩石。大家小心，不要触到地上的血！于老高喝一声。于老也是还活着的10几人之一，于老就是一个一心沉迷阵法的阵法师，并没有做过什么恶神自是不会率先攻击他。第645章灭杀恶神。恶神被许桃所伤，又被一群仙人围攻，顿时凶性大发。吼吼！恶神仰天怒吼，通红的双眼中是无尽的杀意。大家上啊！一群人不敢后退，硬着头皮往前冲。许桃离得近，被恶神这么一通咆哮，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这家伙有口臭，也不知道多少万年没刷过牙了，这味太冲了。许桃在心中吐槽不停，手中却是剑招不断。裴义为他做的那些特训可不是白做的，他的剑法虽然比不上裴义，却比在场这群人好上太多了。恶神凶性大发，许桃半步不退，双方交战越发激烈。许桃凌空一剑劈向恶神的头部，恶神伸出爪子将这一剑挡下，爪子却被划伤，鲜血流了一地。许桃眼见攻击被拦下，一脚踢开了恶神碍事的爪子，又是一剑朝着恶神头部而去。恶神恼羞成怒，冲着许桃又是一声怒吼，强大的音波简直能震破人的耳膜。许桃受到音波攻击，被逼得倒飞出去数米远。拜托你刷个牙吧，太不讲卫生了，你嘴巴真的好臭。许桃扇着面前的空气，实在受不了这股臭味。这恶神还真是从头臭到脚，最臭的还是他的嘴，那呼出的气简直能把人臭得晕过去。李寻等人，勇士啊，什么话都敢说，就算是实话，就这么说出来，不怕这恶神生气，一怒之下直接放大招杀了他吗？许桃会怕吗？当然不会，他早就知道恶神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慢慢磨，他也能磨死他。既然都已经胜券在握，他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要是能气死恶神正好，还省得他动手呢。许桃说恶神已经是强弩之末，这可不是在瞎说，这可是有八祖亲口认证的。八祖的话，许桃自然相信。事实也正如八祖所说，这恶神果然已经是个样子货，道气上的那丝神力将他伤得不轻，哪怕他后面叫得再凶，也无法发挥出多少实力。终于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缠斗之后，许桃一剑斩下了恶神的脑袋。恶神一死，周围的封印自动破除，望月城终于不再是许进不许出。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天啊，这辈子都没想到，我居然还能活着从这里出去，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我活下来了！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许桃也想叫2声，可他实在太累了，撑了好几个小时，他实在撑不下去了，毫无形象的一屁股坐在地上，那把道气长剑被他随意放在地上，也不怕人抢。不止许桃累，其他人也累到不轻。为了配合许桃，他们也同样与恶神战斗了几个时辰。虽然许桃吸引了恶神大部分火力，还是有人在恶神的攻击之下受了不轻的伤。好在大家都活了下来，只要能活下去，受这些伤又算得了什么？众人原地调息了一会儿，便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对这座城，大家都有一定的心理阴影。哪怕现在城里已经没有了恶神，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们，众人还是决定赶紧从这个鬼地方离开。谁知道等会儿会不会又从哪里冒出什么东西来攻击他们？大家都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了，我们就先离开这里吧。陆云率先站了起来，向众人提议离开。现在马上天就黑了，要不我们先在这里过一夜，明日天亮再赶路。王兰见天色已晚，担心晚上赶夜路不安全。王道友说的虽然有理，可留在这里也不见就安全，毕竟这里可是望月城。陆云说道：“各位怎么看？是走是留？”陆云的视线落到其他人身上，等着他们拿主意。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也不知道该走该留。陆云说的有理，王兰说的也不错，不管是走是留，都不见得100%安全，还是留下暂住一晚吧，其他地方也不见得就比望月城安全。还是许桃率先开口，打破了这突如其来的沉默。既然许道友这么说，那就暂留一晚吧，明早再走也行，就听许道友的。许桃一开口，其他人纷纷附和，因为多亏了许桃，大家才能保住性命。虽然许桃并未邀功，不过他的这份恩恨，大家还是记在了心里。所以许桃说的话，在众人心中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因为许桃的一句话，众人一致同意在望月城再留一夜。陆云表面赞同，心中却已经对许桃产生了怨气。陆云的弟子小峰也侥幸逃得性命，看着师尊平静无波的脸，他却知道师尊现在肯定已经气疯了。他师尊陆云表面看起来性格温柔，而且很会为他人着想，但作为陆云的弟子，他知道陆云的真性情并非如此。平时只要不招惹到师尊，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个不错的人。但他极不喜欢有人抢他的风头，也不喜欢有人违抗自己的意思。之前那些不听师尊话的人，基本都被师尊找到各种机会坑害，哪怕不死，也会因此吃下大亏。在知道恶神杀人都是以什么为标准时，他一度以为自家师尊活不了多久，没想到这世间恶人还挺多，就他师尊这样的，居然已经排到了这么后面。前面那些人岂不是坏到掉渣？当然，这些话小峰也只敢在心里想想，哪敢说出来。既然决定要在望月城再待一晚，众人便回到了之前住的客栈。好在客栈还有几个房间能住人，并没有全部被毁掉。男修们还是挺有风度的，将仅有的几个房间让给了女修，自己等人则是在屋外将就一晚。许桃并没有拒绝这群男修的好意，进了房间后，他迫不及待地躺到了床上。累啊，真是累死我了。许桃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也不知道裴义去了哪里，要是有他在，哪需要和那个什么恶神打这么久。许桃揉了揉有些酸痛的胳膊，抱怨般的说道：“对了，八祖，你现在能感应到裴义的位置吗？”许桃满是希冀的问道。第646章龙卷风来袭。虽然才和裴义失散没几天，但许桃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他和这么多人一块都差点折在这里，裴义只有一个人，要是遇到危险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裴义可怎么办？许桃心中担忧，只能暗暗祈祷裴义运气不错，不会遇上任何危险。不过裴义这家伙好像一向没什么运气，一旦离开他身边，各种倒霉事情他都能遇到。不是告诉过你本座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吗？你想知道只能自己去找。八祖丢下这句话，就不再理会许桃，任许桃如何呼喊都不出来。没办法，许桃只能抱着剑躺在床上休息。许桃抱着的正是得自祠堂地底得到的那把道器，是水剑。说起这把剑是水剑，许桃不是没想过收进那戒里，可因为无法认主，他想收也收不进去。不错，是水剑认不了主，因为它本身就有主人。这把剑他也只能暂时使用而已。据八祖所说，一旦离开了秘境，这把是水剑就会回归神界去寻找自己的主人。许道倒也不心疼，毕竟他已经有昆无剑了。虽然昆无剑的等级比不上是水剑，但对许桃来说，有昆无剑就够用了。他确实也不需要第二把剑来锦上添花，哪怕这是一把道器也是一样。许桃躺在床上，很快进入了梦乡。没办法，他太累了，自从进入了这望月城，他就没有好好休息过。现在好不容易安全，当然要好好休息。不过许桃也不是完全没有警惕心，他在床的四周围都布下了结界，只要有人想对他不利，立刻就会触动他布下的阵法。这个阵法虽说不能杀人，却能将人暂时阻拦在外。有了阵法保护，许桃睡得十分安心。许桃睡得倒是香，但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么好睡了。大部分人并没有选择睡觉，而是以打坐代替睡眠，还有人打算直接睁眼到天明。上半夜风平浪静，无事发生。到了下半夜，突然一阵大风刮来，风声越来越大，四周顿时狂风四起，天空之中一阵沙尘飞扬。于老待在客栈外的男修们第一时间发现了天气的变化。李寻来到于老面前，想询问于老的看法。李寻，这天气不对劲儿，快去把其他人唤醒，我们可能需要转移到他处。于老看着周围越来越大的风，心中的不安感越来越重。有这种感觉的不止于老，不少阵法师都觉得这天气变得太快，像是有不好的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般。李寻点了点头，
叫上2个人，3人一起进入客栈去把女修们叫醒。门外敲门声响起的时候，许桃还在睡，她是真的睡着了，还睡得非常香甜。门外的敲门声响了好几下，才将许桃唤醒。出什么事了？许桃揉着眼睛下了床，走到门口拉开了房门。门外站着的是陈春，陈春在门外敲了半天都没人应，还以为许桃是不是出事了，他都做好破门而入的准备了。没想到就在这时，许桃却揉着眼睛过来开门了。好家伙，这一看就是刚睡醒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能睡得着？正吐槽呢，当许桃把手放下来的时候，陈春却瞬间呆住了。这是许道友，这也太美了吧！面前的女子道一声美若天仙都不为过，这种颜值的美女，如果不是年龄太大，完全有资格登上百花美人榜，就算是榜首，她都当得。陈道友，你有什么事吗？许桃叫了陈春好几声，发现他愣愣地看着自己，全无反应，挥着小手在他面前晃了好几下，才终于把人唤醒了。啊？什么？哦，对了，确实有事，外面变天了，风越来越大，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可能不安全，于老的意思是让我们换个地方暂避一下。回过神后，陈春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他也不是没见过女人，这么盯着人家发呆，还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好在许道友的脸上没有不悦。外面变天了？许桃一愣，随后点点头。我知道了，我和你一起出去看看。许桃抬脚就要往门外走。那个，许道友，要不你还是把面纱戴上吧。陈春忍不住出声提醒道。面纱？许桃摸了摸脸，这才想起来，刚才为了睡觉，他把面纱摘了。后来陈春来敲门，他一时忘了，面纱也没戴，就来开门了。难怪陈春刚才一直盯着他发呆了，原来是因为见到了他的真容。谢过陈春的提醒，许桃将面纱重新戴回到脸上。看着颜值重新被面纱封印的许桃，陈春心中也松了口气。许道友的真容实在太美，和这么美的美女相处，总觉得有些不自在，还是这个样子好。等许桃和陈春从客栈出来，其他人都已经在外头集合了。漫天的黄沙，还有从身边呼啸而过的狂风，这一切似乎都带着一丝不祥。那边有东西过来了！突然，一个男修指着远处大声喊道。众人顺势望去，果然看到有龙卷风正在朝着他们这边过来。卧槽，这可是龙卷风啊！要是被卷进去，小命还能保住吗？龙卷风移动的速度很快，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眼看着再过不久就要经过望月城了。等着龙卷风一走，只怕整座望月城也将不复存在。现在怎么办？要不我们逃吧？王兰表情一重。逃？现在逃只怕已经晚了。陆云摇摇头，他不是没想过逃，但龙卷风移动的速度太快，他们就算跑再快，也很难逃出龙卷风的范围。不能逃，那就只有找地方躲了。燕婷皱眉道：可这城里就这么大，还能躲人的建筑本就不多，也就那座祠堂看着还算完好，应该能让他们暂避。就是不知道这祠堂在面对龙卷风时能撑多久。我们可以去那座祠堂啊。有人提议。对，祠堂里面有地下室，我们可以躲进地下室里。李寻想到了那个地下室，只能先去那里暂避了，事不宜迟，我们快走。于老点点头，他也觉得那个地方不错。第647章，刘敏君呢？一行人行色匆匆地跑进了祠堂内。就在于老打算带着众人前往之前，他们发现的那个地下室时，许桃却叫住了众人。我知道一个地方比那个地下室安全，大家跟我来。许桃不等大家反应，就向着他说的那个地方走去。其他人倒也没犹豫，这种时候许桃也没必要专门撒谎来骗他们。跟着许桃来到了他说的地方，众人发现这祠堂内居然还有一处他们没有发现过的地方。如果不是许桃带他们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祠堂地下更深处还有这么一处隐秘的藏身之处。这里是一个地底岩洞，岩洞位于地下很深的地方，哪怕整座城都被吹飞了，只要他们藏在这里不出去，外面刮再大的风也不可能影响到他们。许道友厉害啊，连如此隐蔽的地方都能找到，不愧是许道友，这次又是托许道友的福了。众人皆是一脸感激的对许道说道。许桃谦虚了2句，便让大家自己找地方休息。在龙卷风离开之前，他们还不知道要在这里藏身多久。许桃找了个地方放了张软榻在这里，随后整个人坐在软榻上，打算换个地方继续睡。其他人见他居然拿了一张软榻出来，还一副准备睡觉的架势，实在是很好奇，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是怎么睡得着的？许桃刚准备躺下，突然有人惊呼一声：怎么了，陆道友？发出惊呼声的正是陆云。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是不是少了一个人？陆云的眸子在众人之中环视一圈，随后说道。说到这个，好像是少了一个人来着，是谁呢？陈春摸着下巴，虽然觉得少了个人，
可就是想不起来少了谁。啊，是不是少了刘敏君道友？王兰猛然想到，对，刘道友好像没有跟我们一起过来。众人恍然大悟，许桃也总算是反应了过来，他就说怎么感觉好像少了谁？可不就是少了刘敏君吗？之前在客栈外头的时候还有看到他，怎么转头就不见人影了？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他对刘敏君的印象还不错，这姑娘拎得清，而且也重情义，是个可以交的朋友。若是刘敏君当真在这里出什么事，那还挺可惜的。大家有谁见到刘道友了吗？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来？陆云看向众人，没有啊，我和刘道友不熟，没有注意到他。我也没有注意到他。那个师傅，我好像看到刘前辈回客栈里去了。就在这时，陆云的徒弟小风弱弱说道：“你说什么？你看到刘道友回了客栈？”陆云一脸意外，其他人也都是一脸没想到的表情。他回客栈做什么？难不成是东西忘拿了？应该不是吧，又不是没有内戒，谁会把东西放在外头？那他回去是去做什么？众人议论纷纷，完全想不通刘敏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客栈去。现在怎么办？要去找找他吗？陆云皱眉问道。可是现在龙卷风就要来了。王兰有些迟疑。好事可以做，但那得在不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情况下。若是为了找刘敏君而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其他人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想法，都觉得这时候去找人太危险，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许桃心中默默叹气，刘敏君这姑娘不止一次向着她说话，她还真做不到看着她一个人在外头什么都不管。要不我去找找她吧。许桃收起了软榻。许道友，你可要想清楚，若是这时候离开，你很可能就回不来了。李寻提醒道。许桃算是他的恩人，他不想看着许桃将自己陷入险境。许道友，你真要去啊？这可是很危险的。王兰也忍不住劝说。行了，就这么定了吧，再拖下去龙卷风都要来了。如果实在找不着人，我会自己回来的，大家在这里不要乱跑，我去便回。说完拿着是水剑，自己独自一人向着洞外走去。出了岩洞，走在望月城破败的街道上，四周除了呼啸而过的风声，还有漫天飞舞的黄沙，什么也看不到。许桃叫了2声刘敏君的名字，可惜无人回应。目测了一下龙卷风离望月城的距离，应该还有几分钟才会过来。许桃运转仙力，朝着客栈的方向飞跃而去。从客栈外只能看到一片黑暗，整座客栈完全看不出来像是有人在的样子。刘道友，你在吗？许桃走进客栈，一面走一面唤着刘敏君的名字，用力吸了口气，随后脚步坚定地朝着2楼刘敏君的房间走去。他在这里闻到了刘敏君的气味，而且这味道还颇为浓郁，证明刘敏君确实回来过。他一路来到刘敏君的房间，伸手想推门，却发现这门怎么也推不动。这是阵法。许桃皱眉，他拔出是水剑，对着大门就是一剑，这一剑直接将整个阵给毁了。阵法碎裂，被困在其中的刘敏君也终于现身在了许桃面前。刘道友，许道友，你怎么会来？刘敏君飞奔到许桃身边，脸上是一脸的惊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去祠堂。虽然有许多问题想问，但许桃知道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于是他抓起刘敏君的手，拉着他就往客栈外狂奔。2人刚出客栈，就看到龙卷风已经进入了望月城的范围。快走！许桃叫上刘敏君，让刘敏君赶紧和他一起跑。怎么办？我们能逃掉吗？刘敏君一边跑一边问。一定可以，等逃到祠堂，我们就安全了。祠堂离客栈虽然有一段距离，但以仙人的脚程，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赶到。许桃在前，刘敏君在后，2人一前一后，疯狂地向着祠堂的方向高速移动。祠堂已经近在眼前，以他们2人的速度，肯定能在龙卷风过来这里之前进入地下岩洞。就在许桃想拉着刘敏君跑进祠堂的瞬间，有人狠狠地在他身后击出一掌，击中了许桃的背部。同一时间，他手中的是水剑被人抽走，而这个动手偷袭的人正是刘敏君。第648章暗算。同一时间，一道人影闪现在他面前，从他的正面再次击出一掌，让他整个人倒飞了出去。而在他的身后，正是那已经近在咫尺的龙卷风。你们，许桃咬牙切齿，他真是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了。哪怕有再多的不甘，他也只能任由自己被龙卷风淹没。许桃怎么也没有想到，刘敏君居然和陆云是一伙的。是的，刚才辨析他的2个人，一个是刘敏君，一个正是陆云。看着消失在龙卷风中的许桃，刘敏君一脸不忍。毕竟他也是拿许桃当过朋友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真的不想对许桃下手。把剑给我。陆云目光阴冷的落在刘敏君身上。刘敏君不发一语的递上了是水剑。看着这把是水剑，如果不是场合不对，时机不对，
他简直想仰天大笑。这把就是传说中的道器，现在这把道器是他的了。走吧。陆云叫上刘敏君，二人一前一后进入了地下岩洞。看到被陆云带回来的刘敏君，却没有在二人身后看到许桃的影子，众人无不惊讶担心：怎么只有你们两个？许道友呢？对啊，许道友去哪儿了？王兰看了眼二人的身后，问道：许道友为了救我，被龙卷风卷走了。刘敏君一脸痛苦的捂住脸，蹲下身默默流泪。哭是真哭，毕竟他刚刚害了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真的不要伤害许桃。可有些事情由不得他自己，他也只能对许桃说一声抱歉。是这样的，许道友为了保护刘道友，被卷入了龙卷风中，现在只怕是凶多吉少。陆云一脸唏嘘的说道：那他的剑怎么会在你的手中？燕婷看着二人的眼神带着深深的狐疑。许桃就是用这把剑杀的恶神，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这把剑是不是凡物。许桃又是在离开后一段时间突然带着这把剑出现，这把剑很大可能就是许桃故事中的那把用来镇压恶神的道器。为了一把道器害死自己的恩人，这在天界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别说只是一个恩人了，连父母血亲都能随时反目成仇。对二人产生怀疑的何止燕婷一人，能活到最后的就没有傻子。许桃到底是怎么被卷入龙卷风中的，还真不好说。陆云知道这些人会怀疑自己，不过他并不在乎，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好。这可是道器啊，传说中的道器。有了这把道器，他陆云还需要看谁的脸色，在场谁人能是他的对手。许道友被龙卷风卷走时，这把剑掉了下来，被我捡到了。若是能再见到许桃友，到时我会将剑还给他。言下之意就是，若是许桃活不下来，这把剑就是他的了。众人暗暗交换着眼神，心中越发肯定，这陆云只怕与许桃的死有关。他会这么说，多半是肯定许桃已经活不下来了。虽然众人猜到了真相，但没人会傻的在这时候与陆云撕破脸。陆云有道器在手，若是想杀了他们，也不是不可能。这时候与他撕破脸，不过是给了对方动手的借口罢了。陆云见没人说破，心中顿觉没劲儿。果然都是一群老狐狸，之前还对着许桃感恩戴德，现在许桃一死，什么恩什么义，立马抛到脑后，就当没事发生过一样。如果可以的话，陆云也不想这么高调。在他的计划中，他是想暗中害死许桃，然后偷偷藏起是水剑，等以后再找机会拿出来。不想这把剑居然收不进那剑，而且也无法认主。这个发现让陆云郁闷不已。无法认主的道器，那还不是谁抢到就是谁的。难怪许桃抱着这把剑这么久都不见他收入那戒，原来是根本收不进去。好在这群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若让这群人知道这把道器根本无法认主，肯定会直接动手抢夺。不行，保险起见，这群人的命不能留，得找机会将他们一一铲除。陆云城府极深，心中的想法自是不会表现在脸上。另一头，被龙卷风卷走的许桃本以为自己不死也残，好在八祖及时出手护住了他，让他不至于丢掉小命。虽然小命是没丢，却被卷到了一处奇怪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植物，处处都是生机。这些植物长得又高又壮，普普通通一朵花居然就有1人高。花都有这么高，树当然更高。除了花和树，就连地上长出来的草也长得十分高大，差不多和许桃一样高了。站在这个地方，许桃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矮人，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误入巨人国了。卧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花，这草，确定这里不是巨人国？许桃一边吐槽，一边拨开面前的杂草，想先找地方休息。虽然他的小命保住了，但他先后受了刘敏君和陆云的一掌，他已经受了内伤，而且伤得不轻。现在他必须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服药调息，否则伤势加重，可能会有后遗症。许桃，你要找的东西很可能就在这里，这里有生命法则的气息。八祖的声音传来。生命法则？许桃讶异的挑眉。等等，生命法则结晶好像不是在这里吧？难不成这世上还有另一件与生命法则相关的至宝，与法则结晶类似的存在？你要找的东西本来就在这里不远处，如果本座没有猜错的话，只怕生命法则结晶早就被这秘境给吸收进来了。被吸收了，所以说他不用再想办法去其他地方找，生命法则结晶其实就在这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这里生命法则的气息浓郁，你也领悟了生命法则不可能感应不到，你仔细感应一下，一定能感应到法则结晶的位置。说完这句话，八祖再次神隐了。许桃开始放开感知，这里确实到处都是生命法则的气息。虽然他一开始就感应到了，但那时他以为是因为这里的草木生命力过于旺盛的关系。现在看来，这里的草木之所以生机浓郁，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生命法则结晶附近。第649章过3关。
许桃找了个树洞窝了进去，打算在树洞里先把伤势稳定一下。树很高，树洞也很大，就算许桃整个人站立在里面都不会觉得压抑。服下丹药，又运功调息了足足2个时辰，伤势总算是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刘敏君偷袭他的那一掌并不致命，他当时只是为了抢夺是水剑，并不是为了杀他，所以出手的时候最多只用了5层功力。而陆云击中他的那一掌才是伤他最重的。陆云正面击出的那一掌，哪怕不是用了10层功力，也是用了9层。他是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如果不是他身上带了不少防身的法宝，他自己又并非人类修士，而是神兽白虎。神兽的体格可不是人修能比的，所以哪怕是正面中了陆云的致命一击，他也依然能走能跳，只是这内伤只怕需要好几天才能养好。许桃接下来并不打算离开这里，既然八祖说生命法则结晶在这里，那他就在附近找找看，希望能尽快将法则结晶找出来。为了尽快恢复，蒋桃在树洞内闭了个小关，直到几天后伤势完全恢复才破关而出。一出关，他就开始寻找法则结晶的下落。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植物，法则结晶会在哪儿呢？许桃烦躁地抓了抓头。八祖还说他一定能感应到，可事实就是他什么也感应不到。麻烦呀！叹了口气，许桃从树上摘下一个比他脸还大的果子啃起来。周围有果树，就是这果树上的果子实在有些带得过头了，每一个都长得比他的头还大。虽然个头是大了一点，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许桃特地摘了不少放在那戒里，打算拿给裴义还有爹娘尝尝。因为果子太大，许桃啃了一半，实在是吃不下了，剩下的半个他也不吃了，随手扔到一边。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蛙皇杖。蛙皇杖或许能感应到生命法则结晶所在。想到这里，许桃立马从那戒里拿出了蛙皇杖。现在的蛙皇杖看着就像一个普通的木质法杖，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这是因为它欠缺了最重要的生命法则结晶。只要将法则结晶归位，蛙皇杖才会恢复成它原本的样子。蛙皇杖，这回就全靠你了，你可一定要争气啊！许桃对着蛙皇杖念念有词，也不管他能不能听懂。好在蛙皇杖确实对生命法则结晶有感应，蛙皇杖一被拿出来，就发出一道淡淡的绿光。许桃感到自己的手上似乎传来了一股拉力，这股力量似是在将他带至某个地方。许桃也不反抗，任由蛙皇杖将他带走，直到来到了一棵巨树之下，蛙皇杖才停下来。蛙皇杖虽然停下了，但整支杖显得十分活跃，看着还挺激动。看来就是这里了，到了这里就停了，东西难不成在地下？许桃摸着下巴，嘴里嘀咕道。听到许桃的话，蛙皇杖跳跃了2下，似乎是在附和他。看来真的在地下，好吧，那就去地底看看。许桃做出决定后，带着蛙皇杖向着地底一路下沉。身为仙人，想在地下活动还不容易，只要用仙力护体，潜到多深的地下都没问题。大概10来分钟后，许桃终于来到了一个地下通道内，应该就是这里了。许桃站在通道内，看着深不见底的通道尽头，若有所思。他一路顺着通道往前，直到来到了一扇大门前。这是一扇石门，门不是很大，大概只有2米高，和那些动辄几米甚至10几20米高的大门比起来，算是小的了。果然是这里。许桃看到石门上的雕刻，这石门上雕刻的都是上古天震宗的专属图案。看来八祖说的是对的，之前天震宗藏在这里的东西，果然早就被这个秘境吞了。许桃看着这扇石门，这扇石门想要打开可不容易，必须要通过当年天震宗留下的3道关卡。所谓的3道关卡，也就是俗称的过3关。3道关卡考核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一关过不了，都无法进入这扇门内。这些考验非天震宗弟子通过的可能性不足10%，哪怕是天震宗弟子，若是学艺不精的话，通过的可能性也不足20%。许桃对3道考验倒是信心满满，只要他将手放在石门上，考验就会立刻开启。许桃连犹豫都不带的，直接将手放了上去。果然，下一秒他发现自己所在位置变了，这里变成一间古色古香的教室，而在他面前则是站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第一关开始，请小友拿起面前的笔，回答纸上的问题，最终评分超过90分，便算通过了第一关。你只有1个时辰作答，现在开始计时。老者一脸严肃，连个自我介绍都没有，就直接宣布第一关的考核内容。这间教室里只有1套桌椅，桌子上放着一份试卷，试卷上全是一些关于阵法的问题，而且还都不是普通的基础题，难度还挺高。若是只是对阵法稍有研究却学得不深的人，只怕能得10分，那都已经是运气爆棚了。许桃先将这份试卷从头看到尾，一共100道题，90分以上才能过关的话，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错9题。这对许桃来说倒也不难，这些问题他都看过了，他觉得自己都能答出来。
毕竟他手中可是有天震宗的全部传承，这些问题传承中都有，不可能答不上来。许桃拿起笔就是埋头苦写，先将简单的写了，稍有难度的留到最后。1个时辰才过一半，许桃就已经答完了100道题。我好了，交卷。检查了一遍之后，许桃举起小手，心匆匆的对老者喊道。这老者就像是一个既定的程序，完全没有多余的表情。对许桃提早交卷的行为，老者并未多说什么。在许桃说出交卷2字时，他手中的试卷就已经出现在了老者手中。老者从头看了一遍，随后宣布：恭喜你满分通关，请前往第2关。老者一个抬手指向了许桃的身后。许桃身后原本只有一面墙，在老者抬手的瞬间，居然出现了一扇门。明显这扇门就是通往第2关的路。第650章虚影。推门而入，许桃发现自己居然出现在了一个大阵之中。这个大阵可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阵法，它是一个组合阵法，由多种阵法组合而成。此阵可千变万化，威力惊人，若是走不出去，只怕就得埋骨于此了。第2关，请小友用最短的时间破阵，记住你只有3个时辰的时间，3个时辰无法破阵，便会永远被留在阵中。珍惜时间，尽快破阵是你唯一的生路。现在开始计时，请开始破阵。第2关考的就是破阵，这次倒是没说要得多少分才算是过关。看来只要能在3个时辰内破阵，都会是满分。许桃倒是没有急着破阵，而是开始观察。破阵不能急，得观察好了再开始行动。若是连这个阵是什么状况都搞不清楚，就说要破阵，那无非是自寻死路。许桃虽然阵道方面的实力不低，却也没有妄自尊大。为了方便观察整个阵法内部的情况，许桃已经开启了破望之眼。破望之眼下，整个阵法的构造被许桃看得一清二楚。破阵而已，简单，看我的。许桃扬起一抹自信的笑，开始着手破阵。想破阵其实不难，只要找到阵眼，然后破坏掉阵眼，阵法自破。阵眼是最难找的，因为阵法师为了保护阵眼，会在阵眼附近设置重重阵法。最要命的是，阵眼往往会被放在整个阵法中心最危险的位置。想要破除阵眼，就得闯过重重危险，很可能还没有靠近阵眼，人就已经死在了阵法之下。哪怕经历了重重险阻，也不见得就能发现阵眼。这些阵法会对入阵之人进行误导，哪怕阵眼就在眼前也发现不了。当然，这种障眼法对许桃无用，谁让他的破望之眼可以看破一切虚妄呢？顺利的穿过阵法中的杀阵，将阵眼一剑毁之。阵眼被毁，阵法无法再运行，许桃成功通关第2关。整个用时不到半个时辰，比第1关用的时间还短。毕竟第2关只用看，又不用写字，当然不需要浪费多少时间了。当许桃来到第3关的时候，这一下是真的愣住了。不用玩这么大吧？许桃看着眼前这座巨大的城池，整个人差点没呆愣在原地。第3关是城市保卫战，他要用自己所学的阵法来守护面前的这座巨大的城池。只要能坚守3天，就算他通过了第3关。3天？居然要让他在这里守上3天？这么大座城，要布置出一座护城大阵，你知道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材料吗？而他有7天的准备时间，7天后将会有无数妖兽对这座城池发起攻城之战。如果7天后他没有准备好，那就可以直接躺平等死了。虽然7天之内在这么大座城布下一座护城大阵是有点难度，不过许桃也不是做不到，只是太麻烦了。他已经可以想象接下来的几天他会有多累。唉，在计时开始4个字响起时，许桃迈出沉重的脚步，为未来7天的自己哀悼。7天时间过得很快，许桃用了4天时间就已经布置好了一座护城大阵，剩下3天再将阵法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后，就开始睡大觉，一直睡到第8天早上才醒。一醒来，面临的就是妖兽攻城的壮观画面。只见成千上万的妖兽朝着这座城发动攻击，空军部队、陆军部队，甚至连水军都来了，水陆空3军到齐了啊！许桃啃着果子，看着这群妖兽卖力的攻城。其实辛苦也就前面几天辛苦，后面倒也蛮轻松的，尤其是在阵法设置好后，后面他只需要在妖兽攻城的时候对阵法进行维护修补就可以了。许桃吃着果子，看着这出攻城大戏。哇，那边那头老虎可真是卖力，那只猪是不是偷偷踩了那只鸡一脚？他俩肯定不和。许桃一面吃着大苹果，一面对着正在攻城的妖兽们指点江山。那边那条鱼，你一条鱼居然加入了空军队伍，会不会过分了点？虽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境，但也不能太离谱啊。那只兔子可以啊，一脚踢到了一只狐狸脸上，狐狸居然没咬他一口。这一届的妖兽不行啊，这1天都快过完了，他们连我设下的第1重阵法都没能攻破。正说着呢，第1重阵法终于碎裂。许桃立马改口，花了1整天才攻破第1重阵法，真垃圾。吃着果子看了3天的戏，
终于时间到了，许桃顺利的保住了这座城池，通过了第3关考核。恭喜通关成功！随着通关成功的声音响起，许桃再次回到了那扇石门跟前，而石门也在他面前缓缓打开。石门之后，一道亮眼的白光出现，这突如其来的光亮让许桃有些睁不开眼。待到光亮散去，许桃这才抬脚迈进门后。这里就是石门后的世界。走入石门之内，这里只有一个房间，而房间的正中心有一张石桌，石桌上摆放着一个黑色的木盒子，盒子是合上的状态，让人看不到里面有什么。许桃却没有急着走过去，因为没有必要。他不慌不忙地拿出蛙皇杖。蛙皇杖以2部分组成，法杖以及生命法则结晶。现在法杖在这里，以这个距离，生命法则结晶应该会受到吸引，自动现身。果然，木盒的盖子竟自动打开，一颗泛着莹莹绿光的法则结晶出现在了许桃眼前，而许桃手中的蛙皇杖也在此时飞出，与法则结晶合二为一。随着蛙皇杖与法则结晶的结合，蛙皇杖终于显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只见一根整体呈银白色的法杖，泛着绿色的微光，光芒让人感觉到无限生机。就连许桃身上原本亏损的寿元，似乎都恢复了一些。果然，生命法则结晶可以修复他损失的寿元。这个发现让许桃顿时兴奋了，迫不及待的想靠近一点，说不定离近一点，他能恢复得更快。可就在许桃靠近时，一名女子的虚影出现在了许桃面前。女子生得极为美丽，这种美却没有丝毫的攻击性，让人看了只觉心神宁静，兴不起任何亵渎之意。